站住！别跑！别跑！快停下来！我要吃了你！别跑！就在这个时候，自家的院门被打开了，是一个瘦小的人儿背着一捆柴进了院子。他还没站稳，眼前一花，那只慌不择路的芦花鸡直直飞向他的面门。快拦住他！笨蛋！小丫头黑乎乎的手背一下子就被敲得通红。兰草，你个死丫头，把鸡给放跑了，我让奶打死你！奶，死丫头把家里的鸡给放跑了，可别把鸡蛋给下到别人家去。奶，咱家的鸡没了。兰草，你个死丫头，天天就知道惹祸，找打是不是？接着那把扫帚就重重落在骨瘦如柴的兰草身上。去，把那只鸡找回来，要是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嘿，走，奶给你和你大哥煮2个鸡蛋吃。兰草一直知道自己虽然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但却是一丁点都不受宠，还常常因为自己的一身怪力而闯祸，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自己，就连亲生爹娘也因为他上次不小心弄伤了大哥厌弃了他，直到现在都不让他接近不到1岁的弟弟。其实他也很喜欢那个软乎乎的家伙，喜欢家里的每一个人。兰草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往刚刚的草丛那边过去。每次都是这样，不管是不是他的错，只要家里出了什么事，错的都是他。每次都被奶奶打一顿，还要罚不准吃饭。好在他现在虽然年纪小，却也因为在山上捡柴，经常能弄到一些野果野菜什么的，幸运的话还能捡到几个野鸡蛋。最初他还把从山上弄到的那些东西拿回家，可是兰草发现每次自己拿回来的东西一点都吃不到，照样挨打挨骂。有一次他直接在山上将采到的野果吃了之后无比满足，渐渐他就不往家里带了，都是在山上吃过之后才回来，如果吃不完就先藏起来。就像现在，他的怀里还揣着2个已经烤好的野鸡蛋，兰草打算就躲在外面把鸡蛋给吃了再回去。他找到那只鸡的时候，对方还在草丛里悠闲地刨虫子吃，还不时挑衅地扭头看一眼兰草。他手脚利索地将那只鸡给扑倒在草丛里，一只小手轻飘飘地将它按住。他右左右看看，这里还算隐蔽，他在这里吃个鸡蛋不会被人看到，吃完了再回家。奶，你看死丫头在漱口，她肯定是偷吃东西了。闭嘴，这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啊！你偷吃什么了？这个死丫头最近都没有从山上弄野果回来，肯定是自己偷吃了。奶，我没有，刚刚抓鸡的时候啃了一嘴泥。让我闻闻。兰草可不会让他得逞，使劲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堂屋里顿时扬起了一阵灰尘。小胖子赶紧往后退了几步，生怕自己的新衣服被弄脏。死丫头，你干什么？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滚出去！今天晚上不准吃饭。奶，我还没有吃饭呢。滚！今天不许吃饭，皮又痒了不是？兰草眼巴巴地看了一下亲娘王氏和大哥兰园一眼，只见那2人一直埋头吃饭，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一样。而他的亲爹兰安平则是嘴巴张张合合好几次，始终没有说什么，最后把脸埋进面前的碗里。捡柴去，不许偷懒。兰草回到柴房，拿起他经常背柴的绳子和背篓，直接出门了。兰草回去的时候，王氏和二婶李氏正在做饭，而小胖子已经找到了新的乐趣。他从灶里抽出一根燃着火的柴丸，他看到兰草背着柴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立马就有了主意。兰草正弯腰洗手，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动静。
忽然兰草闻到一股焦糊味儿，头上还有一阵灼热感，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被那个小胖子给点着了。火烧黄毛！小浩，你干什么？快停下！兰草赶紧用手扒拉着自己的头发，还好旁边的木盆里有水，他顺便给头上淋了些水。很快他的头发被救了回来，只是头发已经被烧去一截，他也变成了落汤鸡。兰草摸着自己散发着怪味的头发，气愤地瞪着还在狂笑的小胖子。臭丫头，黄毛鸡，落汤鸡！你想干什么？这样会把人烧死的，你也跟着赔命。再这样闹，让你爹回来揍你。男娃子淘气一些正常，弟妹不用这样，小草不是没事吗？大嫂，小草可是你亲闺女，小浩天天这样欺负小草可不行啊。李氏最近有些看不懂这个大嫂，当娘的对于自己的儿女被欺负，就一点都无动于衷。别跑，黄毛鸡，站住，臭丫头！救命啊！奶！兰草也发现小胖子的衣服着火了，赶紧端起他之前洗脸的木盆，里面还有一些水，他直接将里面的水兜头泼了小胖子一身，他身上冒起的烟直接被浇灭。小浩，你怎么样啊？哪里疼啊？死丫头，你又给我闯祸，差点把你弟弟给烧死，你还想害了我们全家吗？看我不打死你个死丫头，省得你一直祸害家里人。兰草见他这个架势，就转身往外跑，只可惜他才跑到院门口，就被刚刚下地回来的兰家男人们给拦住了去路。兰草知道自己从正门是跑不出去了，又折返回来往后院跑去，那里有一棵桃树，只要他爬到树上就能从那里逃出去。快去后院抓住这个死丫头，她刚刚差点把小浩给烧死。这个大嫂可真够心狠的，居然不给自己闺女说一句话，就这样看着她挨打。娘，小草没错，是小浩淘气自己闯的祸，不关小草的事情。李氏说完就赶紧拉着小胖子回屋换衣服。现在已经是秋天，可不能让自家的独苗苗染了风寒。兰草最终没能通过后院的桃树逃离，先是被兰安平从树上拽了下来，他爹也从中帮忙。小丫头死命抱着那棵树，但是架不住兰家所有人都在身后拽着她。爹，我没有，是小浩，他用火烧我，他自己摔倒的。二叔，我真的没有欺负小浩啊，你要相信我。爹，你相信我呀，我娘当时也在的，我没有干坏事啊。兰草越来越绝望，她指着自己被烧焦的头发给两人看，可是收效甚微，于是她越发用力抱着那棵桃树，然后那棵树就被她连根拔起，就连树上仅剩的几个桃子也被抖落了下来。这丫头的力气都这么大了吗？死丫头，你居然把我正在结果子的桃树给拔了，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最后兰草的双手双脚就被后面赶到的老太太绑了起来，扔在了院子里。娘，你知道的，我没有欺负小浩。娘。兰草这会儿是真的慌了，她以前也常挨打，可是从来没有被绑住手脚过，这突然的变故让她心里害怕。娘，你说话呀，是小浩自己摔倒的，不是我。兰草的声音里全是绝望，她不相信自己的娘亲居然这么心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挨打，不给自己作证。娘，我是你的亲闺女，你就这样看着我被奶打死吗？爹，你要相信我呀，我没有，真的不是我。二叔，我真的没有欺负小浩，我
的。爹，我是你亲闺女啊，你也不相信我吗？这一回兰草是彻底绝望了。他环顾四周，院子里都是他的亲人，却又个个冷若冰霜。如果不是他有着跟兰家人一样的眉眼，他都怀疑自己是捡来的。死丫头，现在不光是欺负小浩的事情了，你居然敢把后院的桃树给连根拔起，找死不是？我2个大孙子以后都没有桃子吃了，你赔得起吗？我让你跑，长能耐了啊！闯了祸还敢跑，都敢烧你弟弟了，下次是不是能要了全家人的命啊？我们兰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祸害了你哥还不够，又祸害你弟弟，把树都给拔了，下次是不是要把家里的房子给推倒啊？哎呀！娘，别打了，是小浩追小草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小草没有欺负小浩。大嫂，你当时也在场，怎么就不说句话呢？就这样看着亲闺女挨打，这心真够狠的。我没看清楚，再说他这不是又闯祸了吗？另一边的兰老婆子又抽打了兰草好几下，见兰草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这才扔了手里的擀面杖，转身回去准备吃饭。随后一家人呼啦啦都跟着进了堂屋，只有兰安庆留在院子里，把兰草身上的绳子给解开。闺女，让你受苦了，走，去吃饭。兰草呲着牙推开亲爹的手，一瘸一拐地挪向自己睡的柴房。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家人赶去柴房睡觉的，好像是他不小心摔碎了哥哥坐的椅子，害得哥哥站着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字，也好像是他不小心弄坏了家里的锄头，还是拍坏了家里的木桶，还是一不小心把王氏的胳膊给弄脱臼了的时候。他只知道这2年爹娘就不愿意自己靠近，也不让哥哥靠近自己，当然他也不许再进东厢房。他听到堂屋里传来男人的争吵声音，兰草竖起耳朵开始听起来。不行，他才5岁，把他赶出去，让他怎么活呀？可是他力气太大，以后你娘治不住他了，这早晚都会闯出祸的。我认为啊，还是把兰草送走的好。你们没见他刚刚把那棵树都给拔起来了吗？以后你们谁能够治得住他呀？兰草呼吸的声音都放轻了许多，他想知道家里人是怎么安排他的。难道真的像爷爷说的那样，要把我送走？可是送往哪里？我的血脉亲人都容不下我，难道还能指望谁收留我不成？送走也好，他在家里，老婆子我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一不小心再伤到几个孙子。我也同意，他不只会伤到几个小的，也会伤到大人。我们不发表意见，毕竟不是我们2房的孩子，还是要看大哥大嫂的。不过那孩子始终是咱们兰家的血脉，送走也不好吧？可是他才5岁呀，往哪里送？他以后怎么活？你想过没有？你可是亲娘啊！兰安庆没想到自己媳妇这么心狠，居然一口答应把那孩子送走。王氏立马又变成了之前一脸木然的表情，低头不再说话。小媛，你说，小草可是你的亲妹妹？她是我亲妹子，我平时都躲着她一些，只怕外人不知道情况，离她近了会给家里惹祸。站在院子里的李氏轻轻地敲了一下兰安平的胳膊，嘴巴一撇，这个孩子才是最狡诈的，既不得罪人，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走吧，我回去给那孩子收拾点东西，小草指定要被送走了，只是不知道送到谁家。就这么定了，老大明天一早就把人给送走吧。小草，起来了，今天爹跟你一起上山。走，
爹今天跟你一起上山。兰草的小短腿踉跄着跟着跑了几步，由于昨天被打得狠了，全身疼痛，他腿一软就直接趴到地上，实在是爹爹走得太快了，自己跟不上。哎，小草，快起来，摔疼了吧？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呀？我每天拿这么多东西出门，要背回2篓野菜，还有2捆柴才行。接下来蓝安庆沉默了，他又背起了兰草，抬脚往院外走去。就在这个时候，蓝二婶从西厢房跑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布包，快速地塞进了兰草的背篓里。爹，你带我去哪里？爹今天跟你一起上山。这不是我平常上山的路呀。兰草看着眼前越来越陌生的环境，心里开始发慌。原本他还想着自己天天都上山，就算是被送到山上了，自己也能找到回家的路。可是现在走的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蓝安庆能说他是故意的吗？蓝老婆子让他故意找了一条不常走的路，为的就是让这丫头找不到回家的路。兰草见蓝安庆不回答自己的问题，便开始说起了其他。爹，你都好久没背过我了。爹，我现在都能背1大捆柴，能干很多活了。爹，我一天只吃1顿饭也是可以的，1顿都不吃也行。爹，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爹，我是不是你亲生的？爹，娘为什么不喜欢我了？她以前还给我扎小辫儿呢。爹，哥哥为什么也不喜欢我？爹，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对方的话，刚想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我昨天晚上都听见了，别怕我给家里闯祸，要把我送走。蓝安庆是彻底震惊了，他没有想到之前一家人的对话被这孩子听了个清清楚楚。那他的心里是不是恨上了家里人，也恨我这个当爹的？爹，你是不是不送我离开了？我可以跟你回家了。闺女，你受苦了，是爹不好，保护不了你。闺女，你恨爹爹吧？爹，我听话，我不给家里惹祸，我不吃家里的饭，我不靠近哥哥弟弟。你让我回家好不好？爹，我怕。小花说山上有狼，有野猪，有老虎。爹，我在山上会死的。爹，我以后好好干活，你别把我留在山上好不好？爹，我能干很多活，以后我跟你和二叔一起下地好不好？我能干力气活的。由于兰草的力气太大，蓝安庆也不能挣脱出来，就这样任由兰草抱着自己的脖子不停地哭嚎。他也不时拍拍兰草的后背，兰草很快就睡了过去。最后他将睡着的兰草放到一棵大树下面的草地上。别怪爹爹，家里还有那么多人，为了不连累他们，只能舍弃你了。蓝安庆说完，重重叹了一口气，直接头也不回地走了。同一时间，蓝家2房2口子正在地里嘀嘀咕咕说着悄悄话。哎，我说怎么想办法分家吧。为什么呀？跟二老生活在一起，这不挺好的吗？我怕呀，怕以后也生个闺女，再像小草那样被送走。还有大哥一家也太冷情了一些，自家闺女一点都不知道护着，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天天挨打。还有那个小袁，还是家里最明事理的读书人，我看他心最狠，哪次小草挨打他不清楚，你可见他说过一句话，亲妹子都不管，他以后发达了
还能管你这个泥腿子二叔？咱们以后啊，还是一心培养小号读私塾好了。李氏心里清楚，自家儿子太调皮，为此也连累那丫头挨了不少打。可是他一个婶子，除了多训斥自家儿子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且自家儿子被婆婆教的有些无法无天，她不能再把那个小胖子留在家里让婆婆照顾。她怕儿子以后也会变成兰园那种自私冷漠的人。同时她可是看得清楚，婆婆那就是故意在找茬儿，专门找机会打那丫头的。可是人家亲娘什么都不说，自己又能护住她多少呢？李氏的话让兰安平沉默了，她太知道自家老娘的脾气了，确实是在找那丫头的麻烦，可是自己也怕挨揍，只能听之任之了。既然媳妇提到分家的事情，她也会找机会的，谁不想自己当家做主？大哥，你回来了，你把小草送谁家了呀？蓝安庆知道自家兄弟想要问小草的事情，可是他现在心里堵得慌，现在什么也不想说。大哥，小草还那么小，他只有5岁啊，他一个人在别人家里会害怕的。这昨天都是小号不好，是他惹的祸，我陪你一起去把小草接回来好不好啊？爹娘如果要罚，就罚咱们2个吧。这个时候，蓝安庆愣愣地看着眼圈泛红的二弟，只说了几个字：杨八岭。说完就继续抱着胳膊往回走。咋了？你跟大哥拉扯什么？也不怕人笑话？媳妇儿，我后悔了，我不该袖手旁观。小草被大哥扔在了杨八岭，我想去把人找回来。说到底，昨天的事儿也只是小号淘气引来的，不管把他送到哪里，也不能够让他去送死啊！我以为他只是把小草送给别人了，这怎么会？我早上只给他包了一些干粮和一双鞋子，也没带别的东西，怎么会送进了深山啊？说完，两口子就急忙往上山的方向跑去。回来！爹，杨八岭太凶险了，那里有狼啊，小草会死的。我说了不许去，那就是不许去。那丫头出了咱们家门，那就不是咱家人了。你们2个安心干活。爹，那孩子太小了，怎么不送到别人家里？扔山上会死的。你就让我们去吧。谁也不许去，谁要敢去找那丫头回来，别怪我把她赶出家门。老蓝头心里清楚，自己之所以这么讨厌兰草，主要还是因为他那一次和村委的建姑娘在一起时被那丫头瞧见了。虽然兰草才3岁，后来可能把这事儿都已经忘了，但是他心里就是觉得不舒服，面对兰草总是有一些心虚。你的小心情很好。是啊，小儿子开始长牙了，能不高兴吗？你是开心小三长牙吗？我前几天都见他长牙了。你是开心你闺女终于去送死了吧？现在你满意了？她被送走了，你开心了？还有你是怎么对一个5岁的孩子下那么重的手的？全身都是你打出来青青紫紫的印子，你早就想让他死，对不对？反了，反了！你这个不孝子，居然还敢吼我！我不孝，我都听你的话，把我亲生女儿给扔进了深山，还有什么不孝的？反了，反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不是人，我害了小草，我不配当爹呀！爹！兰草一边跑一边哭，想要找到来时的路，自己好趁着天色还亮回到家里。可是他越跑越偏，怎么都找不到刚刚那棵大树。渐渐的，天色暗了下来，兰草还是没有找到来时的路，反而跑向了深山里。兰草原本想要找个山洞落脚的，结果他走了一路都没有见到一个山洞。无奈之下，他只能找一棵树在上面躲一夜。兰草跑了这一路，早已经累得不行。吃过东西没多久，
他看看越来越黑的天色，他害怕地瞪大了眼睛，仔细听着周围有没有野兽吼叫的声音。谁知没过多久，他就直接在树上睡了过去。老二两口子呢？怎么现在了还不回来吃饭啊？会不会是上山找小草了？他们之前闹着要上山呢。胆子肥了，谁让他们上山的？那丫头出了这个家门就再也不是蓝家人了。谁敢出门去找，就给我滚出这个家！都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拍桌子了，早晚被你给拍毁喽。这不是担心老二两口子吗？一时着急。娘，你这么大力气，我外公当年怎么没把你扔进后山？为啥你偏偏要把小草送走？滚！你和你闺女一起滚出去！我们这不是怕他伤了家里的几个孙子吗？快，元哥，快点吃饭，一会儿跟爹一起上山找小草。先生今天晚上给我加了功课，我得多抄几篇文章。他可不像自己亲爹，没发现奶奶的脸色已经阴沉的可怕了。再说自己也不想让那丫头回来。小三天黑了离不开我，我就不去了。你们两个好样的。真是的，好不容易可以借着老太太说出的话曲解一下，把那孩子接回来，没想到大房两个人都不支持。老大，你把你闺女扔进深山了？都是我爹娘决定的。哼，难道不是你亲自把人送上山的？你说说你是怎么当爹的？那孩子多能干呢，这一家子咋就那么狠心呢？咱们蓝家几辈子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丢人呐！你以后怎么下去面对蓝家的列祖列宗啊？是我爹娘逼我的，我也不能不孝顺不是？别跟我说这些废话，你爹那里我自然会说。你现在干什么去？我想上山找小草。找几个村里人一起去吧。老二两口子赶紧回去吃几口饭，大家去准备火把。大哥，吃着呢。哎，二弟来了，还快，大伙儿都坐。这么晚了，这来是什么事儿啊？哼，听说你把你家小草给送进后山了，你这是不打算让他活了？这不是那孩子一直给家里闯祸，总是伤人，我们不想他将来连累了家里人，就只能够放弃了。他昨天傍晚啊，差点就把小浩给烧死了，还发疯把后院的桃树给砍了。再说了，这送到后山里哪里就会死呢？二弟这说话的也太难听了。不可能，那么乖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想着烧小浩？还发疯了，你骗鬼呢？确实是这样的，他是真的发疯了，用火烧小浩，把后院的树也砍了。王氏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二叔明显是来兴师问罪的，弄不好还要组织人上山找人。如果自己这个亲娘出来作证的话，村里人肯定能相信蓝草要烧死小浩，还发疯把家里的树砍了，这样蓝草就再也回不来了。果然，王氏的话音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原来那么乖巧的蓝草是个疯子呀，还要烧死堂弟，这也太可怕了吧！大嫂，小草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二叔，你别听大嫂说，事情不是那样的。老二家的，你的饭都凉了，赶紧把饭吃了。小浩刚刚都哭得不行，要娘呢。兰桂山怎么能听不出来兰老婆子话里的意思？那不就是让老二媳妇闭嘴，不要再说了吗？来，小浩，来叔爷爷这里。小浩，昨天那小草姐姐要烧死你。老二媳妇，快把小浩带回去。啊！小胖子只知道昨天自己的衣服着火了，可是小草为什么要烧死自己？他有些听不懂叔爷的话。兰老婆子快走一步，直接上前把小胖子抱了起来，快步往西厢走去，顺便在小胖子肉肉的屁股上拧了一下。娘，要死啊！没见你儿子都哭了，他刚刚可是一直闹着要找娘呢。兰桂山对于兰老婆子的这一波操作
心知肚明。大哥是怎么想的？真打算就这样把那孩子扔进山里喂狼？老大天不亮就把人送走了，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呀？就算是去上山去找，恐怕也是空手而归的。哼，你这个爷爷当的可是真好啊，也不怕咱爹半夜来找你。老大老二，你们和村里人上山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孩子找回来以后，直接送到我那里。既然你兰桂川不稀罕这个孙女儿，那我来养。我这就回去改族谱。半夜时分，兰草正爬在树上抱着树干睡得香，忽然感觉自己身边有动静，好像一只爪子在扒拉自己。难道有猛兽上树了？小花她爹不是说大部分猛兽都不会爬树的吗？兰草顾不上害怕，只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就见一只毛茸茸的尖爪子向自己伸出来，同时他还听到脊背上传来喘息的声音，那一股股热气已经喷洒在他的脖子上。他想要去摸那半截砍刀，却被那只爪子一巴掌拍晕了过去。蹲在树上的两只猴子有些迷茫地看了一眼兰草。啊，刚刚不是还运动了几下，怎么又睡过去了？只是拍了一下这个人类而已，怎么就死了呢？调皮的猴子在树下看看，最后将目光定格到了兰草固定好的背篓上，那里似乎有香气传出来，跟以往他们经常吃到的果子香是不一样的。于是兰草带来的背篓就遭殃了，里面的东西被小猴子翻了出来，窝头和干饼被两只猴子给分吃了，背篓里的果子倒是没有动，这些东西他们在猴群都吃腻了。装干粮的布包没用，扔了，还有那一双已经破得不成样的鞋子，那两只猴子还没使劲儿，鞋子就被撕成了碎片，也扔了。两只猴子吃饱喝足，干完坏事直接溜了，只留下依然昏迷的兰草。大哥，你把小草放在哪里了呀？就在西边那棵大树下。大伙儿已经来到了蓝安庆所说的大树下面，这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小草，小草！山里有狼，我们还是不要分开的好，一起往里找找。好。随着时间越来越晚，眼看再过1个时辰天就要亮了，一行人也累得够呛。他们换了好几个方向都没有找到小草，渐渐的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大哥，你看这个。啊，这是一只鞋子，咋破成这样？这不会是小草的吧？白天的时候他还见到小草的脚上穿着这个，没想到现在却已经碎成这样了。爹后悔了，爹错了，爹该带你回家的。眼看着天就要亮了，而且因为蓝安庆的哭嚎，远处已经接二连三传来兽吼的声音。几人也不敢耽搁，简单安抚了一番之后就结伴下山。回城的时候，一众人特意孤立了蓝安庆，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这个时候他有着对女儿死去的痛惜，同时他也恨上了很多人，恨蓝家二老容不下一个5岁的小丫头，逼自己把人扔进深山，恨婆娘王氏冷心冷肺，一点也不疼惜女儿，还一心往她头上扣屎盆子，恨老二一家把事情闹大，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是自己把女儿送进深山，并且死在那里，他们2口子的名声却丝毫无损。恨蓝元作为家里的长孙，一点都不爱护底下的亲妹妹，还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眼睁睁看着小草去送死。恨蓝浩一个小崽子，小小年纪就坏得很，整天在家里想方设法欺负自家闺女。蓝安庆一路上把家里人都恨了一遍，心里也好受了一些。他一直在自我催眠，这事儿就该怪那些人。这样想着，蓝安庆的脸色也好了一些，心里也不那么难过了。你疯了，干嘛打我？我就打你了，怎么着？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这下满意了？小草死了，连个尸体都没有找到，你满意了？一大早吵吵个什么？要死了，还不给老娘出来？难道还要老娘做饭给你们吃啊？真是懒婆娘，把你儿子送堂屋来。蓝安庆，你个瘪犊子，回来了不说先歇着，闹什么闹啊？信不信老娘的擀面杖伺候你啊？蓝安庆，你不想睡觉就起来挑水，你想渴死我们一家人不是啊？好，一大清早的就嚎什么丧啊？老婆子还没死呢，快给我闭嘴吧！一个个都是讨债鬼。蓝老婆子见老大的房门纹丝不动，就上前把房门捶得咣咣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没有一点动静的西厢房，生气地上前重重拍门：“老二家的，起来做饭了！没听见家里的鸡都叫了吗？懒婆娘快起来！真是，天天想着老婆子伺候，我怎么这么命苦啊？”他现在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都是老二一家搞出来的，心情更差了，一个个全是讨债鬼。蓝老婆子对着2个儿子的房门骂了半晌，直到王氏顶着红肿的脸抱着小儿子，他才消停一下。大早上嚎什么嚎？要活卷！西厢房这边，你这都1天1夜没合眼了，你们昨天晚上找的咋样了？只找到了一只被撕碎的破鞋子，还有你包干粮的那块布。那是凶多吉少了。还是想办法分家吧，这个家的名声经过这次事件已经坏了，我们得搬出去，要不然咱们小号以后说亲都难。不说蓝家的纷纷扰扰，蓝草一大早就被叽叽喳喳的鸟鸣声给吵醒了。直到这时，蓝草才发现自己背篓里的东西被翻过了，之前二婶给自己的1包干粮不见了，还有自己换下来的旧布鞋也不在里面，倒是背篓里的果子没有少。这一刻，睡过一觉的蓝草已经没有昨天那么伤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个家容不下自己。真是可惜了二婶送给自己的干粮，不过也庆幸有那些干粮在，要不然昨天晚上的不知名动物说不定就吃了自己了。下午他翻过之前那座山之后，找到了一个石洞，他睡觉的地方就有了。蓝草这才发现石台上面还站着一个石像，蓝草心里害怕极了，他怕自己冲撞了神明。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冲撞神明会倒霉的。可是他又想了想，自己都已经到了这样的绝境，再差还能差到哪里去？大不了就像之前那样，或者被野兽吃掉，或者掉下山去摔死。这些之前都已经和自己擦肩而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这样想过之后，蓝草的胆子变大了许多。这位神仙，你应该不冷吧？好想穿这个。接着蓝草又打了好几个喷嚏，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接跪在原地，对着那石像磕了几个头。大慈大悲的神仙，可怜可怜小孩吧！我再不换衣服，真的会被冻死的。他赶紧把石像上的衣服穿到身上。真舒服，果然不冷了，谢谢神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里感觉有神仙庇佑了，安心了很多。没过多长时间，蓝草就睡了过去。他睡着之后还做了一个梦。咻咻咻，不穿衣服就跑出来。死丫头，我的衣服怎么没的？你心里没有一点数啊？看我逮到你不狠狠教训你一顿！这个死丫头，拿走了我衣服不说，还回过头来笑话我。小草再也不笑话爷爷不穿衣服了，爷爷放小草下来吧。忽然蓝草的鼻尖闻到一股非常浓郁的香味儿，比奶奶煮的鸡汤要香上很多倍。站好了。谢谢爷爷。你这丫头虽然埋汰了一些，但是却挺好玩的。
老头，我有多久没遇到这样好玩的娃娃了？有多少年了，世人已经把它传成了晦气、倒霉的象征，更没有人记得他扫把星最初是什么样的存在。啊，平时也没有人陪爷爷吗？是啊，所有人都觉得爷爷不祥，只要碰见我都会倒霉的。原来爷爷跟小草一样呀，我家里人也不喜欢我，认为我会闯祸，会连累家里人，还把我扔进这深山里。小草不哭啊，来吃鸡腿，这是爷爷专门给你烤的。真香！一老一少两人很快就解决了那一只鸡。兰草还有些意犹未尽，但是低头看看自己已经圆溜溜的小肚子，算了，再吃就爆炸了。吃饱喝足的兰草直接靠在老头身上睡了过去。他没有发现老头不舍得拉了拉他身上的衣服。算了，既然你喜欢，就送给你了。谁让你早早的就把血弄到这衣服上了，这也算有缘。反正这件衣服老头以后也不能穿了。第二天清早，兰草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恭恭敬敬地对着石像磕了几个头。谢谢神仙昨夜的收留。神仙爷爷，小草回去把衣服换了就还给你。好奇怪，听小花说，有钱人家不都是往衣服上绣个花草什么的，这件衣服上面怎么是个扫把？手不自觉地就伸到了衣服的口袋里面，没想到他的手一下子居然没塞进去。这就奇怪了，明明是个口袋，为什么塞不进去？这个口袋到底有什么东西？难不成还是个宝贝不成？兰草正想着，就发现自己的脑海里多了一些东西，看样子是房子一样的地方，但是却要比房子还要大。兰草发现这里面的东西都放得一堆一堆的，可是他一样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兰草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兰草睡着的时候又开始做梦了。丫头，爷爷要走了，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爷爷要去哪里？还会回来吗？丫头，你口袋里的东西爷爷把大部分都收走了，那些都是仙家至宝，不能流落人间的。只给你留了几样残破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些书。记得以后要学识字，这些书你才能看懂，才能活得更好。记得那个口袋是爷爷以前用的空间，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了，别人发现了会把你抓起来的。兰草闷闷地听着老头的絮絮叨叨，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跟梦里这么和善的爷爷分开了。老头看着兰草有些不舍的样子，有些好笑。你知道爷爷是什么人吗？还这样舍不得。要知道世人听说我的名头都避之不及呢。爷爷是谁？难不成是豺狼虎豹，比传说中的山匪强盗还可怕？爷爷，我是扫把星。是村里老人嘴里说的扫把星吗？是啊，世人都觉得扫把星不祥，会带来霉运灾难。谁能想到老头我只是一个手艺人，专门修补被别人弄坏的仙器。因为时常要外出寻找收集修补材料，经常背着扫把打扫善后。时间长了，传说就变成了老头是专门打扫卫生了。而最气人的是，就连供奉我的地方都在深山里面。幸亏老头不靠这个吃饭，要不然还不得把我给饿死了。这下子兰草可算是弄明白了，原来他们以前对扫把星都有误解，根本就不是奶奶他们骂人的时候说的那样。爷爷，以后我常常给您供奉，走到哪里都给您供奉。好啊。小丫头以后要开心啊，好好长大。说完之后，他一个闪身就不见了。
兰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觉得异常满足。昨天晚上的梦他还记得，爷爷说过把这衣服就送给自己了。随后兰草又想起衣服上那个神奇的口袋，爷爷说他给自己留了几本书，让自己以后识字。兰草照着爷爷教给的好方法，心里想着口袋里的东西，脑海里就出现了之前那个空间，比自己现在待的山洞要大很多，只是里面几乎不剩下什么了，只有一摞书和几个小瓶子，还有一条裤子，以及一堆黑漆漆的他不认识的东西。这一次兰草还见到了一个小号的石像，赫然就是神仙爷爷的样子，这可把兰草高兴坏了。别人都说扫把星晦气，但是他却认为扫把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他一定会随身带着这个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兰草天天跟那几只猴子在山里面到处窜，摘果子、栗子、野核桃、采蘑菇、挖野菜、捡野鸡蛋、野鸟蛋。一人一群猴子熟悉了之后，兰草天天跟着这群猴子把附近这一片都跑遍了，就想让他们帮忙，想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跟他一样的人类住在哪里。兰草尝试着询问猴子，双方牛头不对马尾的沟通了好半天，猴子们才在前面带路，带兰草去找人类。兰草追着猴子们跑了1个多时辰，那些猴子才停下来。我要回家看看，你们也回去吧，今天你们离开猴群时间太长了，我过2天就回山上。猴子们也知道他们今天跑得远了，冲着兰草吱吱吱叫了几声之后便离开了。兰草这会儿还没想好要怎么报复兰家人，便没有立马行动，而是继续坐在树上发呆。2位少爷还出来挖野菜呀？你挖就挖呗，干嘛抢别人的野菜？我们可不惯你们的毛病。土豆，去把他抢你的野菜拿回来。小男孩听了小花的话，直接上前从蓝浩篮子里抓了2大把野菜回来，还狠狠地瞪了蓝浩一眼。小花，你看他们这么大人了，居然拿着小篮子挖野菜。是啊，还没有我妹妹用的篓子大，她早都不用篮子了，这也太娘了吧。呵呵，你们看小书生篮子里的野菜都老了，就是喂鸡他们也嫌弃吧。哼，他们家的娃子哪里懂怎么挖野菜，以前不都是小草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是啊，照这2个废物的速度，要够挖小草那一筐不得10天半个月的。你们这些人有辱斯文。哼，我们有辱斯文，那你就是斯文败类。你们。兰园这几年一直在私塾里读书，不怎么跟村里的孩子一起玩，早就不会跟别人对骂了。我跟你们拼了！然后心里想的挺好，只要自己对付2个，其他人由哥哥对付，也吃不了什么亏。然后刚刚只是吵架的场面一下子就失控了。小书生，你可真不是东西，打算丢下你弟弟独自一个人跑？兰园见自己的目的被人发现，转过身拔腿就跑。兰草在树上看得津津有味儿，这个蓝浩一直在家里作威作福，想法子欺负自己，这下子好了，在村里欺负别人可是会挨揍的。还有兰园果然不是个东西，没见自己弟弟跟人打架了，居然一个人跑了，什么玩意儿嘛，比山上那些可爱的猴子可差太远了。哼，以后再敢抢我野菜，见一次打一次。大哥，你在哪里？娘，我怕。奶爹，我一会儿回去了，一定要告诉奶奶，让奶奶像打那个死丫头一样打黑土豆。还有大哥，我跟人打架的时候，大哥转身离开了，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帮我，害得我一个人打2个吃亏了，好疼啊！这件事一定要告诉爹和娘。让你们抢野菜，让你们不当人，让你们黑心肝，什么玩意儿，斯文败类。兰草坐在树上看着兰园单方面挨打，心里舒坦不少。
看看现在的天色已经接近傍晚，远处打闹的蓝猿他们已经散了，那些孩子已经在大人的呼喊声中各自回家。那个蓝浩还坐在地上哭，哥哥不要我了，把我扔进山里了，我好怕呀。蓝草忽然想起了之前小猴子们的操作，直接从空间里取出一颗果子，直接向蓝浩砸了过去。谁啊？我的肉不香，你别吃我，我都10天没洗脚了，不好吃。看着越跑越远的小胖子，蓝草感觉无比神清气爽。不过他还是从树上滑下来，顺着小胖子跑出去的方向追了过去。小圆，谁把你打成这样了？是啊，小圆，这是谁干的？那就找他们家算账。小圆啊，有没有受伤？要不要上点药啊？蓝猿很享受这样被一大家人围起来的感觉。自从那个死丫头被扔进山里之后，全村人对自家的态度都变了，见面就是冷嘲热讽，就连他在私塾里也艰难了很多。之前先生对自己还算和善，那事儿之后，先生就对自己爱答不理了，也不额外给他开小灶了。爹，娘，没事的。蓝猿一向有自己的小思量，他什么都不说，家里人反而会更心疼他一些。还说没事儿，这衣服都破了，你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呀？我儿子可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有事要干大事的，怎么能被人欺负呢？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小圆，小浩呢？我下午打发2个孙子出去挖野菜，怎么现在只回来了1个？那个小的去哪里了？蓝猿听到蓝老婆子的问话，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下来。他最初确实是害怕跟村里的孩子打起来才跑的，当时还记得小浩，可是当他挨了一顿揍之后，就把那个弟弟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直在心里琢磨着怎样卖惨，最好是以后都不要出去挖野菜了。什么？小浩不在家里？小浩去哪里了？你们说呀！蓝猿也说不上来具体位置，那片林子是他第一次去，不知道怎么描述。你说话呀！你吼什么吼啊？吓到小圆了！王氏，你这个蛇蝎女人，我跟你拼了！蓝猿吓得不禁瑟缩了一下，他能想到，如果不是自家娘站在那里，刚刚那一巴掌能直接落到自己脸上。好了，闹什么闹啊！小圆，快说小浩在哪里？村头那片林子里。老蓝头和蓝老婆子、蓝安庆、蓝安平以及李氏全都冲出了院子，往村头跑去。而此时的蓝浩面对完全黑下来的山林，已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把自己缩在一棵大树下面小声呜咽着。这让蓝草想到了刚刚被扔进山里的自己，便有些心软，想着还是把他们送回去吧。喂，你要带我去哪里？我要回家，我想回家。我不好吃，我很臭的，10天没洗脚了，求求你放我回家吧。蓝浩不知道自己要被带到哪里去，只一个劲的求饶。他想回头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把自己带走了，可是这样的姿势让他只能脸朝下，脑袋都不能转动一下。这多像我当初求爹爹一样，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想办法说服对方。只可惜蓝草没有理蓝浩，只是一边走一边晃。蓝浩晃着晃着就睡着了，正好他回到家的时候，蓝浩睡得还没有醒。蓝草直接把那根竹竿就那样插在门外的大树的缝隙里，蓝浩就这样挂在了树上。很好，真不错，完美。然后蓝草便趁着夜色溜进了蓝家后院。后院的菜摘得很顺利，茄子、西红柿、黄瓜、辣椒、小白菜，蓝草全都摘了扔进空间里。至于后院那几只鸡，蓝草直接给它们抹脖子扔进空间里，这都是自己养的。我不要盘子，不要，把砂锅带走，铁锅带走，
柴房的柴全部带走，这都是我砍的。把屋的一桌子饭菜带走，家里的木盆、木桶我也要带走。正在这个时候，被挂在树上的蓝浩也大声哭嚎起来。东厢房的王氏和蓝媛听到动静，赶紧出去查看。兰草趁着这个空隙，直接溜进东厢房，带走了王氏藏在木箱里的一床新被褥，听说是等过年的时候给蓝媛换上的。起火！兰草快速闪回后院，然后翻出院墙，直接来到离他家院子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然后爬到一个高大的树上，他打算待在这里看戏。王氏，你在家里干什么？我孙子什么时候挂到这里了，你都没发现啊？你在家干什么？娘，我给小媛上药。你上药用得着一个时辰啊？当人都是傻子呢。小媛身上有伤没有，我能不清楚啊？娘，哥哥把我扔进山里了，不要我了。这老兰家是怎么回事啊？上回扔小草就算了，可以说小草是个女娃，可是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居然要扔这个胖小子！谁知道呢？兰家的事儿啊，可真是够稀奇的。上次是亲爹扔闺女，这次是堂哥扔堂弟。那兰媛还在私塾读书呢，心可真够黑的，真是不如咱们家的娃子实在。哎呦，这人以后啊……不是的，你们可别听一个娃娃胡说，小孩子是被吓着了胡说的。我没有乱说，哥哥把我丢在山里不要我了。娘，大娘好吓人。王氏，你等着，这事没完。李氏抱着蓝浩进院子，他心里想着先把孩子安抚下来，然后再找大房算账。我可是听说啊，今天蓝浩在林子里跟2个娃子打架，这蓝媛呀直接转身就跑了。要不然你们以为蓝浩为什么会被留在那里？你胡说，我儿子最爱护兄弟了，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哼，今天去林子里挖野菜的孩子们都能作证，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怪不得之前问蓝媛的时候，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感情这里面还有隐情啊！我跟你拼了！你这个黑心的毒妇，居然指使你儿子把我儿子给扔进山里，我要杀了你！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难道这一次真的是我家儿子错了？不过这事儿县城不能认。闹什么闹？一家人都还没吃饭呢，不知道回来把饭给热一下。哎呀，安庆家的怎么说也是你家孩子的错，给安平家的认个错就好了。光认错哪里行？差点就把人家的独苗给弄死了，能轻饶了他？这兰家恐怕是扔孩子扔上瘾了吧，一个不满意就丢山上，这大人小孩都会扔孩子了。老大老二，你们2个快些去看看，我这怎么听着声音不对劲啊，怕不是打起来了。兄弟2人不由加快了脚步。这孩子刚找回来，可别再出其他事情才好。谁知道他们刚挤进人群，就发现正扭打在一起厮打的自家媳妇儿，赶紧上前把人拉开。老二，他指使他儿子把小浩丢进山里。我没有，不是我。王氏现在有口难辩，他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儿子今天会丢下打架的小浩一个人跑回来。爹，大哥把我扔到山里，不管我了。什么？你大哥呢？爹找你大哥问清楚。找不到大哥，我跟柱子还有小土豆打架，大哥不帮我，一个人跑了，我打不过。我跑了好远，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林子里很吓人。好，爹保护小浩，爹找你大哥问问。蓝媛，你给我出来！蓝媛！他暴怒的吼声让藏在屋里的蓝媛更不敢出来。老二，你吓唬一个孩子干什么？砰！老二，你疯了，跟打大哥！打你怎么了啊？今天是我儿子回来了，如果他没有回来，我就要了蓝媛的命，狠毒的玩意儿！
他可是我们蓝家的希望，要都是干大事的，你敢要他的命？哼，干大事，就凭他小肚鸡肠，对小草落井下石，对小浩坐视不理，他还能干得了什么大事啊？对自家的兄弟姐妹都这样，以后谁敢用他？你敢毁我儿子，我跟你拼了！住手！都给我住手！你说说你们两个也不嫌丢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爹，二叔，你要为我们小浩做主啊！他才4岁，被大哥家的儿子给故意丢在山里，我可就这一个儿子呀！爹，二叔，求你们为我们二房做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袁一向知道轻重，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爹，是真的呀，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下午小浩跟着2个孩子在林子里打架，袁哥不帮忙不说，还转身跑了，把小浩一个人留在了林子里挨打。是啊，这事儿我家辫儿也回来说了。哎呀，当时就是因为一把野菜的事情才闹起来的。没错，我家孩子回来也说了，没想到小袁这孩子直接跑回家了，没有回林子里把人找回来。爹，二叔，不是这样的，小袁不是故意的，他回来也受了惊吓，才把这事儿给忘了的。再说小浩不是回来了吗？还说这个，小浩被挂在院外的树上多长时间了？你和你儿子就一直待在家里，还不知道可怜的小浩在树上挂了多长时间。爹，二叔，小浩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活呀？什么？小浩被挂在树上，挂了多久？老大媳妇儿，你在家里做什么呢？我在屋里陪着小三呢，那孩子一直哭闹，我和小袁都在屋里看着他呢。哼，他儿子把人弄丢了，自己却躲在屋里，不知道干什么。让我们大家伙出去找人。兰媛呐，出来！娘，还有脸叫我娘？我问你，家里刚做好的饭呢？我们一家人都没吃，现在一点都不见了。你跟你儿子全吃了，咋不撑死你呢？娘，我和小袁只吃了自己的那一份，多余的没有动啊！娘，你不能这样冤枉我和小袁，小袁还小，不能坏了名声。哎呀，这个安庆媳妇的胆子可真大，带着儿子把一大家人的饭菜都吃干净了。咱们村子可没有这样的媳妇，哪个不是先请着家里的男人先吃饭啊？咱们能跟安庆媳妇比吗？人家敢把亲生女儿扔进山里，咱们敢吗？没法比的。嫂子啊，你就省省吧。也是，哎，就算是丫头，那也是我们家的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要吃饭，小浩饿。爹，二叔，我要分家，这个家是不能够待了。我儿子差点就被大房给害死了，他们却在家里把饭都吃了，没一个出来看一眼。要不然我家小浩得在树上挂多长时间？如果我娘和我媳妇再回来的晚一点，那是不是都吊死了？老二，你个瘪犊子说什么呢？我和你爹还没死呢，你就想着分家？蓝老婆子不知道刚刚兄弟2人已经打了一架，因此反应格外强烈。爹，二叔，就让我们分家吧。今天小袁能故意把小浩丢在山里，万幸人回来了。那下一次呢？我们二房就这一个独苗啊！李氏抱着蓝浩又跪了下去，他不管蓝老婆子在自己腰间怎么拧，就是不起来。我可不能让老二分出去，如果今天一分家，我就坐实了袁哥的罪名了。袁哥是读书人，可不能坏了名声。爹，二叔，这个家不能分呐，这要是分了，袁哥可就毁了。娘，这个家不能分啊，一分开，这个家就散了啊。分家怎么就毁了袁哥？就你们大房的儿子金贵，我们二房的儿子就是活该嘛，活该被扔到山上。要不改天让袁哥去山里体验一下。混账！这是你一个当二叔的人应该说的吗？哼，不分家是吧？也行。从明天开始，李氏不准下地干活，就在家里看着孩子。我一个人干活就够养活他娘俩了。
咱们不能够没黑没白的干活，然后一家人供大房的儿子上学，最后让他们害了咱们儿子。快找大夫！当家的，你醒醒呀！小浩还小，你这样让我怎么办呀？忽然他感到自己的手心被拧了一下。爹娘，求你们救救当家的，找大夫来呀！老蓝头和蓝老婆子已经被眼前的变故给弄傻眼了，也跟着慌了起来。最后还是蓝桂山看不下去了，才叫人把人抬回去，又打发人去找村里的大夫过来看看。没事了，他饿得很了，又失血过多，这才晕过去的。醒来了，这一会儿就没事了。一会儿呢，再吃点东西啊。原本大家都以为今天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道蓝家的厨房又开始传来争吵的声音。要死啊！一个个吵什么吵？老二家的你不赶快给你男人烧水，在这里吵什么？还有老大家的，就算是吃饱了也得做饭。娘，家里遭贼了，厨房的锅都不见了，盐和油也没了，粮食也少了2袋。什么？哎呦，老头子快看看，家里遭贼了！什么？盗贼了？都丢什么了？王氏不是在家里吗？哎呀，我打死你！你在家开的什么门啊？让你看个门，结果家里的东西全都丢了。怎么没把你给丢了啊？你还留下来干什么？哎呀，你怎么不去死啊？哎，娘，不是我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娘，求求你，别打了，别打了！老婆子，院子里木盆木桶都不见了。娘，后院的几只鸡全不见了。娘，家里的铁锅和砂锅菜刀都不见了，还有油盐2袋子粮食呢。奶，我娘给我做的新被子不见了。蓝老婆子听了一声声汇报，气得眼前全是星星，她手里的擀面杖又狠狠地打在王氏身上。蓝安庆是不敢在这个时候上前阻拦蓝老婆子打人的，而蓝元则低垂着眼睛，看都不看王氏一眼。你娘啥时候给你做的新被子？家里不都是一起做的，二房为什么没有？这个家必须分，否则二房一家的血肉都得让大房给喝干净。爹娘，老二也是你们的亲儿子，你们给二房留一条生路吧。哎，老蓝头太偏心了，一大家的收入全供大房的儿子读书，要我是二房我也不乐意，二房又不是没有儿子。主要是大房那小子不地道，你们看见没有？王氏挨打这么长时间了，可有看见他劝一句的？哎呀，可别把人给打死了，我们进去劝劝吧。哎呀，不劝，我家小花因为小草的事情哭了好几宿，这种人不想管。老二，很疼吧？咱们分出去吧。今天你和小浩遭了这么大的罪，爹娘一句话都没有。我这刚刚才知道，大房还丢了一套新被褥，是给小圆准备的，为什么小浩都没有？这么多年，小浩过得虽然也不赖，可是添置衣服被褥时总是先紧着小圆，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小浩也该启蒙了。你看看你今天流了这么多血，连一口饭都吃不上，我害怕呀。爹，不哭，娘不哭，好好以后孝顺你们。唉，之前被丢山上的时候，二婶还会送我一些吃食，之前在家时也会替我说话，要不我把果子分她一些。反正自己口袋空间里存了不少，一会儿找机会送一些，就当回报二婶之前的恩情了。蓝老婆子将王氏打了个半死，又不甘心就这样认栽，便决定把大房搜一遍。结果忙碌一番之后，丢失的东西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不少别的东西，布头好几节，还有2斤棉花，铜板也有2串，糖块1小包，糕点3块。气得蓝老婆子抡起棍子把蓝安庆打了一顿，就连他一直疼爱的蓝元都遭受了无妄之灾，老蓝头都没有拦他。
一家人都有些饿，却没有心思想着吃饭的问题。没想到最后居然是二叔家的堂弟送来了窝头，一家人好歹垫一口。多谢，安康，等我好了去看二叔。不用，这么晚了赶紧吃。安平哥，你再使把劲儿啊！那意思不言而喻了，就是表示支持分家。好，明天我就去看二叔。没过多久，累极了的蓝家众人就都回去睡觉了。蓝草就是在这个时候敲响了蓝安平的后窗，他将自己准备的果子、蘑菇和烤好的一只兔腿用一个大叶子包好，吊在后窗上。只要一打开窗子就能看到，蓝草藏在一边，看着窗框上挂的东西被拿了进去，这才起身离开。他记得顺着以前上山走的路，有一个废弃的猎人小屋，今天晚上他就在那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继续回山上。毕竟这里早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这里只有漠视、疼痛、谩骂、殴打。自己的家在山上，那里自由快乐。可算是到了，累死了啊，真舒服，可算是能休息了。饿了。难道一路上山把之前吃的东西都消化了？好吧，再吃一个窝头。哎呦，你压到我了。很快，那块卡在中间的窝头一下子就被吐了出来。可惜了一块窝头。不用怕，我也是来这里借住的。我是在山上采药的，赶不回去了，就在这里休息一晚，明早就走。谢谢你啊。不用谢。蓝草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多说什么，便直接躺在干草堆上，闭着眼睛睡觉。第二天一早，那女人从自己身上解下来一个荷包，放到蓝草的背篓上面，又站在那里看了蓝草一会儿，这才带上门离开了小屋。蓝草打量了一番之后，这才想起来昨天睡在他对面的女人早已经没了人影。这个时候，蓝草才发现自己的背篓上面放了一个蓝底白花的荷包。他知道这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留下来的，或许是为了感谢自己那一把栗子吧。收拾好了之后，蓝草继续上山，顺便还要继续摘一些果子、山核桃之类，只要天黑之前赶回山洞就行。现在这条路是他村子人经常走的，他不想碰到村子里的人，便找了一个山路旁边的小土堆，站在上面打量着四周的情况，希望不要碰到不想见的人。鬼啊，有鬼！哎，这不是小草他娘吗？你这是干啥？跑啥？王氏一听到别人说小草，吓得又叫了一声鬼。鬼呀，有鬼呀，别回来，别回来！这王氏一点都不像是该挨过打的，今天跑这么快，比老娘可快多了。这王氏到底看到什么了，能把他吓成这样？怕不是山上死人了吧？他爹，我见到鬼了！胡说八道，大白天的见到什么鬼了？娘，我没有看错，真的见鬼了。你到底看到什么了？那个丫头回来了，就站在自己的坟头上。哎呦！哪个丫头啊？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啊？是小草，她回来了，站在自己的坟头上。王桂花，你前世做了多少亏心事儿？怎么见到小草回来找你，就吓成这个样子？放心，他还会去找你的。蓝草对于自己不经意间吓了王氏一跳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这会儿已经在山里追着野鸡满山跑了。他的空间里已经扔了4只野鸡，1只野兔。果然是个孩子，摘个果子追个山鸡都能玩出花样来。只是不知道这孩子家的大人在哪里，让他小小年纪就一个人上山，
大人的心可真大。我的女儿如果在身边的话，应该跟她一样高了吧？也不知道她在陈家现在过得怎么样。回来了。回了。你这是想啥呢？都到家了，没有回过神啊？前几天在山下小屋碰到过的那个孩子，今天又见着了，跟个猴子一样，在林子里窜来窜去的追兔子呢。我回来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爬树了。也不知道他家大人怎么想的，会让一个孩子天天上山，还跑到这深山里，也不知道住在哪里。丰年叹了一口气，他知道白霜这是又想起他那个闺女了，只是他现在也没有办法。上次我还见到他跟一群猴子一起摘果子呢，他还会用石子打野鸡呢。他还会用石子打猎，空手投掷，这打得到吗？是啊，我见到他就那样打了一只野鸡。嘿，听你这样说，那丫头不错呀，回头打猎时也留心看看，说不准啥时候就碰到了。这孩子怎么又咳起来了？这几天越发的冷了，我去把哥儿的棉衣啊拿出来换上。我去把窗子关上，这孩子坐在窗口看书，可不就咳上了吗？两人围着屋里的男孩一阵忙活，那孩子的咳声才算是停了下来。爷爷，吃饭啦！今天我们喝肉汤，吃干饼。兰草说着，还指了指石像面前的一个小碗儿。爷爷，小草在山上住了20天了，比兰家舒服多了。这么长时间过去，小草还是没有想到识字的办法。你之前给的书，我一本也看不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我也攒了不少野鸡、野兔什么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换钱。爷爷，你说我要不要明天自己摸索着去镇上？以前爹和二叔去镇上的时候，我远远看见过，只记得大致方向。我想去卖几只野鸡换点钱，再买点油盐。我还有几张兔子皮，就是不知道怎么做成帽子和袄子。如果能做一双兔毛的靴子就好了，冬天一定不冷。也不知道山上的冬天冷不冷。现在兰草已经习惯了，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跟放在一边的石像说话聊天，实在是他一个人住在山上，没有人说话也很无聊，只能这样了。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能到镇上。我的野鸡卖给谁啊？听小花说镇上有卖糖的，也不知道甜不甜。这个小不点儿难道就是白霜说的那个丫头？但是为了不吓到那个丫头，丰年只能压下赶路的速度，远远跟在后面。可惜我没有铜板，要不然1文钱就可以坐到镇上。还是继续走吧。走进镇子之后，丰年从兰草的后面快走几步，将兰草甩到自己身后。前面的大树一看就是猎人，想必他也是要卖野味的，只是不知道去哪里卖。跟上，跟着前面的大树就知道他去哪里卖野味了，我也过去卖。兰草的小心思，丰年又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也是他故意这样的，他一直跟在兰草的后面，一眼就能看出这丫头是第一次来镇上。哎呦，丰大哥，你这可算来了，都盼了好几天了，快进后院。这不是来了吗？最近家里事多，让小五哥久等了。来了就好，掌柜的都问了好几次了呢。今天晚上刘老爷在我们家里请客，好几桌呢，正愁没有野味，这不就来了。丰大哥，这是你带来的，一起进去吧。是我们一起来的，他家大人啊，让他来见识一下。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小伙计给丰年把野味称重之后，
就轮到蓝草了。哟，这蘑菇不错，真新鲜呀！这蘑菇也要卖吗？卖。嘿，那好，这蘑菇我们也收了。接下来称重算账，蓝草不会算，只能求助地看向丰年。放心吧，叔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最后蓝草一共卖了243个铜板。蓝草颤抖着手接过2串钱，还有43个铜板之后，赶紧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空间。这下好了，现在口袋里有了钱，新鞋子有了，盐也有了，那要不要买几个包子？要不要买一根头绳？糖要不要买一块？还有街边那散发着香味的各种小吃。走喽！蓝草这才发现眼前2个人都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小哥以后有野味还送到保卫楼啊，我叫小五，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掌柜的。好的，小五哥，谢谢大叔带我进去。哎呀，不客气，你自己也能卖的。那不一样，大叔，我一个人来卖，不一定能卖这么多钱。好了，大叔要去卖草药，再买一些精壮药，经常打猎难免会受伤，得备一些。我也是经常进入山里的人，是不是也会受伤？之前在兰家的时候，如果有精创药，我的伤是不是就可以好快一些？大叔，药铺在哪里？我一会儿也想去看看。就在那边，离这百味楼不远。那药铺一到门口你就知道了，全是药味儿。谢谢大叔，大叔再见。蓝草认准药铺的方向之后，便冲丰年摆摆手，一蹦一跳往卖包子的地方跑去。大婶，我要买包子。哎，丫头要几个？素包子1文钱2个，肉包子1文钱1个。我要3文钱素包子，2个肉包子。很快，大娘将包子给他包好，递了过去。已经赶了半天路的蓝草，这会儿饿得不行，直接拿出了1个包子，一边吃一边走，继续看街上新奇的事物。那个小乞丐凭什么自己买包子吃？是啊，镇上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乞丐？这怎么没来大哥这里拜山头呢？我们去抢吧，也不知道他买了几个，可别都被吃完了。走，抢他丫的！在蓝草拐到巷子口的时候，那几个小乞丐已经朝蓝草冲了过来，目标正是蓝草怀里的包子。只是抬头喝水的蓝草没有注意到，忽然他怀里一空，装包子的纸包被人给抢走了。这镇上的人真热情，还有人专门替我们扔垃圾，真好。这个纸包是个空的，感情我们几个人商量了半天，只抢到了一个空纸包。走，回去找那个小豆芽去，他不是有钱吗？抢过来。于是几个小乞丐又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只可惜这巷子口哪里还有人影。给我找，老子就不信了，那个小豆芽转眼间就能跑出镇子。你们几个给我找。蓝草这个时候正对着一屋子杂七杂八的东西感叹：盐来一些，油灯不用，我有火把。梳子来一把，这头发都多久没有梳过了，快成乞丐了。鞋子来一双，不，2双。油来一些，篮子，不要，用不惯。针线要。零零总总，蓝草选了不少东西。店老板还帮他把东西装进背篓里，生怕他背不动。我爹就在外面呢，放心吧。还要去哪里？对，去药铺。嘿，你还真来了。是呀，我要买精创药，万一哪天在山上受伤了怎么办？
大叔，这些草药可以换钱？是啊，小丫头，你如果有的话可以送过来，我们要不收的。真的？那太好了，那我在山里找一些，下次来镇上给带来。原来山上真的有很多宝贝，果子解渴，野味充饥，这些草还能换钱，这可比之前住在村子里有意思多了。想清楚这些之后，兰草快速付了钱，接过那一小包金疮药，跟丰年和齐大夫道别之后离开了药铺。哎，老大，快看，出来了！走，我们去镇子外堵他，把绳子带上。你们干嘛？哼，臭丫头，把你的包子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交给你们？你们想要打劫我？废话少说，快交出来，要不然我们打你！兰草在心里将双方的实力对比了一下，决定速战速决，他得一个照面就要把对方打趴下才行。死丫头，快点交出来，要不然我们不光打你，还把你卖了。兰草可是专门照着他们膝盖打过去的。兰草又在几人身上补了2拳。姑奶奶，快住手，饶了我吧！哼，想打劫我，想得美！再次确定所有人都没有能力反扑自己之后，便抽出那人腰间的绳子，将这几个人绑了个结实。兰草费了不少劲儿，才把这几个人全都吊在树上，然后打算背着背篓离开林子，继续赶路。谁知道他还没走2步，背后就传来一声巨响，吊着几人胳膊的那根树枝直接断了。算了，不用吊树上，直接绑树上也是一样的。不过他觉得光绑着他们也不行，得吓吓他们。被绑着手脚的几人一下子全都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只是一脸恐惧地盯着兰草，只期望眼前这个煞神赶紧离开，好让自己自救。也不知道是不是几个人被吓尿了，这味道也太难闻了。赶紧撤！兰草已经打定主意，今天他是没有力气走回山上了，他要在山下吃饱喝足，再过一夜，然后明天一早上山。大妹子，平时不都是你家小子打猪草的吗？今天怎么是你来啊？灰蛋跟他爹去大伯家里了，那边有点活计，灰蛋也跟过去打个下手。他家不是还有2个小子吗？还需要你家灰蛋去帮忙？安平家的带着孩子回娘家了，他家要砌个墙，把那院子给分开。兰家二房这次是真的分家了？是啊，安平自从上次受伤之后干不了重活，可不就分家了。分家好，早该分了。我先回去了，还要去大伯家里帮忙做饭呢。大妹子，路上慢些啊。遇到兰家那样的亲戚也是倒霉，一家3口都过去帮忙啦。嫂子，兰家不是还有王氏在吗？怎么还要灰蛋他娘去帮忙做饭啊？王氏说是躺在床上好久都起不来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王氏咋了？没听说病了，怎么就起不来了？哼，咋了？吓着了呗。自从上次他在山上小草的坟头见鬼之后，当天就病倒了。哼，活该！咱们村子里有谁对自家亲闺女那个样子的？也难怪吓成那样。看来经过兰安平一家上次大闹一场之后，兰家2方终于分开了。想必那小胖子很快就要去读书了吧？只是刚刚他们说的小草的坟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我的坟？算了，反正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现在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天完全黑透时，兰草来到前几天借宿过的猎人小屋。这一次他进去之后，确认里面没有别人，直接从里面将那木门顶死，这样就不怕半夜有人闯进来。还是坐在干草堆上面舒服一些，树上还是有些硌屁股。
闺女儿要给你烧纸了，闺女儿，你在下面好好的，没事别回来，有事也别回来啊！兰草正睡得迷迷糊糊，就被一阵呜呜咽咽的哭泣声给惊醒了。闺女儿，你别回来找娘了，既然已经走了，就别要缠着我们了。你哥和你弟都多长时间没有睡个好觉了？小草啊，娘知道你死得冤，求你别再回来了啊！你再回来，咱家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你哥的前程也会毁掉的，求求你了。这是在给我烧纸钱吗？兰草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借住小屋之后，第二天早上自己站在木屋上方不远的小土堆上面四处看，而当时我站的位置正好是自己的坟。小草，谁让你是个女娃，又生了一身怪力气，不把你送走，你会伤到你哥和你弟的。娘知道对不起你，只希望你别回来找我们了。这段时间娘都不敢在村里露面，快要被他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了。你走吧，别再回来了，让你哥和你弟都平平安安啊！兰草有了新的想法，原本自己已经不打算再跟兰家人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在这里意外相逢，不如陪他玩玩。于是当王氏再次说道娘对不起你的时候，娘，要不你下来陪我吧。兰草的声音在深夜里显得尤为阴森恐怖，原本就有些哆嗦的王氏听到兰草的声音，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娘，我好疼，你来陪陪我吧。娘，小草这就上去接你下来。娘，我来啦。娘，走吧。鬼呀！救命！救命！不要找我！死丫头，你滚回去！不要找我！从今以后，我兰草跟你们兰家没有任何关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兰草说完之后，转身回到木屋里，关上门窗，又躺回之前的干草堆上。你怎么了？今天去镇上跑了一来回，怎么还不睡啊？今天早上去镇上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个丫头一路，但是回来一路却没有见到人，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出的镇子。早上你居然碰到她了？你不是出发挺早的吗？你在什么地方见到她的？我这刚出发没多久就见到她了，小小的人一个人走在山里，可能是因为太害怕了，一直自言自语的壮胆子。她一直走在我前面，我们还一起卖的野味，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她回来的时候啊，一路上没见到人。她是不是回自己家了？也可能她的家在山下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去杂货铺的时候看着她出了镇子，可是一路上确实没有见到人，有些担心是不是出事了。要不我明天一早再往镇上走一趟吧，也有可能那孩子年纪太小了，哪能够一天走个来回呢？说不定啊歇在半道呢。哎呀，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上次就是跟他一起借宿在那个小木屋的，没准小家伙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又去那里休息了。哎，你快去睡吧，那个小木屋我知道，明天一早我就往那个方向去看看，没准儿就能够见到人呢。我就知道给你们带糖准没错，这是我认为最好吃的东西了。兰草没想到自己今天给小猴子们带了一些吃的回来，居然有这样的意外之喜，好像多了一个毛茸茸的家长，这可比上次爹爹背自己的时候好玩多了。丰年远远地看着消失在林子里的几道身影，都有些羡慕兰草了。哎，我这辈子是没有可能了，等以后有钱了，说不定能够买匹马骑骑。同时丰年也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事情，那小丫头好像是在找草药，只不过还不是很熟悉草药的习性，挖的时候也没有技巧，结果把草药蹂躏得不成样子。有机会让白霜去教教他怎么采草药才行。看他那样子，
是想采草药卖钱。他今天把药采成那样，可卖不上钱的。小风、白霜，我回来了。爹，这是有什么好事啊？今天看到那个小丫头了，估计跟你猜的一样。昨天晚上呢，在半道休息了一晚，她太小了，走不动正常。人没事就好。山里的那几只猴子来接她了，她和几只猴子玩闹了许久，最后还被一只大猴子背着离开了。真的呀？我就知道那小家伙招人喜欢，连猴子都喜欢。只有小不点才让猴子背呢。好啊，小风要好好喝药，等天气暖和了就去找小猴子玩啊。也不知道那孩子住在哪里，小小年纪怎么会一直在这山里活动啊？这还不简单，你只要注意着山里升起的炊烟，这用不了几天就能够掌握它的大致位置了。那后面几天就注意这一些。这是怎么啦？一群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七嘴八舌的开始向蓝草告状，还时不时的指指背后的山崖。山崖上的丰收也很纳闷，眼前这群凶巴巴的猴子哪里有爹爹说的那么好玩？我只是想要扔给他们一些栗子，怎么就朝着我指指点点，骂骂咧咧，真是太没有礼貌了。蓝草从小猴子们的指指点点中也明白了一些，气势汹汹地爬到树上。嘿，何方妖怪，竟敢欺负我家兄弟，找打！我没听懂对方说什么。于是一脸疑惑地看向同样懵逼的猴子们。好吧，大家都没有听懂。这根小豆芽是从花果山上下来的，猴里猴气的。不过这小豆芽对我来说，也是在这山里见到的第一个同龄人，哪怕丑一些、皮一些、头发乱一些，还是可以凑合着玩的。只是自己刚刚被敲那一下，这咳嗽总是停不下来，想说点什么，什么也说不出来，便一个转身匆匆离开。他得回去喝点热水压压才行，要不然非出事不可。没事了，那个妖怪走了，这下可以放心啦。由于小猴子们今天受了委屈，接下来并没有跟蓝草玩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怎么样才能把兔子皮做成帽子、皮袄呢？真愁人，我什么都不会。不会蒸包子，不会做帽子，不会扎辫子。蓝草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事情，同时他的心里还有些遗憾，也不知道今天大球住在哪里，会不会蒸包子，会不会做帽子。不知道为什么蓝草干活的兴致渐渐下去了，心情也没有之前从山洞里出来时那么好。于是他决定爬到树上，先吃点东西，顺便休息一下再干活。同一时间，回家喝过热水的丰收再次从家里溜了出来。只可惜，丰收回到山崖的时候，原本在树上蹦蹦跳跳的猴子，还有那个指手叉腰的丑豆芽都不见了。那个讨厌的小豆芽怎么不等等我呢？都想好怎么回应他了，结果却跑了。丰收再次回到家的时候，被白霜紧张地拉着胳膊，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小风跑到哪里去了？你差点没把我给吓死！以后要出来就在门口晒太阳就行了，不要去别的地方。你要是出个什么事儿，我没法跟你爹交代。妈的！蓝草一下子就被这一人一猪给惊醒了。当他看清楚那只野猪之后，眼睛里顿时迸发出惊人的亮光。哇，好大一块肉呀！他下意识地把跟野猪对面的男人给忽略了过去。仗着自己的大力气，蓝草决定试试，自己都能直接拔起一棵树打一头野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于是蓝草快速地从树上滑了下来，直接窜到野猪背后，打算伺机而动。这个小家伙怎么在这里？他从哪里来的？正当他左右为难之时，就惊讶地发现
那小丫头转身抱起旁边一块比她身体小一半的石头，使劲往前一扔，砸向正在蓄力准备进攻的野猪屁股。丰年看到眼前的形势来了个大反转，直接握着柴刀在野猪脖子上补了2刀。那野猪没挣扎2下就咽了气。上山这么多年来，我很少遇到这么惊险的时刻，今天也多亏了那个小丫头，没想到她的力气还挺大的。想到这里，丰年这才去看那突然出现的小丫头。只见对面的小丫头正呼哧呼哧的把压着野猪屁股的石头往前推，看她那样子是打算把石头压到的那部分分化成自己的。小家伙，别费劲推石头了，这些野猪啊都是你的。真的？当然是真的，小丫头的力气很大呀。啊，大叔，是你呀？是啊，所以说这只野猪全是你的。大叔啊，还要谢谢小丫头的救命之恩呢。野猪全给了我，那大叔就没有了。哎，放心吧，你大叔我呢还有2头呢。今天啊，被3头野猪围攻，可是遭了罪了。有那2头野猪在，自己卖1头留1头，完全够了。谢谢大叔。我是把这野猪卖了呢，还是放到空间一点一点吃？好像我吃不了这么多，野猪比我大太多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半头野猪。丰年将他纠结的小表情看在眼里，大概一想就明白他在纠结什么。小丫头，我明天一早去镇上卖野猪，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啊，能卖半头野猪吗？剩下的我想留着吃。可以，你住在哪里？我给你送回去。大叔，我可以拖回去的。他怕眼前大叔一会儿会后悔，再把野猪给要回去，自己不就白忙一场了，所以果断拒绝。还是上次你出发的时间，明天我推板车去镇上，大叔帮你把野猪推着去镇上。这丫头也太谨慎了一些，我说不要这野猪就是不要，她还不信呢。啊，大叔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发的？你不会是抓小孩的坏人吧？我不是在镇上才见到这大叔的吗？他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发的？我也住在这山里，上次去镇上的时候就跟在你后面，要是坏人啊，你就回不到山上来了。这么说，眼前的大叔不是坏人了？丫头啊，要不叔帮你送回去吧。谢谢大叔，不用了。那明天一早，叔帮你把猪推到镇上去啊，你可别自己弄啊，到时候累坏了可就长不高了。哦，不用了，叔，我能行的。这丫头也太谨慎了一些。直到走出去很远，他回头看不见丰年之后，这才将野猪收进了空间里。回到家之后，夜幕已经降临，兰草直接用石头将洞口堵住，这才简单的吃了一些饭，然后就开始处理野猪。唉，这从哪里下手呢？考虑了很久，他才拿出那把小匕首，将野猪的2条后腿给割了下来。又想了一下，他又将2条前腿给割下来，每条腿上都带了猪身上不少肉。处理完这些之后，兰草才把所有肉都收进空间。他打算明天天不亮就出发去镇上。睡着的兰草并不知道，今天他和丰年击杀野猪的地方已经炸了锅，好些大型猛兽都聚集在那里，嗷嗷叫着，应该都是被那血腥味儿给引过去的，但是却没有任何收获，所以在场的猛兽都很是暴躁，还有几只已经沿着兰草回家走的路追了过去。这一路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血迹，让这些猛兽一路追了过来，一直到他将野猪收进空间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只是他们追到这里还是没有什么发现，便一个个都暴躁地来回转圈吼叫。糟了！丰年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傍晚时分他匆匆忙忙离开，将另外2头野猪弄回家，并没有去掩盖地上的血迹，而且他也忘记提醒那丫头了。出什么事了？可是小风怎么了？我去看看。
不是她，是那个小丫头，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今天傍晚，她拖着一头野猪回去了。那头野猪啊，在脖子上有伤口，她拖那一路肯定是留下了不少血迹。听到没有？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傍晚击杀野猪的地方。他们有可能顺着血迹找到了那丫头。啊，那现在怎么办了？那丫头会不会真的出事啊？或许一切都是我想多了，也许那丫头并没有什么事情。明天一早我下山的时候多留意一些，傍晚的时候约好的，我帮她推猪去镇上。兰草抓着被子将自己缩到角落，一脸惊恐地盯着堵着山洞口的石头，也不知道那块石头能不能拦住外面的猛兽。渐渐的，外面的兽吼声低了下去，估计是那些野兽已经散开。现在的兰草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想必那些野兽已经离开。给自己打了许久的气，兰草才将山洞里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里。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次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来到外面，兰草也不敢停留，看准方向之后就赶紧摸索着往山下走去。已经离开山洞的兰草还不知道，就在他离开不久，已经有2只狼找了过去。只是他们在山洞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嗅到地上被掩盖的血迹。气得2只狼把山洞里剩下的干草和石头灶扒拉得乱七八糟，才气吼吼地离开。兰草来到镇子外面的时候，路上的行人还不算多。小孩，等一下。啊，大叔喊我。小孩，你这是什么肉啊？这看着挺新鲜的。这是我爹打的野猪肉，昨天傍晚猎到的呢。哎呦，这可小了，这肉啊，我全要了。怎么卖呀？不知道，我得问百味楼那边，也不知道他今天给我多少钱。哎呀，这我知道啊。你这肉别送给百味楼了，送到我同福楼吧。我给的价格肯定啊比百味楼高。哦，你同福楼的？这人看着衣服跟小五哥不一样呀。哎呀，我是同福楼的佟掌柜，没想到一大早啊就见到这么新鲜的肉。走吧，你背篓里的我全买了。兰草上次来镇上的时候是见过同福酒楼的，那是一个跟百味楼差不多气派的酒楼，没想到眼前这人居然是同福酒楼的佟掌柜。这下子兰草也不再犹豫，跟着佟掌柜就往同福酒楼的方向走去。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昨天那个大叔跟百味楼的人很熟悉，想必他会把野猪送到那里去，而百味楼未必会要2头野猪，正好自己送到同福楼也是一样的。小孩啊，你这么小能背得动吧？我让店里的伙计帮你背啊。我爹给我送到镇子外面，我才背了没2步，也确实背不动了。兰草想想跟自己差不多高的背篓，决定还是示弱一下，他害怕自己再一次被人盯上。那行，让我这2个伙计给抬上，咱们一起过去。小孩放心吧，我可不会哄你一个小娃娃，还指望你和你爹多送几次野味呢。真的？真的，我在这镇上多少年了，这好多人都认识我。好吧，你就这样背着，我让2个伙计在2边抬着。也好，让2个哥哥在旁边帮我抬着。兰草想了一下，这样也可以，反正背篓在自己背上，他们又拿不走。最后按照50文1斤的价格，佟掌柜一共给兰草结了2两半银子，外加500个铜钱。下次有野味记得来同福楼啊，大叔给你个好价钱。这下好了，那个煞星走了，叫兄弟们都出来开工了。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一大早出门就见到煞星，太不吉利了。小爷今天要多讨点吃的压压惊。别提那个煞星了。你们看，是不是有人不怕死的跟上那煞星了？
妈呀，这有不怕死的？赶紧走，赶紧走，不关我们的事儿，我们只是一群小乞丐。赵二旺得意地跟在兰草身后，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身后的背篓，仿佛下一秒钟那背篓里的东西都能变成他的一样。兰草背着背篓，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唉，这棵树得修修枝丫才能睡觉。啊，正好试试新买的柴刀。哎呀，不就是跟踪了一个身上有可能装钱的小豆丁吗？怎么就被树枝给埋到下面了？啊，下面堆了好大一堆。感觉自己是不是闯祸了？毕竟这里是镇上，并不是在山里。兰草一口气跑到大路上，还不时地回头看看。可千万不要有人追上来找我麻烦啊！自始至终，兰草都没有发现，就在刚刚，还有人曾经跟踪过自己，更不知道有个倒霉蛋儿被自己刚刚砍下来的枝枝杈杈的树枝给埋在了下面。也不知道昨天晚上那些野兽会不会找到山洞那里，不知道他们今天还会不会出来活动。好愁人呀！我今天住哪里？山洞那边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今天睡在小木屋吧，虽然离村子近了一些，但是那里还算安全，那些野兽也不会下山。那要不要先在小木屋住一段时间？还是算了，万一兰家人见到了，会不会抢我的东西？会不会再把我给卖了？明天还是回山洞看一眼吧，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如果那里已经被野兽找到，就不回去住了。我好像又没有家了。算了，继续赶路，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看一眼，没准那里还是安全的呢。另一边，丰年在天不亮时，就在上次遇到兰草的地方等了很久，没等到兰草，就先去镇上卖野猪了。哎呦，丰大哥，这掠到大家伙了。是啊，对了，小五哥，今天还没有别人送来野味吗？是啊，今天还没有人来。小五哥并不知道丰年这样问的原因。等丰年从百味楼出来的时候，怀里已经多了5两银子和不少铜板。等他出了镇子往回赶的时候，结果却看到正上方的树上露出了一个小脑袋来，那乱糟糟的头发让他感觉格外熟悉。也不知道这孩子经历了什么事情，居然跑到这里，还累成这样。头，你没事吧？是你呀，大叔，你怎么在这里？看到兰草从树上滑下来，丰年赶紧上前，上上下下将兰草打量了好几遍。大叔在这里专门等着你呢。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呀？昨天晚上你在哪里？有没有遇到野兽？哎呦，可担心死我了。丰年一看兰草这个样子，就知道昨天晚上肯定吓着了。算了，还是别问了吧。他赶紧手忙脚乱的，又是拍背，又是擦眼泪，又是拿糖，想要把人给哄好。走，叔背你回山上去。丫头，你叫什么呀？我叫兰草。兰草好呀，这个名字好。山里的兰草是一种很名贵的植物呢，可遇不可求呢。真的吗？难道不是小胖说的没人要的野草？兰草第一次听说它的名字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小胖说错了，有钱人想要一盆兰草啊，都要花大价钱买呢。兰草感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大叔告诉自己的名字并不卑贱，他也是第一次开始喜欢自己的名字。走吧，咱们过去河边，小草也把你的脸洗一下。大叔，我的脸脏了，那得洗洗。走了这一路，有些出汗。那我们到了那边再洗吧。哎呀，丢人死了，脏死了，脏死了。这张脸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居然脏成这样。
丢人了。同一时间，正在洗衣服的蓝老婆子跟一同洗衣服的人起了冲突。你这个老婆子真不讲理，你嫌弃水脏你别洗啊，要不放到上游去，整天作天作地，以为谁都捧你的臭脚丫子，惯的你管得可真宽，我再怎么作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儿子媳妇都得把我供着，比你可强多了，天生的劳碌命，呸，老娘就上游洗。哼，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供着你，哼，供着你干嘛不给你洗衣服啊？若有所指的用下巴点点在不远处洗衣服的李氏。正在洗脸的兰草听到两人的争吵，立马就来了精神。他最近可是很喜欢当这个吃瓜群众，这样的日子才不会那么苦。我说老儿媳妇儿，你可没良心啊！就算分家了，你也不能就这样看着别人欺负我不是啊？还有，眼看着衣服都要飘走了，你也不会捞一下。回应蓝老婆子的是李氏的一阵沉默。自从他们二房闹了一场，从那个家里分出来之后，平时都尽量躲着那边的人，有事也是让老二过去。老儿媳妇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连老娘的话你都不听了，哑巴了？娘，我今天有些不舒服，不是故意不回你话的。李氏今天确实不舒服，有些头晕。装，你就最会装了，不孝的东西，挑不得我们母子身份，好好的家业分开，你就是个搅家精。蓝老婆子见这会儿河边没有熟人，直接用手指头戳着李氏的脑门，最后直接将李氏推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才转身去端着自己的木盆离开。蓝老婆子没有发现李氏刚刚坐下的地方，屁股下的石头歪了一下，李氏整个人掉进水里。救命！二婶，抓住！在丰年的帮助下，兰草终于把李氏从河里拉了出来。谢谢，小草，是你。兰草并没有跟李氏说什么，直接走到丰年跟前，丰年将他背在背上，越走越远。真好，那个孩子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总比一直在这吃人的家里面强。现在的兰家越来越不像样了。哎呀，安平媳妇儿，快起来，婶子扶你回去。婶子，谢谢你啊。嗨，谢什么呀？还是赶紧回去换身衣服是正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看着不太好啊。难道蓝老婆子打你了？我今天有些头晕。哎呦，都生病了还出来洗衣服，你那婆婆还狠心的把你推进水里。钱寡妇是个大嗓门，她的话很快就被村里人给听了去。蓝安平见到李氏浑身湿漉漉的被钱寡妇送回来，也是吓了一跳，趁着他回屋换衣服的空档，赶紧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哎呦呦，你可得好好说说你娘，你媳妇生着病呢还去洗衣服，结果还被你娘给推下河了，幸亏有过路的人把你媳妇给拉上来了，要不然……哎呦，我得去河边拿回我的棒槌，你家的衣服我刚刚没顾上拿，一会儿给你们带回来啊，你快去找大夫看看。谢谢你啊，婶子。媳妇儿，你怎么样啊？我去给你找大夫了。我头晕，冷。爹，我娘头晕，冷。你快给我娘找大夫。娘，你先躺着，我给你烧水。自从分家之后，小胖子蓝浩都懂事很多，现在天天跟着村里的土豆他们几个一起挖野菜，还在家里扫个地、喂个鸡什么的，比之前跟着蓝老婆的时候好太多了。丫头啊，你是不是每次下山都要中途找地方过夜？是啊，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那边的猎人小屋过夜。大叔，我现在要过去那边的小木屋，咱们在这里分开吧。啊，今天有大叔陪着你，你还不回山上吗？要是走不动了，大叔背着你啊。
昨天晚上好多野兽就在我住的山洞附近，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会不会再去，我不敢回去。原来这丫头一直住在山洞里，而且昨天那群野兽已经跑到她那里了，这得把孩子吓成什么样呢？哎，好了，有大叔在就不用害怕了啊！以后再有野兽过来，大叔替你挡着。丰年为了转移兰草的注意力，赶紧又转了一个话题。刚刚落水的那个人你认识吗？那是我二婶。你二婶？你是这个村子里的孩子吗？丰年没有想到，这小丫头居然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可是为什么要住在山里？是呀，因为我家里人认为我力气太大，会伤到家里的哥哥弟弟，所以我爹把我扔进山里。天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爹娘！以后有大叔在，丫头你不用怕了。大叔，我现在知道了，你是个好人。现在知道我是好人了，这以前是不是一直觉得我是坏人，还挺警惕的？他的笑声也吹散了兰草之前的害怕和伤心。大叔，我今天晚上就住在那边的小木屋，明天回山洞看一下，如果那边不能住了，就重新找地方，到时候就选个离大叔稍微近一些的地方。丰年却是不愿意就这样把兰草留在山下，毕竟这孩子昨天晚上刚刚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放心吧，大叔，我家就住在那里，对这一片地方都很熟悉，只是一个晚上去那个小木屋里可以的，我以前经常在那里过夜。兰草是真的不想借宿到有主人的地方，那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不喜欢。在他的坚持下，丰年只能无奈地把兰草送到小木屋。这孩子的防备心是真强呐，很有可能跟他以前在家里的经历有关系。爷爷，吃饭了。爷爷，昨天有好多野兽都快跑到我住的山洞里了，小草害怕极了。不过还好，那些野兽没有闯进洞里。今天小草卖野猪了，还换了一把新柴刀，特别好用。唉，小草还是不识字，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找认识字的人。小草现在要学着采草药，只可惜收获并不大，还糟蹋了不少东西。唉，爷爷，我还是太小了，好像事情都不会干，真愁人。我们明天就搬家去你娘家村子住，以后小号上私塾也方便一些。那咱们村子里还有1亩地怎么办啊？家里那1亩地给二叔种，他每年总会给我们一些租子。好，明天就搬家，反正这次分家咱们也没分到什么。老二，你知道是谁把我救上来的？谁？还这么神秘？我说了，你可不许让第3个人知道，是小草，大房的小草。什么？他不是？真的是他，他还叫我二婶呢。不过把我拉上来之后，被跟他一起的男人背着离开了。真的？那娃儿还活着就好。放心吧，媳妇儿，我一定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小号都不告诉。这还差不多，不能让隔壁知道，免得又缠上那孩子。万一再卖一次怎么办？以后得告诫小号离私塾离兰园远一些。哎，看来兰老二这次是真的寒心了。我刚刚看见他们在收拾东西，这是要离开村子。有那样的爹娘和哥哥，还不得离远一些啊？也是，兰老婆子昨天把人家刚怀孕的媳妇儿给推进河里了。上次是小浩和老二出事，这次是他媳妇。是呀，再不走这一家人还不知道能剩一个不能。昨天晚上的那些野兽跑到那丫头住的山洞边了，后来他半夜就跑下山了，是个胆子大的呀。这哪里是胆子大，分明是想活着。还有那丫头最近一直住在山洞里，昨天晚上那些野兽没准已经摸过去了，恐怕以后要重新找地方住了。
我打算呢，把咱们家边上的那块地给整出来，到时候给他盖一间木屋。我没有意见呢，那丫头能住过来，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只是为什么不让人住家里啊？可以跟我住一起的。那孩子是个倔的，不愿意住在别人家里。第二天，兰草回到山洞后，发现山洞已经被野兽发现并破坏，不能居住了，带着所有的家当和猴子们一起沿着丰年跟他说的他家位置那里走去。救命！喂，妖怪，醒醒！没有动静。肉球，妖怪，快醒醒呀！你可不能赖上我，我现在还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可怜呢。还是没有动静。刚刚还在喊救命的肉球，这会儿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摔死了？怎么办？算了，扛过去找大叔。昨天大叔还说他家里有一个男孩，会不会就是这个？算了，带去让大叔看看。大叔，大叔！还没到约定的地点，兰草远远就看到正在林子里砍树的丰年。哎呦，丫头来了哟，这还带了小伙伴。你扛的是什么呀？大叔，你帮我看看，我刚刚走在路上捡了个肉球，它怎么一直不醒？是不是受伤了？哦，我看看。小风，他怎么了？丫头是在哪里捡到的？这孩子怎么就偷偷跑出来了呢？我就在那边的小道上，他从上面滚下来，我怕他继续往下滚，就捞了他一把。走，跟我回家，让你白姨看一下。小风应该是受伤了。这一次兰草也不迟疑，小跑着跟着丰年快步离开。他的身后是一溜猴子，他们想把兰草送到住的地方，全当认门了，要不然都不知道小伙伴住在哪里。小风，怎么了？怎么昏迷了？我这进屋取篮子的空档，这孩子就不见了，吓死我了！快放好，我看看。白霜仔细检查之后，发现丰收是扭到脚了，胳膊也脱臼了，其他方面没什么事情，便用银针在丰收的人中位置扎了一下，丰收立刻就被刺激的醒了过来。救命！没事了，没事了，你已经回家了。你说说你啊，你这乱跑什么呀？还从山上摔下来，要不是那丫头捞了你一把，你都不知道掉到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去了。我这不是看今天太阳好，想随便走走吗？谁知道被一截树根给绊了一下脚，结果就滚下山了。此时的兰草带着一群猴子坐在木屋外面的草地上，他的大眼睛咕噜咕噜四下打量，盘算着要把房子建到什么位置。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不准出门。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到明年开春之后再出来。外面还有事儿，我去安排一下那丫头，顺便看看啊，在哪里盖房子。知道了，我这边忙完了就过去帮忙。哎呀，我都要给谁盖房子？就是把你救回来的那个丫头，她以前住的地方被山里的野兽光顾了，不适合再住下去。丫头，小孩，会不会是灰扑扑、丑不拉几的一个孩子？什么丑不拉几、灰扑扑？在我看来，那丫头就是这山里的精灵，好玩着呢。白霜没有抬头，专心给丰收的脚上揉药酒，手上的力气不自觉加重了几分。他可不想那丫头被人说嘴。白姨，轻点，轻点。药酒得揉开了才能好得快，先忍着点，得让这孩子长点记性。明明之前是个很安静的，怎么就突然跑出去了？我真是倒霉。丫头啊，要不要紧挨着大叔家的房子给你盖2间，离得近了，叔和你白姨也好照顾你啊。兰草却不是很愿意，他自己是有秘密的，爷爷再三交代，不能让别人知道。就算是现在他非常信任大叔，还是小心一些的好。那就那里吧。兰草选了一个距离丰家10丈远的平地上。我感觉那里更朝阳一些，离山泉也近。也好，那个地方呢也不错，
叔直接给你盖2间房子，等到以后大雪封山的时候，你在屋里啊也能够活动开。大叔，盖房子需要什么东西？我这就去山里找。地基和木屋下半截都用石头，上边那部分啊可以用木头，屋顶用木头和干草。那我一会儿就去搬石头。行，一会儿啊叔跟你一起去，不过你只能够搬些小块的石头，就算你的力气大也不能够累着自己，如果累着了可就长不高了。知道了，大叔，我会量力而行的。走，先回家看看你白姨把房间给你收拾好了没有。大叔，会不会太麻烦你们？我可以睡在山下的木屋里的，每天上山又不费事儿。麻烦什么？别说傻话了。再说了，我家里人你都认识，你身上的这个荷包还是你白姨亲手做的呢，更不用说你今天还救了我家那个臭小子呢。啊，这荷包？丫头，还记得我不？咱俩在山下的小木屋里见过一次，我还没有谢谢你的栗子呢。白霜听丰年说过兰草的情况，生怕他拘束，赶忙想着拉近关系。白姨还送了我荷包呢，我很喜欢。走，跟白姨进屋，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那荷包里是一些防蚊虫的草药，在山里行走带着它有好处。过一段时间，白姨给你换药材。小风啊，你还没有谢过这丫头呢。以后小草在家里住几天，你可不许欺负她，记住没？谢谢小草。谁敢欺负这个丑丫头？小小一个人儿，能一把抓住从山上滚下来的我，那力气得多大？不用谢。兰草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他还是赶紧跟着大叔去干活吧。大叔已经开始挖地基了。丫头，你在家里经常下地干活吗？没有，我没有下过地，要不然的话我可能过得更惨，还不如扔山里自生自灭呢。唉，也幸亏这丫头的家人不知道她干活这么利索，要不然的话还不得压榨得更厉害，那样的话还不如在这山里自在呢。丫头，有你叔在呢，别累着了，你还小，会长不高的。来，让姨给你擦擦一脑门子的汗。那我去林子里把你上午砍的木头弄回来。那些湿木头太重了，你弄不了的。放心吧，叔，我住在山洞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弄一棵树回去的，放心吧。哎，这孩子。那丫头刚刚掉眼泪了，只因为我给她擦了一下汗就哭了，害怕我看见。这个孩子让人越看越心疼了。以后尽量的对这丫头好一些，不用想，她以前在家里啊没少受苦。算了，你自己干活吧，我回去多做些好吃的。另一边的兰草在离开之后就慢慢平静下来，可能是长期处于冷漠又暴力的环境中，乍一感觉到一丝温暖，反应有些大了。对于大叔和白姨对自己的好，他只能用心去回报。这样想着，兰草就在林间搜索起来。他这次出来不光想着把大叔砍的木头拖回去，还想着能打到一只猎物也是可以的。在他捆好一棵树拖着往回走的时候，看到了一只野兔，兰草很轻易的就扔出去一颗石子，将那只肥嘟嘟的野兔击毙。啊，这下好了，晚上让白姨做了吃。同时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可以趁着给白姨帮忙的时候学着做饭。之前在兰家的时候，兰老婆子是不允许她靠近厨房的，她怕兰草偷吃家里的东西。丫头回来了，累坏了吧？给叔吧。叔，我不累。你先回屋洗洗，你看这满头的汗，叔把木头堆到那边去晒晒哈。哟，丫头回来了。哎呀，还带了只兔子呢，可真能干。白姨，这兔子咱们晚上吃吧，我专门带回来给大家吃。小丫头，今天姨做了许多好吃的，你这只兔子先关到笼子里，明天姨做给你吃吧。是吗？白姨，我还想回来帮你做饭呢，你都做好了。是啊，我一早就开始做饭了，这会儿都差不多了。丫头要是想帮忙也可以，
先去洗手洗脸，一会儿过来摆碗筷。快，丫头快来坐。一时间，兰草心里五味杂陈，泪水和口水都有些控制不住。在她的记忆里，有多久没有跟家里人一起围坐在饭桌跟前吃饭了？她只记得以前在家的时候，要么不给吃饭，要么就留半碗清可见底的米汤在外面。厨房是绝不让她进去的，兰老婆子一直防着她偷吃呢。丫头，来，多吃点儿，尝尝姨做的饭合不合口。来，叔先给你啊，盛碗鸡汤。阿姨，你做饭真好吃，我以后跟你学做饭吧。那简单，以后姨教你做饭。是个上进的丫头。这孩子肯定想着学会做饭了，以后自己住也不会饿肚子。屋里的丰收危机感越来越重，他已经感觉到了家里的团宠已经换人了，变成了刚来的那根小豆芽儿。丫头，快回来！啊，姨喊我干啥？走，姨给你洗洗。现在天太冷了，姨给你放厨房洗，那里的火还没灭呢。白姨，我可以自己洗的。害羞什么？我闺女跟你一样大，在我眼里，丫头这会儿就是我闺女。白霜说着就上手来帮兰草，3下5除2就将她丢进了木桶里。只是兰草被丢进木桶的那一瞬间，白霜原本的好心情差点被冲天的怒气给淹没。她刚刚都看见了什么？那身上新新旧旧的各种伤痕，看样子都是用棍棒枝条打出来的，也不知道当时打得有多狠，伤痕到现在还清晰可见。丫头，一会儿姨给你用些药膏啊，以后有你叔和姨在，没人敢欺负你了。好。白霜也不再耽误，她怕时间长了把兰草给弄着凉了，便手脚麻利的给她洗好澡，又洗好头发，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才将人抱回房间。哦，对了，今天还没有跟爷爷说话，刚刚吃饭的时候都忘了爷爷了。算了，把空间里的大鸡腿摆到爷爷的小象跟前好了。爷爷，我以前的山洞真的不能住了。爷爷，我现在住在一个好心的叔叔家里，还有一个姨姨特别好，白姨特别温柔，还给我洗香香，还抱我了呢。我要在大叔旁边给自己盖一间房子，是属于我自己的哦。哦，对了，大叔家里还有一个舞得特别严实的肉球哥哥，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石头？扁一些的，还是胖一些的？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丫头啊，要找这种稍微平整一些的，形状不规则的不好用。如果实在没有选择啊，也就只能够选它了。大叔，你怎么也来啦？大叔，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丫头，你想多了，叔晚上睡得早，这早上啊起来的也早。大叔，今天我来搬石头就行，可别耽误你干别的事。说什么呢？大叔接下来几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盖房子，别的啥事都没有。这丫头还真的是不想欠别人一点啊。丫头啊，不要总觉得我给你盖房子你就欠了我的，实际上是我们一家子欠了你的呀。回应他的只有兰草有些迷惑的眼神。那天我差点被大野猪攻击，你一石头下去救了我，对不对？是呀，可是那头大野猪你也送给我了呀。昨天你还救了小风，如果不是你，他直接从山上滚下去，估计小命啊也就交代在那里了。所以说我们家还欠着你一条命呢。丫头，你这几天能不能心安理得的住在家里，让叔照顾你啊？好。兰草经过丰年这么一说，也明白过来了。我现在是那个肉球的救命恩人，大叔帮我盖房子也是在报答我，我不欠别人什么，不用那么小心翼翼。
想清楚之后，兰草的话也多了不少。他跟丰年说起自己之前把那头野猪卖了一半给同福楼的事情。哼，你这丫头怎么想着去跑到同福楼去了呀？你不知道，当时我问小五的时候，都感觉那是最后的希望了。谁曾想回家的路上就被你的口水给砸中了。紧接着，丰年又想起兰草之前在树上睡觉的时候流口水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大叔，这个大叔不可爱了，笑话我。这样才对嘛，小孩就该有个小孩的样子啊，整天绷着，让人心疼啊。这要是一对亲父女多好，单单让人看这样的一幅画面，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两人是亲人吧。丫头，回来吃饭了。哎，我们这就回。小风，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画面很温馨啊？那是我爹，这个画面里有我的话就更完美了。当然也得有白姨，咱们一家人都在。呵，你这是吃味儿啊，虎爹的小崽崽。白霜刚要打趣丰收，这会儿才注意到对方是站在那里的。小风，你的脚还伤着呢，怎么就下床了，还站到地上？白姨，我脚没着地，注意着呢。一会儿吃饭我也要出去吃，要不然我爹真的要被抢走了。好吧，真是小孩子，那眼里的羡慕和期待不要太明显。来，丫头，猪给你剥好了鸡蛋了。谢谢大叔，谢谢白姨。忽然他的手里多了一块杂粮饼，兰草扭头一看，正对上丰收有些期待有些别扭的眼神。谢谢哥哥。还从来没有人给我叫过哥哥，难道这就是当哥哥的感觉？好像还不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饭，同时商量着各自要干的事情。我今天在家里处理那野猪，做成肉肠和腌肉，今年冬天就不用愁了。中午给你们卤猪下水吃。我这几天啊都要忙着房子的事情，一会儿啊再拉上几趟石头，中午开始做泥砖，这房子的上半截还是要用一些泥砖的。我跟大叔一起干活，回来了跟着白姨学做饭。三人讨论得热火朝天，显得丰收有些格外沉默。哥哥，你今天干什么？我在家看书练字。哇，哥哥识字！找了这么久，他可算是找到了一个识字的人了。是啊，我身体不好，不能跟你一样出去疯跑，只能在家里看书练字了。哥哥，识字的人都好厉害呀，你能教我认字吗？教你识字倒是可以，只是你识字要干什么？干什么？识字看书学本领呀。那以后我看书的时候，你也来学认字吧。不行，我还要干活，还要盖房子，只能抽空学习识字。那好吧，不过你以后要叫我先生。还要叫先生呀？可你明明是哥哥呀。如果你带小猴子来家里玩，就可以不叫我先生。就这么定了，我干完活了跟你学识字。你如果还想让我叫你先生，那你得先叫我恩人。兰草之所以说话这样有底气，还是因为早上大叔跟自己说过，他是眼前这肉球的救命恩人，不欠他什么。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可不能一直跟这个肉球斗嘴。小风，你该坦诚一些。今天我教你认识自己的名字，兰草。这就是我的名字呀，真好看。兰草，一共就2个字，他很快就记住了2个字各自的特点。丰收随意指一下，他都能念正确。好了，给你一根小棍子，来沙盘这边跟着我写吧。兰草没想到
第一次识字就要动手去写，不过他也不怯场就是了，照着丰收写的2个字，在沙盘上开始比划起来。这个字的胳膊腿都全乎，就是长错位了。接下来咱俩一起写，你看着我一写，多写几遍就能写好了。于是2人开始一起在沙盘上写字。兰草跟着丰收练了几次之后，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那些字的笔画再也不像最开始那样东一根西一条的，好歹凑到一起去了。虽然还是有些歪歪扭扭，不过比最开始已经进步很多。明天往你的小房间里放一个沙盘，每天都要练习。这可把兰草给高兴坏了，对着丰收连连道谢。没想到这个沉闷的哥哥教人识字的时候还挺认真的，这让兰草对丰收的印象稍微好了一些。白姨，你看，这是我的名字，兰草。哥哥把这张纸送给我了。哥哥送你的就收起来，那是你的名字，以后要多练习写才行。我以后会经常练习的。白姨，我去洗漱一下，要赶紧睡觉。爷爷，我今天跟着哥哥学识字了，我已经认识我的名字。不久的将来，我肯定能认识很多字，到时候我就能看懂你留下来的书了。爷爷，为什么字看起来挺简单的，写起来那么难？那些字的胳膊腿都不听我安排。大叔说以后会给我弄一个炕，冬天睡在上面是热的，我还没有睡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来大叔是不会骗我的。另一边的丰收异常开心。今天这个学生虽然不是很聪明，但是好歹还算认真，没有辜负我的苦心。以后还能继续教，等到他以后能单独看书了，就把我的书借给他看。丫头，今天你大叔不在家，也要在家里陪着你哥哥，今天的时间你自己安排好了。我可以的，白姨，上午去林子里弄一些柴回来。就在附近的林子里，不要跑远了，也不要拿太重的东西，你还小。放心吧，白姨，这一片的山林我都熟悉了，不会乱跑的。兰草今天确实没有打算跑远，他准备从林子里找2棵枯死的树回来，等以后劈好了放在家里，这样过冬的柴就不缺了。那是什么？那个雪白雪白还一晃一晃的是什么？只可惜他现在的位置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兰草蹑手蹑脚地爬上了旁边的一棵树。他得先看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动手。好可爱！兰草将它抱在怀里，然后又看了看已经感觉不到呼吸的母羊，心里更加心疼。放心吧，跟我回家去，我养你。白姨，哥哥，我回来了。丫头回来了，怎么这么高兴啊？是捡到宝了？白姨，你咋知道我捡到宝啦？那是这个，我捡到的。哎呀，还真是捡到宝了，这是刚出生的小羊吧？丫头的运气可真好。可爱吧？我要养着它。好，你想养就养吧。这是羊妈妈，应该是死了。是吗？我看看，它确实还有一口气，应该是生产之前就受了伤，只是气息非常的微弱，可以忽略不计那种。兰草没想到之前被他认定已经死亡的母羊竟然还有一口气在。接下来把母羊和小羊放在杂物间，兰草给它喂水喂药，悉心照顾着它。到了晚上，兰草看着家人都睡了后，一个人偷偷跑到杂物间和小羊一起睡。第二天一早，去哪儿了？这孩子的被子咋都不见了？这是咋了？你刚刚问丫头什么？那丫头不见了，被子也不见了，屋里也没有人。你早上真没见她出去？没有啊，难道是我干活的时候没发现吗？你在屋里再找找，我去外面找。
八姨，你们怎么了？丰收只隐隐听着两人挺着急的，还没听清楚出了什么事。丫头不见了，她的被子都不在家里，你爹早上在外面干活也没见到人，不知道是不是跑出去了。八姨，家里都找遍了吗？他就算是要外出，肯定不会带被子的，你别自己吓自己了。我在屋里都找遍了。杂物间看了没有？果然，丰收一推开杂物间的门，第一眼就发现了兰草。这个时候他们正睡得香甜。小风，你自己洗漱，我去喊你爹回来。好。现在什么时间了？今天起晚了。他惊喜地发现母羊的情况又好了一些，这会儿已经睁开了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太好了，你醒了，小羊以后就不会饿肚子了。你等着，我给你拿吃的。说着，他就从空间里拿出一些之前存放的野菜来。你慢慢吃啊，我去给你弄些水。大叔，白姨哥哥，你们都好早呀，嘿。以后不许这样了，杂物间有些冷，洗手吃饭。真傻。这孩子越来越调皮了，看来啊，好像很喜欢这个家，很好。大叔，白姨，母羊已经醒了，我刚刚还喂它吃野菜了呢。野菜？它都能吃野菜了？看来睡了一夜之后恢复的还不错嘛。是啊，昨天晚上就准备了一些野菜，只可惜它不吃，没想到今天早上居然吃一些了。丫头啊，母羊眼看着就要好了，你开心不？那当然开心啦，我以后要把它养得肥肥的、壮壮的，然后骑着它到处跑，就是去镇上也是可以的，以后再也不怕走不动路了。嘿，你个机灵鬼，对母羊那么好就是为了骑呀。接下来的几天，一家人都忙着盖房子的事情。等屋里屋外所有东西都弄好之后，已经过去5、6天了。白姨，我明天想把东西搬过去，那边新房子烧2天炕就可以干透了。也有些不舍，但是也知道你是个要强的孩子。明天姨跟着过去，把那边给你收拾整齐。你明天晚上再在家里住1晚，新房子湿气太重，住着对身体不好。哎呦，你们这是干啥呀？丫头又搬不远，还不是抬头就见。你在家喊一嗓子，丫头在自家里啊都能跟你对话，真是。两人都被丰年给笑得不好意思起来。等你住到新家有什么不会的，一定要来找姨。白姨，我还真有想学的东西。哦，是什么事啊？姨帮你弄。就是我想跟白姨学采药。哎呀，多大点事儿，等你安顿好了，一旦你采几次药，你就学会了。不同的草药，采的时候用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这几套就掌握了。白霜答应得很爽快，这让兰草松了一口气。这都是大山馈赠给我们的，山里的东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你不用这样小心翼翼，自己用劳动换取报酬，这是理直气壮的事。就算我不教你，只要你认识草药，多采几次，也就熟练了。刚刚我还在想，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白姨会不高兴呢。原来是我想多了。以后就要单独住了，有事儿就喊我们，叔呢就在你隔壁。丰年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弹弓给兰草。我见你扔石子扔得挺好的，就想让你试试这个，没事儿拿着耍啊。喏，这是你那几张兔子皮，姨给你做了一顶帽子，还有一个毛背心，穿上暖和一些。谢谢白姨。还有这个是小峰给你的。这个兰草认识，是他这段时间识字用的3字经，现在他已经认识这上面1半的字了。谢谢哥哥。丫头啊，这羊我就先给你拴外面啊，天黑了记得把羊牵回家啊。兰草这才想起来，
今天早上我光记得要来新房住了，居然把那2只羊给落下了。大叔还专门给送过来，真好。谢谢大叔。整个家里就只剩下兰草一个人，美滋滋地走来走去。应该让爷爷参观一下我的新家的。爷爷，看见没有？这里就是小草的新家了，是属于小草自己的哦。我带爷爷参观一下，这里是厨房，以后我会天天在这里做饭，当然也给爷爷做。这段时间我跟白姨学了好些东西，做的饭应该比以前好吃了。还有，这里是卧室，大叔给我订了个桌子，以后我可以在这里学习写字。这是我写字用的沙盘。对了，爷爷，家里还有一间杂物间，我打算给母羊和小羊住。对了，爷爷，我打算在外面开一块地，春天的时候可以种些菜。就在这个时候，那几个小猴子又来找他玩，然后兰草作为新家的主人，像模像样的跟小猴子们介绍自己的新家。不过小猴子对于兰草的新家兴趣倒是不大，他们更喜欢在外面的草地上追逐打闹，在屋没待多长时间就全都跑出去玩了。哎呀，真舒服。还是在自家舒坦。丫头，今天要出门啊？白姨，我今天出去打猎，要多备一些食物，好过冬。行，那你小心一些。过几天姨陪着你去挖冬笋、采草药，这2天我得在家照顾小凤，就不陪你了。白姨先忙，哪天有时间了咱们一起。我先走啦。整整一个上午，他已经猎到了3只野鸡、2只野兔，捡了10多个鸡蛋，还摘光了1棵山楂树。当天晚上，兰草去封家学习认字的时候，直接告诉了他们要去镇上卖猎物的事情。啥？你还要拿去卖呀？你不给冬天存了？大雪封山要几个月呢？我今天打了6只野鸡，8只野兔。我以后还会打猎，吃不了这么多，而且我想去镇上换一些东西。这丫头也太能干了吧！这个冬天啊，她一定是饿不着了。这2天大叔有些忙，不能够陪你去镇上了。丫头啊，你要小心一些。大叔放心吧，镇上我都去过几次了，熟得很。那你记得多换一些油盐，下次再猎下猎物了，我们可以想办法存起来。以后大雪封山是真的下不去了，还要再换一些棉花，到时候姨给你做棉衣。兰草都一一应下，表示自己记住了。明天下午我在山下等你。丰年对于兰草晚上住在山下的小屋里很不放心，还是决定绕路跟他一起回山。那会不会有些麻烦大叔了？没事儿，我明天有事下山，只是不去镇上。下午等你回来，咱们一起上山。那好，大叔白姨，哥哥，我先回去啦。第2天，兰草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外面还是黑漆漆的。这会儿山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但是兰草心里还是有一些害怕的。为了缓解自己的恐惧，他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爷爷，现在的天气是真的冷了不少。今天我去镇上换一些米面回来，再给大叔买1壶酒。爷爷，你爱喝酒吗？我把鸡蛋握在手里，热乎乎的，一会儿手都不冷了。哎呀，小姑娘，好久不见呢，你可算是来了。是呀，大叔，我爹这段时间有些忙。哎呦，不错，有野猪肉，还有几只野鸡啊。你们家倒是奇怪啊，光打野鸡不打野兔啊。也不是没有野兔，我想留着兔子皮做个棉袄，所以把兔子都留下来了。哎呀，没错，兔皮袄子确实暖和。对了，大叔，你这里也卖酒吗？
我想给我爹打一壶。听人说天冷了喝一口酒能暖和很久呢。嘿，你这丫头可真孝顺。大叔跟你说啊，我这酒楼里的酒不太适合你爹，你去西街那边有个酒铺，那里的酒不错，最主要啊是实惠。佟掌柜可太了解自己家的酒是什么价位了，这丫头要是敢买一壶酒回去，估计刚刚装进她荷包里的银子都得拿出来，于是便小声地指点了他一句：谢谢掌柜大叔。最后兰草出镇子的时候，他的背篓里只放了半袋面，其他东西都被他收进空间里了。哎呀，二王哥，你可真够意思呀！今天就算是什么都没捞到，光是那半袋粮食就够咱们分的了，不亏。哼，这算什么？我之前还见他去酒铺打了一葫芦酒呢。真的？那可太好了！一会儿啊，咱们兄弟两个好好的喝一顿。少废话，快跟上。二王哥，你这么紧张干啥？这不就是一个小豆芽吗？怎么能不紧张？上次我就是跟踪他才出的那事。二王哥，你上次是怎么吃了那么大一个亏的呀？难道那丫头是个厉害的？王黑子说话的同时，前进的脚步也慢慢放缓。你个怂蛋，怕什么？当时让他跑了，这次绝不让他跑掉。是吗？那就好。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是被那女娃给弄成那样的呢。瞎琢磨什么？那女娃才多大？哥哥我是想分你一些好处，别瞎想了。哦，多谢二王哥照顾。王黑子这回是彻底放下心来，一心跟着赵二旺去宰肥羊。由于这段时间一直在山里活动，兰草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很多。就在他快要走出镇子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身后有道目光一直追随着自己，里面怀着深深的恶意。这就是传说中专门拉人的牛车吗？我来镇上好几次了，一次都没有见到过，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见到了。二王哥，那只肥羊呢？快找！妈的，又是这样，上次就这样。上次就这样，眨眼间他跟踪的人就不见了。是不是上牛车了？那牛车上没有啊，车上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人去哪里了？我的酒，我的粮食。王黑子可没忘记那只肥羊身上都有什么好东西呢。走，去林子里看看，上次我还见他钻进树林里了呢。两人说着就扭头朝林子里跑去，生怕自己去晚一些，那只肥羊又像上次那样不见了。他们今天不是白折腾了吗？就在这个时候，赵二旺听到身后有动静，然后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然后他的鼻子就重重地被一颗石子砸了一下。哎呀，二旺哥，好好的二旺哥，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二旺哥，这是咋的了？我只是想跟着占点便宜，这怎么就要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呢？疼，送我去医馆。好。没有办法，他怕自己背对着或者扛着赵二旺会让对方窒息而死。毕竟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他的鼻子是不管用了，只能用嘴呼吸，还是要谨慎一些。一直到把人送到医馆，王黑子才猛然清醒过来。我今天这一趟可是亏大发了，不仅没有占上别人的便宜，还要往里搭药费，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干？于是王黑子趁着医馆的大夫和伙计围着赵二旺忙碌的时候，不惊动任何人，偷偷溜走了。同一时间，二溜子赵二旺又一次成了镇上百姓嘴里的风云人物。上一次他被树枝埋在林子里整整3天，这一次他被不明物体打断鼻子，血糊了一脸。大伙都说这个赵二旺肯定是坏事做多了，被神明给盯上了，这是要罚他呢。看吧，我就知道那个煞星来镇上以后肯定有人要倒霉的，以后都给我记住了，只要发现那个煞星，集体撤出镇子。这是哪里？
哎，小娃娃，刚刚过去那个岔路是去东河村的，前面是李家庄，再往前走就是下湾村。你要去哪里呀？我去东河村。那我在这里停下，小娃娃，你自己往回走一段就行了。今天谢谢爷爷啦。谁知他还没走到林子边上，远远就听到了2个男人在争吵。兰草还以为是丰年在跟人吵架呢，他赶紧跑去查看。快到林子边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跟人争吵的不是丰年，而是之前见过的赵建功和蓝老头。建功，你这娃子是怎么想的？居然把你娘给嫁了！你爹在九泉之下得多不安心呐！只有我娘嫁了，我爹才能在九泉之下待得安稳，要不然说不定哪天气急了就得上来把那缺德冒烟的东西给带走呢。哎，你这孩子年轻不懂事，没个长辈教导就是不行啊，就该让你娘给你爹守着呀。切！要我说啊，你就该把你娘给接回来，一家子母慈子孝，该多好呀！臭不要脸的，老子不去找你，你就该烧香拜佛了，居然还敢跑到这里来蹦跶，是新的日子活得太舒坦了吧？住手！你个小崽子，快住手！老瘪犊子，别以为你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你那点破烂事儿，老子知道的清清楚楚。你娘现在已经嫁人，你再敢瞎逼逼，老子把你做的事情去兰园读书的地方宣扬一圈去。这个小崽子对于我和他娘的事情知道的清清楚楚，这种事情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孙子学堂那边的人知道，要不然大孙子去哪里读书都不成了。知道这件事情的还有你那个小孙女吧，也是因为这个她才被你给设计扔进山里送死的，对吧？你怕她在你家那母老虎跟前乱说，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哼，老东西，记得以后离老子远一些，别在我跟前瞎蹦跶，再敢提我爹娘一个字，我就去剁你一只手。赵建功这次是发了狠，要教训这个不要脸的老头。他抬脚狠狠踩在老蓝头的手腕上，还使劲碾了几下，疼的老蓝头头上的汗一下子都冒了出来。此时的他除了不停地点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兰草坐在树上，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从最初看到老蓝头挨揍时，他的心里就有些小窃喜。这一次他可是真的被人揍了，嘿嘿。哎呦，小崽子下手可真狠呐！哎呦，疼死我了！兰草坐在树上，听着老蓝头一声声的叫疼，却连一句报复赵建功的话都不敢说。一看就是个怂蛋，只会欺软怕硬。这样想着，兰草就摸出了自己的弹弓，嗖的一声，照着老蓝头射出一颗石子。那颗石子重重砸在老蓝头受伤的手腕上。老蓝头疼得半条胳膊瞬间没了知觉，他猛然回身往身后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做贼心虚的他以为是赵建功的爹找上门了，然后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快步离开原地往家赶去。一击即中的兰草坐在树上笑得前俯后仰，像个小狐狸，他也算为自己报仇了。谁知抬眼就看到对面的树上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大叔，你怎么在那里呀？丰年知道小丫头这会儿心里害怕，但是不知道她在怕什么。我刚到没多长时间，听你之前说过喜欢坐在树上，我就试试。嘿，还别说，确实挺自在的。大叔，丫头，回家吧。大叔，你不觉得我是坏孩子？你不问我为什么？在我的心里啊，小草是个好孩子，顶顶好的那种。那是我亲爷爷，我不知道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了，所以才被安排扔进山里，所以心里气愤，就用弹弓打了他一下。原来那老头是这丫头的亲爷爷，之前吵架的时候说的事情，这就能够连起来了。原来是那个老不要脸的做了丑事，被小丫头看到了，所以那老头撺导着家里人把小丫头给扔进山里送死。小丫头一弹弓打得太轻了，
该多抽几鞭子才解气。小丫头离开那样的家才是最好的选择呀。那不是你爷爷，我才是你的家人。大叔是我的家人。对了，大叔，我还给你打了一葫芦酒呢。听人说冬天冷了喝一口酒能暖和很长时间呢。好，哎呀，大叔收下了，丫头就是贴心。对了，丫头，其实你以后去镇上坐牛车也不错，回头呢，大叔带你走另外一条路，可以直接到李家庄，到时候你就可以坐牛车到李家庄，然后再上山，也就不用走东河村了。那可太好了，如果能从李家庄直接回山上，我以后都坐牛车。主要是啊，丰收那条路夏天走得多，小峰呢就在李家庄读私塾。好，下次我跟大叔一起认认路。哦，对了，大叔，我还买了几个包子，大叔也一起带回去给白姨和哥哥吃。哎呀，有酒就很好了呀，包子留着自己吃啊。你白姨是个大人，想吃包子自己也会蒸。大叔就先回去了啊，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了。那丫头白天在镇上被2个二流子给盯上了，一直跟踪出了镇子。不行，我明天得给丫头准备2个药包，再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把人药倒就行。那你多准备一些啊，她现在小，容易被人给盯上。第二天早上，丫头，姨都听你大叔说了，你昨天在镇上被人盯上了，这2包药粉随身带着，有人要是敢找你麻烦，直接用药粉招呼就行。白姨，这些药粉是干什么用的？你小心一些，这一包大的，只要撒过去，那人立马就会晕倒，到时候你就赶紧跑。另一包是痒痒粉，只要那人沾上一点，全身上下就会痒得不行，只有把皮肤挠烂流血才能缓解一些。白霜怕兰草太小，不知道事情的轻重，到时候再把自己给迷晕了，再三给他讲解2种药粉的区别，最后又递给他2个瓷瓶。这个白的是痒痒粉的解药，另一个黑色的是迷药的解药，你用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啊，尤其是迷药，弄不好你自己就晕倒了，就让坏人得逞了。兰草当然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所以他答应的也格外认真。白姨，这是我昨天专门给你带的，刚刚还想着吃完饭送过去呢。哟，那姨谢谢你，不过丫头的心意姨心领了，点心呢姨尝1块就行，剩下的你留着吃。兰草小心地把白霜给的东西全都放到空间里。大叔，你们这是忙什么呢？哦，丫头来了呀，吃饭了没呀？哦，我之前在外面吃过了。大叔，哥哥这是不舒服？是啊，今天开窗的时间长了，又开始咳嗽了。你白姨呢，正给他熬药呢。我去看看哥哥。哥哥，你生病了？早上开窗的时间有些长了。哥哥，你别说话了，听我说好了。如果喝药太苦的话，就吃糖舔舔嘴。这糖是我昨天去镇上的时候买的，如果你吃着还行，等我下次去镇上了再给你带哈。你就算是不能出屋，在屋子里多活动活动，身体总会好起来的。看我天天在山里跑，身体棒棒的，不生病。这几天你不舒服，我就不来识字了。那本三字经上面的字，我大部分都认识。等你好了再教我。要不要我背一遍三字经给你？回应他的只有丰收那惊讶的眼神和一连串的咳嗽声。兰草被丰收一直咳个不停的样子给吓了一跳，他慢慢往后退了几步。哥哥，你赶紧休息吧，我先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兰草很早就醒来了。白姨，哥哥今天怎么样啦？昨天晚上咳了半宿，现在还没醒呢。你大叔下山请大夫去了。白姨，你不是大夫吗？我只是学了些医理，认识草药，但是绝对比不上坐堂大夫。也就丰收病了这么多年，对他的症状了解多一些，
才能第一时间给他配药熬药。以前我家是开医馆的，从小跟着父亲认识了一些草药，学了一些医理。只可惜等我再长大一些，那医馆也不开了。我这张嘴是怎么了？好像又招白姨伤心了。白姨，这药是不是熬好啦？我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丰收的屋里传出来一串的咳嗽声音，他的房门也打开了。白霜将熬药的药罐从炭炉上端下来，也顾不上将药倒出来，直接进去看丰收的情况。趁着这个空档，兰草快速从空间里拿出装有健体丹的药瓶，从里面倒出来一颗。这颗丹药有花生那么大，散发着淡淡的药香。他现在还不了解健体丹的功效，既害怕没有效果把丰收给吃出毛病来，又害怕效果太好不好解释，所以不敢一下子将一颗药全都用上。兰草又拿出一直随身带着的小匕首，从那颗丹药上面刮下来一些粉末，先试一下看效果再说。那些粉末掉进药罐里，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完全看不出来这药罐里多了什么东西。没过多长时间，白姨就从屋里出来了。白姨，我给哥哥送过去。好。哥哥，先把粥喝了，一会儿再喝药。你怎么来了？这丫头一大早就跑到我屋里来，昨天晚上不是还被吓得逃得很快吗？这家伙的身体也太弱了吧，就是多开了一会儿窗，居然都能病成这个样子。我都开始替大叔发愁了。大叔也不像是一个体弱的人，怎么他的儿子就是这个样子呢？谢天谢地，小峰可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次还真得谢谢我家爷爷。丫头，今天怎么没有出去啊？是不是也在担心小峰？放心吧，今年这个样子是情况最好的一次了。前几年是真的难，小峰有几次差点没有救回来，希望今年能一直这样好。以前都是请齐大夫在家里住上好几天才行呢。白姨，你和大叔对哥哥可真好。傻丫头，以后我们也会对你好的。我一直都知道大叔和白姨对我好，是对我最好的人。白姨，哥哥看样子是没什么事，我先回家啦。齐大夫，小峰今年的身体是不是好一些了？哎呀，是啊，何止好了一些，照这样下去，再有1年多，他的身体就能够彻底恢复，跟常人就没什么两样了。真的？会跟其他人一样，能够彻底好起来？这么多年了，终于听到好消息了。哎呀，这孩子终于有希望恢复正常，再也不用天气转冷就一直躲在屋子里了。是真的，再好好的调养个1年半载，这孩子的身体呀，就能够彻底恢复。你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丫头，看什么呢？白姨，大夫怎么说？哥哥的病怎么样啦？我跟你说啊，小峰的身体好了很多，大夫说再细心调养1年，就彻底恢复了。真的？那可太好啦！是啊，这可真是个好消息。用不了多久，小峰就跟你一样，可以在山里肆意的奔跑了。这小女娃性子不错呀。是啊，懂事的让人心疼呢。这不，上次去镇上啊，还专门给我打了1葫芦酒呢，我这都没舍得喝呀。瞧你嘚瑟个什么劲啊？那又不是你闺女。怎么就不是啊？在我心里她就是我闺女，亲闺女。别人当爹的都想要儿子，我爹倒好，竟然稀罕别人家的闺女，谁让我这亲儿子情何以堪啊？丫头，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不认识的字，先记下来，
等回头哥哥好一些了，可以去问他。哪里还要等到你哥哥好了再问呢？问我或者你大叔都行，我们都是识字的。阿姨，你和大叔都认字，好厉害呀！是啊，我是从小跟着父亲认的，你大叔我就不知道了，他比小凤要厉害很多。是吗？大叔比哥哥要厉害很多，一点都不像个读书人。丫头，你笑什么？我在想，大叔摇头晃脑的背书一定很好玩。你这丫头真是个鬼机灵。其实你大叔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第一次见着你大叔的时候，他还是个风度翩翩的少年，虽然有些狼狈，这几年一直在山里住着，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啊，大叔以前不是这个胡子拉碴的样子啊。当然不是，你大叔那个时候还是很英俊的。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一直在山里住着才变成这样的。山里不是挺好的吗？有吃有喝的。这山里不是挺好的吗？好像白衣却不是这样想的。你还小，等见识过外面的繁华之后，就不会觉得山里好了。丫头啊，我今天要从李家庄去镇上，你去不去啊？大叔，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东西和你一起。丫头啊，累不累？要不叔背着你走？不累，我才没走多长时间。没过多久，几人就来到了山下。进入李家庄，兰草边走边观察，这里确实比东河村要富裕一些。就在兰草暗叹李家庄的和谐时，忽然听到前方不远处传来阵阵哭喊吵闹的声音。哎呦，老天爷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孝子啊！真是娶了媳妇儿不要娘啊！你这是要逼死我这个老婆子！我不活了，今天我就吊死在你这门前！兰安平，你爹现在断了手，不能干活，你就这样狠心，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哎呦！丫头别怕，你现在可是大叔家的闺女，那个老婆子认不出你的。知道了，大叔。娘，你干什么？哎呦，我的老天爷啊！你个死崽子终于回来了！你媳妇不让我进门啊，我不活了！娘啊，你有事找我就行了，找李氏干什么呀？自从上次你把他推下河之后，他躲你都来不及，怎么敢让你靠近他呢？你个兔崽子白眼狼说什么呢？往老娘身上泼脏水，我打死你！天哪，这是亲娘吗？这得使多大的劲儿啊！这是想要那孩子的命吧？哎呦，怪不得李家丫头要带着夫婿和孩子回来呢，有这样狠心的婆婆，说不准哪天就被折磨死了呀。哎呀，回来了又怎样？刚刚老婆子分明是想要了亲儿子的命，这李家丫头可怎么办啊？娘，你就放过儿子一家吧。自从大哥的儿子将我家的小号扔进山里，自从你将我刚刚怀孕的媳妇推进了河里，我们不敢回去了呀。娘，我知道你想让我们回去供养大哥家的孩子读书，识字考功名，我求你了，每年的孝敬我都会送回去，可是真不敢回去住了呀。闭嘴！你这个兔崽子，敢坏了老大一家的名声！娘，老二也是你的亲儿子呀，别打了，你不能为了老大一家就打死他呀！你个骚蹄子，就是因为你我家老二才不听话，你该死！住手！你个死婆子，敢动我闺女一下，我废了你！死老婆子，上次你把我闺女推下河，老娘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居然敢跑到李家庄撒野！今天不留下些东西，老娘可不会放你离开。你们干什么？我教训我儿子，你们管得着吗？那是你儿子吗？
瞧你恨不得打死他那股劲儿，怕不是仇人吧？你这个死老太婆安的什么心呢？在你东河村折腾我闺女还不够，还敢跑到李家庄欺负我闺女，简直就是找打！你个死老婆子，你生的贱人，教唆我儿子不养活我们二老，还敢离家出走，还不让我教训教训了？看我今天不休了他！我撕烂你这张臭嘴！老钱婆，我想打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送上门来，我可得好好招待你。哎呦，这下好了，那老婆子可算是得到教训了。这老婆子是东河村的吧？大刚媳妇，你认识不？我跟你说呀，前几天我回了娘家一趟，哎呦呦，全村都在说这个老婆子家里的事儿呢，那叫一个热闹。啥事儿？快说说。他们家呀，先是把5岁的亲孙女扔进深山里送死，接着大房的儿子把二房的儿子也扔进山里了，所幸后来找回来了。再后来啊，大房媳妇儿据说是碰到鬼了，还不止一次，最后病倒了。接着是老二媳妇儿被这婆子推进河里，听说前几天他家老头子被人打断了手，场大戏都没有他家热闹。哇，这一桩桩一件件的都能写成话本了。还有啊，他家大房的儿子就在咱们村李秀才私塾读书呢。喂，大刚媳妇，不要乱说啊！我男人可是说了，以后都不让他来上课了，这种人呢不敢教。哎，你们知道他家老头的手是怎么断的吗？听说是那老头调戏村子里的寡妇，被人家儿子给打的。他回去一声都不敢吭啊！人群中，蓝老婆子一直没有讨到好处，还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可是她的耳朵可没有闲着，尤其是刚刚有个人说，自家老头的手之所以会断了，是因为调戏寡妇被人家的儿子给打的。怪不得回来问什么都不说，也不让他去找人报仇。渐渐的，蓝老婆子也没心思跟人打架了，恶狠狠盯着刚刚说他老头的那个男人。蓝家老婆子，你赶紧回去看看吧，没准你家老头把你打发出来，就是为了去钻草垛子呢。就你傻，横冲直撞，给人家当打手要好处呢。坏人是你，好人是他。蓝安平，你个不孝的东西，居然看着老娘被欺负，看我不打死你！你这个老钱婆，敢在我们李家打我家女婿，是欺负我们李家没人吗？小子们，押上这个恶毒的老婆子，咱们一起去问问他蓝家族长，是不是他蓝家的媳妇都是一个德行，一副尊容。家中留2个人照顾你们小妹，带上你们的媳妇，咱们一起去蓝家会会那蓝家老头，还有蓝老大一家。你们要是找不到蓝家老头，记得去草垛里找找哈。哇，这些人真厉害，力气虽然不大，但是却能制住人。丫头想学功夫？是啊，如果我也会功夫，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啦。这有什么难的？大叔就会功夫，可以教你啊。真的，大叔好厉害呀！会读书，会功夫，无所不能。可以让大叔先教自己几招，接下来自己也能照着爷爷的书上练了。你这小机灵，这小丫头也太会说话了吧？看把那丰年啊，给乐成个傻子了。丫头啊，你一会儿去哪里啊？大叔，我去同福楼。同福楼也可以，我陪你过去。一会儿你的事办完了，我再忙自己的事儿。丰年自从知道兰草被镇上的二溜子跟踪之后，就没想过再让他一个人在镇上活动。大叔，你忘了，白姨给我准备东西了，我吃不了亏的。况且上次我都没有吃亏。好，你去吧，路上小心一点啊。只是他才刚走出同福楼，就被街上一个男孩给吸引了目光。兰草只觉得眼前这个男孩有些眼熟，但是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想不起来就不想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路人而已，还是不要想太多了。也不知道大叔还在不在医馆那边。小姑娘，抓药吗？
药方拿来。不，我不抓药，我是来找人的，就是跟齐大夫一起回来的大叔，他让我来这里找他。是你啊，他出去办事还没有回来，你要不要在这里等他呀？那麻烦哥哥转告大叔，我先坐牛车离开镇子了，我在东河村的山脚下等他。兰草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他想早点回去，想看看今天上午的热闹闹到什么地步了。兰家人经不经得住李家人的折腾？要不你在医馆后院等一等，一个人回去可不安全呢。放心吧，哥哥，我可是经常一个人来镇上的。我就说吧，兰家那个老头子是个怂蛋，见我们过去一个屁都不敢放。还有那个兰家老大，什么玩意儿嘛，见我们这么多打上门，居然打发自家的婆娘带着2个儿子溜出去了，他也只是留在那里装鹌鹑。看着吧，兰家几人呢还有的闹，不过这都不关我们的事儿，他们再也不敢来闹妹夫就是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死老头子，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可怜我劳心劳力给你生儿育女，操持家事，你就是这样对我的，让整个李家庄的人欺负我，笑话我。就你这样的母老虎，还想让我怎么样对你啊？老子早就想休了你了，今天就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你要休了我，要赶我回娘家？兰老婆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老了，还要被这个老头子送回娘家？现在娘家还有什么？只有一个一点都不亲近的侄子了。难道我真的要回去看侄子一家的脸色过活？为什么不能休了你啊？如果不是你这个恶毒的老婆子去了李家找事儿，怎么会有今天的事情呢？现在好了，老二一家都从族谱上划出去了，你高兴了吧？如果不是你说想让老二回来看看，我能去找他？你这个老不死的，就知道利用我。还是啃个烧饼压压惊。兰老婆子到底不敢把老兰头给打狠了，也只是出气而已，她是真怕被送回娘家去。王氏，你这个贱人，我们兰家危难之时，你居然带着儿子离开，你现在还有脸回来？我打死你这个贱人！这么多年我们兰家真是白养你了。还有你兰园，我和你祖父时时处处替你打算，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兰老婆子扑到王氏面前，对着他又踢又打，似乎要将在李家和老兰头跟前受的气全撒出来。他虽然没有直接对兰园动手，但是看着兰园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慈爱，剩下的只有失望和冷漠。我爹，你先歇一会儿，我去给你倒水。这个儿子也是个白眼狼。爹，你干嘛打我呀？打你？老子早就都想打你了。之前李家人找老子晦气的时候，你在干嘛？自己缩到后面去，把老子和你老娘推到前面。爹，你看看我的脸，我的牙，我也没少被揍啊。他们人太多，儿子挡不住呀。要说，就该怪老二。如果不是他，李家那些人怎么会打上门来？老兰头当然知道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源头都在老二一家。但是老二现在有李家人护着，以后估计再也占不到便宜了。哎呦，你们看，那个兰园，他娘都要被打死了，还无动于衷啊！可能是毒猪傻了吧，一个小书呆。不对，他不傻，应该是自私吧。如果现在兰老婆子打的是他，你们猜他会怎样？村民们乱七八糟的议论，兰园当然听到了，他赶紧收起脸上的不耐烦和嫌弃，抬脚往老兰头和蓝安庆两人身边走去。去王氏那边不安全，很容易被暴怒的老婆子误伤。只有老爷子和蓝安庆那边还算安全，至少两人的力气没那么大，就算是被拍两下也不会伤多重。爷爷，你怎么样？没事吧？你这个逆子，作为长孙不说顶门立户，居然在家里危难之时避出去，太让人失望了。爷爷，爹，是孙儿不好，当时情况太乱了，
我娘一直拉着我不放，才被她硬拖着出门呢。哎呦天哪，亏得王氏还一直护着兰园，没想到呀。我就说吧，那是个小狼崽子，上次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就这人还读书啊？这要是以后当官了，得祸害多少人呢？难怪李家庄的李秀才不愿意再教他呢。刚刚兰园说的话，王氏也听到了，他一脸的不敢置信。这就是我掏心掏肺精心呵护的儿子，我的一腔母爱换来的是什么？兰园，你可真是好样的，这几年真是白疼你了。只是他现在这个样子让兰园无端觉得害怕，他想要说什么，张了几次嘴，却是什么都说不出来。恩妾媳妇晕倒了。天哪，那个蓝老婆子下手可真狠，你们看，王氏的头上流血了。哎呀，兰家就没一个好的呀！快去找大夫！你要死啊！把人打死了你也跑不了，这样下手没轻没重，真该把你赶回娘家去。老大，还不快把人给弄进屋去，杵在那里当柱子呀！还有你小月，你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兰家其他人这会儿见到倒地不起的王氏，又看看指指点点的众人，也只能上前把王氏给抬进屋去。不过大家很明显能感觉到兰家几人离心了，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或者是父子，全都离心了。丫头等急了吧？没有，我也刚过来，之前去看热闹了。哎，走吧。你是不是又跑去兰家看热闹去了？被大叔猜到了，我就是有些好奇。你这丫头，看热闹可以，以后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大叔，我会注意安全的。大叔，你真的会教我功夫吗？那当然，大叔也希望丫头啊以后能够保护好自己，光有大力气这可不行。那太好了。当天晚上，兰草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将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说给爷爷听，然后又背着三字经慢慢的睡着。第二天一早，白姨，哥哥今天怎么样了？好点没有？好一些了，不过这药不能断，还得再接着喝。今天有些冷，他还没起呢。就在这个时候，兰草看到屋里出来一个男人，他一时还愣住了，疑惑地看着对方。不错，知道天冷了，戴帽子。大叔？真的是大叔？怎么了？大叔今天刮了胡子就不敢认了呀？之前真没认出来。大叔今天特别英俊。丫头也这么认为，大叔还是很英俊的。那当然。干活的空档，兰草看到白霜进了屋里，药罐还在炭炉上咕嘟着，那是丰收的药。大叔，我进去帮忙看着哥哥的药。兰草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可没忘记今天过来的主要目的。哎，好，你去吧。兰草这一次照样从健体丹上面刮下一些粉末，比上次要多一些。那些粉末很快融入药罐，什么也看不见了。把健体丹的粉末用上之后，兰草便一直守着炭炉，直到白霜过来把丰收的药端走。大叔，我昨天在镇上看到一个哥哥，跟你长得挺像，特别是你现在刮掉了胡子，太像了。真的？你在哪里碰到的？真有那么像吗？我从同福来出来时看到的，眉眼跟大叔很像，看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少爷，衣服比我们的鲜亮。就在这个时候，白霜拿着空药碗回来了，她的脸上轻松很多。白姨，哥哥好些了吗？好了很多呢。丫头，今天没事，姨带你去泡温泉吧。好呀。走吧，我都准备好了。这也太近了吧，难怪大叔一家住在这里。在白霜的照顾下，兰草舒舒服服的在里面泡着。
等到他们两人泡好温泉出来的时候，兰草没有再回方家，而是直接回了自己家里。下雪啦！啊，先堆一个小雪人。你去那边陪着丫头，别再让她乱跑再着凉了。1个时辰马步，现在就开始。好，我现在就过去。这丫头越来越调皮了，挺好。爹，你不是一直夸那小豆芽乖巧懂事吗？瞧瞧，这也叫乖巧？你小子懂什么？小丫头知道调皮才是好事，说明她放开了，开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白姨，快进来！你呀，还下着雪呢，怎么就跑到外面玩雪了？也不怕染了风寒？要知道小风生病，把你大叔都给吓怕了。嘿嘿，这不是好不容易下一次雪，一时开心。小滑头，你大叔说了，1个时辰马步。兰草耷拉着脑袋，直接在屋子里开始扎起了马步。哎，居然睡着了。丫头，丫头，别睡了，要不然你大叔发现的话，会再加1个半个时辰的。哦，只扎马步太无聊了，我得分散一下注意力。然后白霜就这么看着小丫头一边扎马步一边雕刻木头。丫头，你都学会雕刻了？之前一直在瞎刻，都烧了好些废木块了呢，也不知道今天这个能不能刻好。是吗？你今天想刻什么？姨很期待啊。一会儿这个刻完了就送给你啊。那太好了，姨就等着了。白姨，你说小猴子他们会不会被冻死？外面都下雪了呢。不会的，你前一段时间不是见他们的毛不一样了吗？他们就是在为过冬做准备呢。他们在猴群里有母后照顾呢。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他们。不要想着偷跑出去玩耍，我一回去，你大叔肯定盯着你呢。知道了，白姨，我肯定不出去。爹，你看，白姨从小豆芽那里回来之后，好像心情好了很多。那可不，你白姨呢就喜欢跟那丫头待在一起。又不是她亲生的，怎么就那么稀罕？这就是缘分呐。你白姨亲生女儿1年只能偷偷去看2次，还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见到的。她把这丫头当女儿看，那也是一种寄托。哎，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我们遇到小丫头之后，所有的事情啊都在慢慢变好吗？丰年忽然想到了这个，自从遇到了这丫头之后，自己跟野猪的对战完胜，小风避免了从山上滚落下去，白霜有了情感寄托，就连小风现在的身体都好了很多。爹，你想多了。睡觉前，兰草终于将之前打算送给白霜的木雕完成。阿姨，昨天的木块已经雕好了，我拿给你看。丫头啊，你可真厉害，这也太像了吧。你看我衣服上的盘扣，你都刻得一模一样，这要是拿出去卖，能换不少钱呢。白姨，你喜欢这个雕刻吗？当然喜欢了，丫头雕的实在是太好了。大叔，今天有礼物送给你哦。这个木雕刻的就是他自己，推了一个板车，板车上还坐了一个扎着2个小揪揪的女娃娃，两人都笑得极为开心。乖乖，这是你雕的？是啊，大叔，你看我雕的像不像？哎呦，你这可不得了，打眼一看就知道雕的是我和你，这怎么能不像呢？没想到啊，小豆芽的手艺还真不错。丫头啊，你这几天一直钻在家里，就是忙这个的呀？是呀，我之前练了2个多月呢，刻的都不好，全都烧了，这几天才好一些。你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不过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够一直低着头雕刻，那样对身体不好呢。我知道呢，大叔，这几天一直都是刻一会儿就在家里活动活动，没有坐在那里不动。明天的天气也不错，可以去镇上。丫头是不是也想去啊？嘿嘿，大叔，我跟你一起去呗。当然行，我不答应你，
真害怕你自己一个人跑到镇上去。丫头啊，一会儿在齐大夫那里会合，这次啊，不许先离开了。我记下了，大叔。哎呦，丫头可有日子没来了。大叔好，最近这段时间下雪，山上的路也不好走。嘿，说的也是，我可是盼着你好久了。佟掌柜亲自把兰草带来的猎物一一称重，等兰草喝完茶之后，事先准备好的1两碎银就摆到了他面前。谢谢佟大叔。兰草道谢的时候还送上了一个小小的木雕。哎呦，小丫头居然送大叔这么精巧的东西，太客气了。这是我自己刻的，谢谢大叔这段时间的照顾。哟，这是你刻的，这可太厉害了，小丫头，可以啊。大叔喜欢就好，我先离开啦。兰草来到医馆的时候，丰年已经等在那里了。哎，丫头，听你大叔说你学了雕刻，而且还刻得不错，让我也看看。我今天专门给齐大夫带了呢。除了用料普通了一些，其他都好，很是生动形象啊，丫头不错。丫头啊，你有没有想过雕一些适合的当摆件？咱们这种小地方买不起那名贵的东西，像这种小玩意儿摆在家里啊，也能够增添一些乐趣。我想试着看看能不能换钱，不过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卖，要出去摆摊吗？那倒不必，有没有大一点的，多留几个在这里，我回头啊找人帮你看看。好，我这里还有一些。兰草装模作样从背篓里拿出一个竹筐，里面放了7、8个大大小小的木雕。他一股脑地将竹筐推到了齐大夫面前。哇，你还真带了这么多出来？是呀，我原本就想着来镇上试试能不能换钱的。好了，这事儿交给我。小云，回吧，刘先生今天不会见咱们了。爹，要不花点钱再想想办法吧。李先生那里不能去了，刘先生这里如果不收我的话，儿子以后读书的路就断了。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前几天下大雪，家里的房子都被压塌了，现在我和你爷都挤在你那屋里呢。你是打算让我们一家全都冻死，让你读书不是？爹，那我以后读书怎么办？想读书就自己赚钱。家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爷现在干不了活，你奶也病了，一家人连吃喝都成问题了，你什么时候能懂事一些啊？爹，难道我读了这几年的书就要这样放弃？兰园上了这个私塾，体验过了跟村子里其他孩子的不一样生活，怎么甘心就那么回去天天干活？他这几年只要捧着一本书，不管看不看，一家人都不会打扰自己，更不会指使他去干活。兰园不想放弃这样的生活。你现在已经识了不少字儿，在镇上找个活计也不难。如果刘先生执意不收你的话，就出去赚钱吧。如果你不甘心，就去求求你爷和你奶。要知道，家里的银钱可一直是老两口收着呢。家里的银钱一直被老娘把控着，老两口不愿意再出钱供大儿子读书，他也没有办法。一直到郎安庆走出镇子，兰园一直都没有跟上，他还是站在私塾门口，希望刘先生能够出来见他一面。一家人苦上几年，打点一下供我读书有那么难吗？真是没用，什么都听老子娘的。不行，我不能这样放弃。我不想跟那个粗俗的朝天辫一样，小小年纪就在地里刨食，整天脏兮兮的。兰草看到兰园站在原地不停地转着眼珠子，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便选择了离开。大叔。兰草还在奇怪，之前不是说要在齐大夫那里吃饭吗？走吧，大叔请你吃饭，你齐大叔这会儿出诊去了。齐大叔好忙呀。事发突然，那个私塾刘先生的孙女儿掉进枯井里面去了，摔断了腿，幸好被一个少年给救上来了。我刚才呢还去看了一眼。这也太巧了吧，
我刚刚还在刘先生的私塾外面看了一场戏，怎么这才多久，那边就出事了？特别是那个救人的少年。兰草脑海里就出现了兰园之前在私塾外面沉思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感觉这件救人的事情太过巧合了。丫头不是一向对这些八卦感兴趣的吗？这会儿怎么一言不发呢？丫头啊，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呀？大叔，我没事，只是刚刚在街上转的时候看了一会儿热闹，正好就在私塾门口。你呀，咋就那么爱凑热闹呢？那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给大叔说说，我也有些兴趣呢。吃饭的时候，兰草将之前在私塾外面听到的对话给说了一遍。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只觉得那个兰园的眼睛很可怕，不知道在想什么。放心吧，刘先生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如果真的救了他的小孙女还好，如果真的是利用他的宝贝孙女算计人家，恐怕以后都不要再想读书这件事儿了。听到他这样说，兰草的心也放了下来。他的心里其实是挺惧怕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太没有底线了。吃过饭之后，时间已经不早了。丫头，你还有没有东西要买呢？我要买的东西都买啦。马哥，我们为什么要怕那个女娲？她不是挺好的吗？你来得晚，不知道轻重。上次我们这么多人被他一个小豆芽给狠狠地收拾了一顿，然后绑在这个林子里的树上，硬生生被绑了2天，动不得分毫。是啊，你是不知道被绑在树上没吃没喝又动不了有多痛苦。我饿极了，还吃了几个爬到嘴边的蚂蚁和虫子，还有2个身上爬满了蜜蜂，那是动都不敢动一下，更没有胆子吃了，只能硬生生的饿着。啊，这么厉害吗？不像啊。你别不当一回事儿，小心哪里也被打一顿，绑在树上冻几天。这种天气，你直接就能变成冰坨子了。我听小马哥的，不知道丫头在家里干啥呢，一天都不怎么出来。估计啊，在家里刻木头呢。这丫头最近练习得很刻苦啊，这段时间我过去的时候，她就在刻木头。那可不，昨天齐大夫那里还留了几件，他说啊，要推荐给镇上的几个熟人，没准呢，过几天就会有消息了。真的？那可太好了，齐大夫在镇上这么多年，那熟人可是真不少。如果能跟哪个店铺的掌柜牵上线，这丫头以后的生活都不用愁了。小丫头自身能干，这倒是真的。爹，要我说，房子被压塌的人家肯定是太懒了。你看咱们家那次下雪的时候清理了2次房顶，不就没事吗？你小子说的没错，但凡是勤快一些啊，那房顶都不会被压塌。丰年对于丰收这话表示很赞同。为什么别人家的房子都没塌，就他兰家的房子塌了？还不是一家子懒骨头，这也真是活该。你今年的身体也好了不少，往后多活动活动。过了年也教你功夫，等以后见了你祖父啊，他也不至于揍我。都听爹的，儿子也觉得今年的身体轻松了很多。哼，你明白就好。咱们丰家的男儿个个都会功夫，并且都不弱。爹，你刚刚说我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前都没听你说起过。你祖父呀，那就是个暴脾气。当年啊，我可没少被他收拾，也就是你祖母才能够劝得住他。那老头啊，这几年也是受苦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孩子的身体好了，已经不需要时时刻刻的都守着，那我是不是也就可以悄悄的去看看那老头子了？祖父在哪里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那个小豆芽老早都在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更是自学了一门雕刻的手艺，以后的生活肯定是不愁的。那么我呢？这么多年，爹和白姨赚的钱大部分都用在我身上，我比那小豆芽还大几岁，不能一直靠爹养着。之前就听说可以在镇上书斋抄书赚钱，
李夫子之前就夸奖我的字写得好，那是不是可以试试？反正今年我的身体好了很多，抄书什么的完全可以。也不知道下次爹什么时候去镇上，到时候可以让他带着我写的字去试试，能挣一些钱就挣一些。兰草在自家刻了好一会儿木头，然后就起来活动活动。迎风拂柳步、七星鞭，还有丰年教的拳法，他都齐齐的来了一遍。风兄弟，风兄弟，李二哥，你怎么过来了？快进屋啊！进屋就不了，我就是过来给你带句话。齐大夫让你和家里的丫头明天去镇上一趟。李二哥这么远专门跑一趟，真是太感谢了。哎呀，真的不用客气，正好今天去镇上了，也是顺道的事儿。爹，我想在家里抄书，以前听李夫子说过，可以在镇上的书斋拿书回来抄，抄书既能增加学问，又能练字赚钱。咋想着抄书了？这孩子是受啥刺激了呀？居然想着抄书赚钱？隔壁的小豆芽才5岁，都能养活自己了，还把日子过得不错。儿子现在身体好了很多，就想着抄书，对以后的学业也是有好处的。你年龄这么小，写出来的字，书斋那边认不认啊？李夫子之前就说过我的字不错，儿子想试试。那我明天去书斋试试，你写的字让我带过去几张，要不然宋掌柜可不会应下这事儿的。丰收见丰年应下，直接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张，上面的字都是他昨天用心写的，赶紧递到丰年手里。不错，你一早就准备好了，看来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我把东西给你带回来，那就好好做，过完年之后再去私塾读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啊！快下刀来劈死这个杀千刀的！一家人躲在这里享福，不管家中可怜的爹娘啊！老二，大哥求求你啊，救救你侄子吧！你侄子已经被关起来几天了呀，你怎么忍心看着他一个孩子就这样受苦啊？大哥给你跪下了，你救救孩子吧！只是嘴里在喊着，双腿却站得笔直，一看就是惺惺作态。你这个不孝子，还不赶快给老子出来！你侄子还在县城等着你去救呢，快开门啊！兰草这还是第一次见老蓝头这么耍无赖。以前他总是缩在人后面出主意，这次又是为了什么跑到这里开始闹了？不明白，难道兰家的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那个最奸诈的老蓝头都出马了。牛车从蓝安平家门口走过去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嚎什么。这几人想让蓝安平去救他侄子，那不就是蓝源吗？难道镇上私塾发生的事情被我给猜到了？大叔，刚才那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在闹什么呀？他们呀，最近天天在那里闹。他们自己儿子在镇上闹出了一些事情，被关了起来。他们想要把人弄出来，就得花钱，这不就找上了这家人。听说那个孩子也才8、9岁的样子，心思也太歹毒了些。经过这事之后，什么前程都没有了。我看闹事的那3个人就是想要钱。谁说不是呢？上次那个老太婆闹事就被李家人打上门了，这次李家人就没有一点反应。现在是农闲时候，李家的男丁大部分都去县城找活干了，剩下的李家人也跟他们打过，可是没用。那几个人就是无赖，天天来闹。村子里那些最爱看热闹的人都看烦了，那个院子现在都没人住，一家人都不知道躲到哪里了，谁还不是忙着给自家挣钱呢？丫头上次留在这里的木雕都被我给送人了，书斋的宋掌柜、珍宝阁的秦掌柜，还有杂货铺的吴掌柜。前2天那几个掌柜都回话了，只不过几人的要求都不一样。珍宝阁希望把它木雕弄得更加精细一些，换上好一些的木料，最好能够雕一些吉祥如意内容，那些能够卖上价钱。
书斋那边呢，则是希望多一些笔筒、笔架、印章镇纸之类的，要文雅一些的。杂货铺那边，只要求生动有趣的小件，木料什么的也没有什么要求。兰草没想到，旗下店铺居然都有了消息，那我以后是不是只要在家里雕木头就行啦？也不知道挣的钱跟打猎比起来怎么样。可要签订契约，木雕的价钱怎么说呀？难道卖木雕跟卖猎物不一样，还要签订契约？当然是要签订契约了，只不过你放心让小丫头就这么大咧咧的跟人切，就不怕被人盯上？再对这丫头不利可怎么办呢？丫头还是太小了，不适合出现在那些人跟前。万一那些人起了歹心，把丫头给夺去，专门的给他们挣钱，可怎么办？大叔，你别担心，我不往他们跟前凑，他们要是敢起坏心，我就揍他们。不过咱们一定要签什么契约吗？不能像去酒楼卖猎物那样。很快他也就明白了，曾经的亲人对自己下起手来一点都不含糊，更不要说那些陌生人了。大叔他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要不然把今天带的东西拿过去探探路，签个简单的契约就行。毕竟丫头的手艺会越来越好，而且那些物件的大小都不等，价钱呢也没法定死。丫头，关于契约的事情，我们一会儿见到那几个掌柜了再说。你呢就在旁边看着，长长见识。不过以后还要学会另外一件事情。啥事？你得学会记账看账回去了我就教你。记账看账？是啊，这个以后用得多，得学。等你学会了，就自己记账看账，自己挣多少钱总得是心里有数，不是？以后谁也糊弄不了你。我和你大叔也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在旁边给你看着，以后呢都得看你自己的。我听两位大叔的，学看账记账。反正我现在还小，有的是时间学习，一样一样来呗。接下来三人商量着今天去哪里跟那几个掌柜见面。要不去百味楼或者同福楼？行，那就同福楼吧，丫头在那里跟那里的掌柜还认识呢。丫头觉得怎么样啊？听大叔的。东家，刘先生家里来人了，他家小孙女又惊住了，似乎还有些发热，这会儿闹得凶，刘先生请你过去呢。冯兄弟带丫头先过去，刘家那丫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兄长先忙吧，我带丫头先过去了。丫头别担心，你齐大叔忙完了就过来，咱们先去同福楼等着，一会儿叔给你点些好吃的。真的？那可太好了，一会儿我问问佟掌柜他那里啥好吃的。好，一会儿问问佟掌柜，大叔买来给你吃。哟，是丫头你啊？这是你爹？多谢佟掌柜对我闺女的照顾啊。哎呀，客气客气，主要是这小丫头能干又讨喜呀。丫头你上次带的木雕可还有啊？佟掌柜问的是我上次送的木雕。是这样的，上次这丫头送我一个木雕，我看着喜欢，就放在柜台上算盘旁边，可以时时看着。结果被我家少东家给看中了，还说要再弄几个，先放到县城的铺子里不知道少东家那边有什么要求，是要摆件还是把玩的小物事？不瞒佟掌柜说今天我们也是借贵宝地跟镇上的几个铺子的掌柜商议这个事情呢。是吗？这是好事恭喜大兄弟恭喜丫头。接下来佟掌柜和丰年就开始你来我往的商量起来，征求过兰草的意见之后，最后敲定10天后交5个跟之前那个同样风格的摆件。为了显示他们的诚意，佟掌柜直接付了1两银子的定金。等到齐大夫过来的时候，佟掌柜已经离开，
这会儿到了饭点儿，他还要去招呼酒楼的客人呢。不过额外送了一道点心给兰草。接下来，兰草一边啃点心，一边好奇地看着齐大夫和丰年跟那几个掌柜说话。原来针对不同的人，还要用不同的方式说话。原来讨价还价还可以这样。原来大叔坐在雅间之后，和平时一点都不一样，精明的不像话。就在刚刚，一共商定了5个笔筒、笔架、镇纸、15个摆件、20个把件，以及一些挂件。今天带来的木雕也被佟掌柜给全包了。这么一会儿收了2两定金，今天带来的几个木雕也卖了2两多。兰草的小金库一下子又多起来了，开心。就连丰收想着的事情刚刚也解决了。书斋的宋掌柜看了他的字之后，对他的字还算满意，表示一会儿铺子里的伙计送几本书和纸张过来，到时候让丰年带回去，等书抄好了之后再送去书斋。哎，丫头，别睡了，要吃饭了。吃什么？吃完饭去大叔的医馆去睡啊。好香呀！接下来兰草再也顾不上想其他，美美的饱餐了一顿。正好这会儿有时间，齐大夫难得出来，也不想立马就回医馆，他和丰年便坐在一起说话。丰年是知道兰园这个人的，因此就想知道刘先生家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兰园故意设计的，便问起了那事儿。哎，你是不知道啊，刘先生家的小孙女啊，这次啊可是遭了罪了，大冷天的受了惊吓，还受了凉，发了2天热，这才刚刚的好上那么一些。那个小子我是见过的，长得人模狗样，没想到心思那么的坏，当时那些外人都以为是他救了人呢。这事儿若是放在别家，也就把人当救命恩人给供起来了，没准还会因为名声把那丫头嫁到他家去呢。刘先生那是一般人吗？当初在京中的时候可都是听过他的名头的，就是因为啊断案太厉害，人又比较古板较真，被人不容，这才辞官的。刘先生一眼就看出猫腻来了，3两下的就将人给炸得乱了阵脚，直接就把人送去了衙门了。刘先生虽说是辞官了，可是他的名头啊那可是摆在那儿的，县令大人都不敢造次。那个小子想要出来，恐怕得狠狠地蜕一层皮，而且读书这条路也断了。伤了刘先生的小孙女，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脱身呢？幸亏我离开得早，要不然那些人为了救兰园，是不是要把我卖掉？那样恐怕就不会认识大叔，不会有现在精彩的日子了。丫头，我们走吧。小草，婶子很惭愧，在家时没有护着你。你最近过得好吗？婶子不是看到了吗？我现在很好，从来没有的好。离开那里之后，我也是有人疼、有家的孩子了。好，好像离开那个家之后，都会过得不错。哎，这段时间你不要回去，不要乱跑，离那个家远远的。我知道了。兰家的小草已经死了，怎么会回去呢？婶子保重。今天兰草忽然间见到李氏，心里有些乱，同时他也不想让李氏发现他跟医馆的人很熟悉，便直接走了出去。走吧，丫头，我们去买些东西再回去。大叔，你等一下，我去买糖葫芦。于是有钱的兰草一口气买了5串。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这吃多了牙会倒的。没有很多呀，大叔、白姨、哥哥我，还有小猴子，再少就不够分啦。对了，你的户籍也是个问题，也不知道你以前的户籍有没有呢？平时也没事，但是万一遇到事情，那可是还是有些麻烦的。丰年突然想到了关于兰草户籍的问题，现在好些刻薄的乡下人都不给家里的女孩子上户籍，
毕竟上户籍也是要花银子的。不知道，就算是有户籍，我在兰家也是个死人了。大叔，我以后怎么办？会不会很麻烦？那这事儿得赶快解决了，以后你用到户籍的地方会很多，而且万一让人发现你是黑户，会当成流民处理的。啊，当流民会怎么样？会被关起来吗？放心吧，有大叔呢，回头啊找人花银子给你补一个户籍，到时候跟叔一样落户到镇上就行。大叔的户籍落在镇上，你不是住在山里吗？这山上啊没村没寨的，也没法落到那里。我和小峰的户籍呢都在镇上。那白姨呢？她的户籍也在镇上。她呀，她不一样。兰草虽然不明白白姨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大叔不说，他也不好刨根问底。这个分寸他一直都知道。怎么样？收获颇丰。那可太好了，丫头熬出来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到兰草把上次在镇上接的订单全部刻完之后，离过年也只剩下3天时间。哥哥，我今天带大白出去长见识，你可要帮我看好小白哦。我那杂物房里面给他准备有草料，小白会自己去吃的，你别让他乱跑就行。一只羊还要去见啥世面？行了，你走吧，我给你看着小白。今天都要离开，只有我一个人在山上，还好有小白陪我。丰年和白霜两人吃过饭，从厨房出来时，兰草已经准备好了。你这是干啥？大叔，我今天带大白去见见世面。小丫头又有什么新想法了？该不会……白姨瞧好吧。天哪，丫头，你打算骑着去镇上？让他骑着吧，我们走慢点。不知道是不是大白第一次下山，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宽的路，到了后来居然小跑了起来。大白，你慢一些，看把我大叔和白姨累的。大白也顺势停了下来，回头不满地看了喘着粗气的两人一眼，那意思也太明显了一些。丰年被他的眼神给气得哭笑不得，他被一个羊给鄙视了。快看，前面有个小娃骑着羊呢。是啊，这是哪家的孩子？看背影怪可爱的。你们说我咋就没想到呢？骑羊去镇上，省得跟你们挤了呀。哎呀，你可拉倒吧，没见到人家是个娃娃，你骑驴还差不多，那羊能被你直接给压趴下。大兄弟，你家女娃呢？今天又没跟你在一起？那不在前面呢。那是你家丫头。哦呦，这离得远，我居然都没看清楚啊！有想法。爷爷，看看我这大白是不是很棒？哎呦，你这大白可不得了啊，壮得很。不过小女娃的这个想法也不错呀。走啦，大白。大兄弟，丫头骑那么快，你都不担心？没事的，那孩子厉害着呢，有分寸。郭大叔，你认识那个骑羊的小娃？是哪个村的？这女娃可太有灵性了，咋就那么可爱呢？看看，你们这些老娘们，那冒着绿光的眼神，把人家孩子都给吓跑了。哎呀呀！哎，我说老郭头，我们哪里有吓孩子了？就是觉得可爱。是啊，你这个老郭头可不兴诬赖人，快点赶车，我还想看看那骑羊的小娃呢。大白，看见没有？冲进那个院子去吓吓那个小胖子。大白见自己居然可以搞事情，便想也不想就小跑进了院子。由于蓝浩是背对着院门口，因此也没有发现危险已经降临。大白来到蓝浩背后，低头脑袋猛地发力，直接顶到了他的屁股上。他顾不得看身后是什么东西，撒丫子就开始跑。爹，救我呀！只可惜屋里似乎并没有人，蓝浩喊了好几声都没有见人出来。你别追我，爹，救我呀！
蓝浩能感觉到身后有个什么东西在追自己，他不敢停下来，只能不停地跑。蓝草看着狼狈逃跑的小胖子，心情格外好，他可算是逮着机会狠狠收拾他一回了。蓝浩最终还是被大白给追上了，又用脑袋顶了他屁股一下，结果那个小胖子就这么坐到了大白脑袋上面。大白因为眼睛被蓝浩的屁股盖住，到处乱窜。蓝浩吓得连哭喊都忘记了，只呆呆地看着自己屁股底下伸出来的半截嘴巴，手里也在胡乱地摸索着，想抓住什么。蓝草可不想因为自己的恶作剧把这家伙给摔死了，于是便一把拉住蓝浩的衣领，他的手这会儿有些冰，碰到蓝浩的脖子。别吃我，别吃我，我不好吃，救命！闭嘴！快走，有人出来了！大白晃晃脑袋，一下子就冲出了院子，很快就没了踪影。小浩，你怎么了？不是在扎马步吗？怎么哭上了？是不是嫌累啊？刚才有妖怪进咱家院子了，追着我跑了很久，还抓着我的脖子，它的爪子好冰，特别有劲儿，还拧我屁股了。那个妖怪还让我闭嘴。好了好了，你以后跟着舅舅好好练功夫，以后找那妖怪报仇。他可不信什么妖怪，会不会是蓝家那个老不要脸的在搞事情？那个小娃怎么在后面啊？哎呀，他刚刚跑哪里去了？我们怎么都没见呢？小女娃，你也快到镇上，要不要让我把你的羊给放到同福楼，让他们看着？不用了，我怕佟掌柜把我的大白给下锅喽。呵呵，大叔，我先去齐大叔那里。哎呦，小祖宗，你咋跑这儿来了？快出去啊！我们这里不给羊看病。平安哥哥，是我小草。哎呦，是你这小丫头啊！今天怎么还带来一只羊啊？这是刚买的？这是我自己养的，今天坐牛车的人太多，我骑它来的。大叔还在后面呢。可以啊，有想法。我说呢，一只羊咋就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了呢？正准备往外赶呢。我这不是怕放在同福楼那边被胖大厨看中，万一下锅了可怎么办？所以就赶到这里了。哎呀，没事儿，放这里就行。你离开的时候可以走后院。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前面忙了。我跟你说，这里面晒的是草药，你可不许偷吃，听到没有？你要是敢偷吃，不光自己会肚子疼，我还要带你去看胖大厨怎么做羊肉汤、烤羊排、手抓羊肉。大白哆嗦着回应两声，他后悔了，不该跟着主人来到这陌生的地方，让自己出苦力不说，还威胁羊。他想回山上。我刚刚在路上就听人议论，说镇上来了一个骑羊的小娃儿。当时猜着就是你这丫头，没想到还真的是你。齐大叔，你来啦！小丫头啊，这次可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怎么样？气质儒雅美大叔。行，看样子啊，这段时间没少看书呢。丫头居然这样夸别人，你让大叔心里多难过呀。大叔刮了胡子，当然也是俊美不凡。算你这次过关。接下来丰年和齐大叔又寒暄了几句，就分开各自忙活。白霜要去置办各种年货，兰草也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帮自己也带一份，量不用太多。他自己则是要去同福楼那边送货，佟掌柜也将这一次的费用直接给他结清。哎呀，要过年了，大叔给你的压岁钱，你要好好长大啊。压岁钱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倒是小胖子曾经向我炫耀过，被蓝老婆子给呵斥了一顿，想必蓝园当时也是有的吧。没想到我第一次领到压岁钱居然是佟掌柜给我的。佟大叔，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红包，
谢谢大叔。童大叔新年大吉。好，过年大吉。大叔快看，我又见到那个小哥哥了，快看。远处在人群中，一个小少年顶着和丰年有7分相似的脸，也在左顾右盼。在哪儿呢？什么小哥哥呀？那就在那里，那个小哥哥和大叔长得很像，我上次就见过一次。没有啊，丫头是不是看错了呀？兰草也往那边看了一眼，果然已经没有人了。可能走了吧。哎，还记得前段时间东河村兰家的事情吗？怎么啦？那会儿之前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附近几个村子没人不知道的。只是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消息啊。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啊，那个家散了。啥？散了？哎呦，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他家那个害人的孩子被县太爷罚过之后，他家还被罚了一笔钱，那孩子都没有回家，直接就在县城里被家里人卖给人牙子了。哎呦呦，还真给卖了。不过那孩子留着也是膈应，在这十里八乡早已经坏了名声，没用了，是吗？还有呢，他家那黑心肝的老婆子还想要卖自家儿媳妇呢，结果被人家给跑了，还抱走了小孙子。哎呦，你们不知道，他们一家在县城里闹得可厉害了。是吗？那后来呢？还能怎样？老两口把儿子一家给彻底拆散了。那儿子气急之下，大冬天的就那么离开了县城，这20多天呀，没有一点音信。哎呦，那这个家可真是散了，就剩老两口了。这是咋回事？曾经稳重的丰收呢？小学究一样的哥哥呢？眼前这个熊孩子是谁啊？那个可恶的梁教授居然敢欺负我家仔仔，我得去保护仔仔。小夫，小心！正跑得一脸通红的丰收没有想到外出的家人都回来了，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好像从来没在家人面前这样奔跑过，怪不好意思的。你这孩子怎么我们不在家就闹成这样？累不累？爹，白姨，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个小白可恶得很，居然把咱们家的半颗白菜给偷了回去，还悄悄摸走了好几个红薯呢。还有那几只鸡居然跟小白是一伙的，也跟着一起捣乱。好吧，我家的崽闯祸了，怪不好意思。哥哥别气了，我这就回去教训小白。以后你就多出来跑跑，你看这脸色多好，是不是出了一身汗，身体呢又轻松了不少？过完年就开始扎马步吧。好，有太阳了我就出来跑跑。这个孩子是彻底好了，这段时间都没有咳嗽过，而且今天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出现别的症状，一切都正常。这孩子好了，是真的好了呀。是啊，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怎么收拾这些熊孩子？大白，过来，给小白说说那些羊肉汤、手抓羊肉、羊肉串都是用什么做的。你告诉他，再去偷菜就把它扔进大叔家的锅里炖了，他家的锅大小正合适。小白，你过来，看到没有？这个是羊肉包子，就是用你同伴的肉做的，闻闻香不香啊？下次你再偷人东西，就把你变成包子，听到没有？外面的那些人可喜欢吃你们的肉了。果然还是个孩子呀。他原本是来送小丫头扔在院门口的东西，刚把东西放到厨房，想着来这边打声招呼，没想到居然碰到这么有趣的一幕。丫头我把你的东西放你屋里了。同时丰年还将兰草新的户籍文书给了他，名字也没有改，
跟封家人一样落户在镇上。有了这个，以后会方便很多，你一定要收好啊。谢谢大叔。哎，行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小白还小，要好好教。我那里吃的东西啊，这还多着呢。大叔，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们，不让小白再淘气啦。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明天一早就开始准备过年的东西。从第二天开始，兰草跟在白霜后面，从早忙到晚，准备过年的东西。而小白自从那天他被丰收追着跑之后，他仿佛认准了丰收，只要他出现在院子里，小白就追过去找事儿。小白这是记仇了，他还从来没有被追着打过呢。谁说不是呢？都成精了。不就是追着他打吗？我也没有真的打到，怎么就记恨上我了？小豆芽，你是不是对小白做什么了？哪有？我什么也没做。难道我那天回来的时候威胁得很了？那小崽子记恨上了高中的丰收，所以才会一直找丰收的麻烦。反正对于兰草的话，丰收是不相信的。估计这家伙是对小白做了什么，要不然小白这2天不会这么老实，只找我一个人的麻烦。阿姨，肉馅剁好了，菜也切好了。正好，面也和好了，我来调味。爹，你快来看，小豆芽学会包饺子了。不错，一会儿丫头包的饺子给我煮了，这看着就想吃。爹，你太偏心了。我闺女我乐意，就是吃那些有路线有稠的饺子我也愿意。爷爷，过年了，小草刚刚还带回来了一些饺子，也不知道你吃到了没有。爷爷，你再不出现，我都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你这样的神仙是住在哪里的呢？是不是在云里边？他又自言自语说了一会儿话，不知不觉也睡了过去。梦里走出来一个白发老人。爷爷，我好想你啊！爷爷，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识字了，还学了雕刻，现在都能换钱了。哎，好，爷爷就找老友下了几盘棋，丫头怎么就哭成这个样子啦？下几盘棋？是啊，爷爷只是去下了几盘棋，喝了2杯茶。没想到你们这里都到过年的时候了。兰草感觉自己有些听不懂爷爷说的话。我在山里都住了几个月了，怎么爷爷才下了几盘棋？算了，不想了，能够再次见到爷爷就已经很开心了。哎，丫头，来尝尝煮的鱼汤，你在山里这么长时间没有喝过吧？旁边还有一条烤鱼呢，都是爷爷给你准备的。丫头，这段时间你做的饭菜我都收到了，还有你的生活日志爷爷能看的。爷爷，我现在都识字了，是大叔一家教的呢，他们一家人全都识字，好厉害的。既然爷爷能看到我写的日志，那我以后就天天写，把想爷爷的话也写到里面。好。扫把星宠溺地看着兰草，原本他以为这个小女娃一个人在山里，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所以才稍微照顾一下。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每天都给自己做饭，不管食材好坏，味道如何，最起码他坚持做他当初承诺的，会一直供奉自己。如果不是他一直坚持，估计自己也不会再次出现，毕竟这样一个赤诚的孩子实在难得。同时他也没想到，这才几个月时间，这个坚强的孩子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孩子，快点吃，一会儿该凉了。爷爷你也吃，这可真好吃。以前在村子里的时候，听小伙伴们说村外的河里也有鱼，但是我不敢去了，害怕掉进去就出不来了。
没错，你太小了，那条河那么宽那么深，你不下河是对的。爷爷你看，这是早就想送给你的。好，爷爷收下了。一会儿爷爷再跟你一些书，记得要好好看，以后能保护自己，能过得更好。谢谢爷爷。既然你们这里过年了，爷爷给你准备了压岁钱。扫把星递给他一个红色荷包，里面装着一个精致的银锁。谢谢爷爷，爷爷新年好，大吉大利。好，大吉大利。你这孩子现在白净了许多，比这之前也长了一些肉，再加上这身衣服呀，还有那小舅舅，看这个真是个福娃呀。我本来就是福娃，要不然也不会遇到爷爷。一老一小又说了一会儿话，兰草也吃饱喝足了，直接挺着个小肚皮开始睡觉。扫把星这会儿却是清醒得很，在兰草的身上打了好几个手势，那衣服随着扫把星的手势不停地在空中翻飞，也不知道里面又被加入了什么东西，开始散发着各种不同的光芒。许久之后，那衣服又回到兰草身上，又变成了之前的样子。也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发现。随后他又用法术划破兰草的手指，将渗出来的血滴到刚刚送出去的银锁上面。小丫头，不管后面的路有多难，你都要好好长大哦。兰草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他左右看看，还是在自己家里，哪里有什么爷爷的影子啊？不过他在枕头边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荷包。爷爷真的来过了，我的空间升级了，这可太神奇了。兰草现在的空间除了爷爷留下的所有东西，还包括了他现在住的地方。空间里住的地方除了没有封家的房子，其他的和他现在住的地方一模一样，有山有水还有温泉，也可以带大白和小白进入空间。以后兰草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把家里养的动物放进空间了。真好。丫头，快起来了，收拾一下，我们要出发了。姨这边把饭都做好了。好，我这就起来。大叔，白姨今天怎么这么早？这不是今天要去县城吗？你白姨这会儿啊，正高兴呢。我跟你说，白姨昨天晚上一直拉着我问她脸色好不好，衣服怎么样，会不会太土气，那紧张的呀。哎呀，这不是要去见闺女了吗？太紧张了，咱们得理解。几人在白霜的催促下快速吃了早饭，又包了一些干粮，这才准备出发。丫头，家里那几只可怎么办？你给安排好了吗？咱们这次出门要4、5天呢。放心吧，大叔，我都安排好了，而且还有小辉他们会时不时过来看看呢。大叔，你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碰到郭大爷的牛车？不知道，估计郭大爷这会儿啊，正从镇上往回赶呢。不过我们今天不坐牛车。不坐牛车也没事，我歇一会儿，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走路。我这身体早就恢复好了。不坐牛车我们做什么？是不是要走着去镇上，然后还要走着去县城？大叔今天啊，带你们坐马车。真的？那可太好了。大叔，咱们去哪里坐马车？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马车呢。马车是我借的，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赶车。白姨，你坐过马车没有？我以前坐过呀，只是上山之后就没有坐过。我还没有见过真的马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如图册上那样俊逸神气。一家人没说多长时间的话，就见一辆青布马车缓缓驶来。大叔，你可真厉害，连马车都会赶。果然，坐在马车上跟之前坐在牛车上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速度快了很多不说，就连视线都高了一些。马车到县城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家人在县城问了好几家客栈，全都客满了。
然后他们又往稍微偏僻一些的街道过去看看，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家客栈。哦，这就是客栈呀，还负责给我们喂马。我小时候去求医的时候倒是住过客栈，只是想不起来了。哥哥，你一会儿想不想去外面转转？外面好热闹呀！刚刚我在车上看见街上有好多人，好多花灯。我也想去。放心吧，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呢就去街上看看。太好了，大叔你最好了。丫头啊，一会儿要跟紧你大叔和小峰啊，姨还有别的事情，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啊，八姨不跟我们一起吗？好可惜。这么好玩的时候，一家人居然少了一个。你白姨啊，好不容易来县城，她还有别的事儿呢。哥哥，我看到了，那边有吹糖人的，还有那边有卖头花的，那朵红色的真好看。哎，大叔，我看到那个哥哥了，跟你长得很像的那一个。在哪呢？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丰年听到兰草的声音，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他这一看，还真的是愣了一下。那个少年眉眼间确实跟丰家人很像，丰年不由多看了几眼。大叔，我没说错吧？那个哥哥跟你确实长得很像，我们过去看看吧。或许是兰草的声音太大，那个少年一行人也往他这边看过来，弄得兰草怪不好意思的，只是冲那个少年挥手表示善意。就在他催促着让丰年过去跟那个小哥哥打招呼的时候，丰大叔，你们也出来了。熟悉的声音忽然在他们背后响了起来，同时也阻止了丰年打算靠近那个少年的脚步。哎呀，白鹰，是你们呐！齐大叔好，齐哥哥好。等到兰草再次寻找之前见到的少年时，这才发现对方已经被一群下人簇拥着匆忙离开。如果下次再见面，就让大叔和那个哥哥认识。主要是他俩长得太像了，没准两人是亲戚呢。你们放开我，本少爷不想回去。你们这些奴才好大的胆子，居然这样对我！快点回去！那少年被人扔回马车，心里暗恼：这群狗奴才果然没把我当主子，一个个下手没点轻重，少爷的胳膊都被抓疼了。等着，等我再练一段时间武，一定要将这些小人打得满地找牙。尤其是身边这个老婆子，才是最恶毒的。在院子里，所有人都听她的，根本不将她的话放在心上。好可惜，刚刚我已经见到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男人，他会不会是我的亲人啊？一会儿要不要再找机会溜出来？夫人，你的诚心感动了佛祖。今天我见到那个人了，还有少爷，真正的少爷呀！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老奴刚刚在街上看到9年前那个人了，他旁边的小少年酷似老爷，肯定是少爷呀！真的？嬷嬷，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孩子好不好？脸色怎么样？个子高不高啊？我的夫人哎，老奴看得真的。少爷虽然瘦了些，但是真精神。我见到他那会儿啊，像只猴子一样蹦蹦跳跳的，活泼得很啊。真的？哎呦，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他现在在哪里？住在哪里？我想见见他。夫人，老奴回来之前就派人跟着，想必过不了多久就有消息了。夫人先放心休息，老奴这就去看看那人回来了没有。此时的秦夫人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儿子。当初老夫人以自己进门多年无子为由，逼着自己给老爷纳了一个贵妾，后来自己先一步下手，设计那个女人和外面男人私会，正好被人抓到，这才将那女人嫁了出去。也是因为这样，她也被婆母和夫君厌弃。如果不是当时发现自己有孕，说不定她秦家早就没有她这个人了。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自己思虑过重，又被老夫人搓磨立规矩，所以生出来的儿子才会病歪歪的。请来的大夫一个个都摇头叹息，
只说那孩子太弱，养不大，让他早做打算。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趁着坐月子有很多避讳，几乎没人来他的院子，和王嬷嬷一起带着孩子出门找大夫。没想到他们才出门没多久，就碰到一个年轻人浑身是血，晕倒在路边，怀里还抱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就这样，他将自己病弱的儿子留在了那个一身是血的年轻人身边，带走了他身边的孩子。事后他带着孩子回府，让王嬷嬷花钱找人把那个男人送到医馆。他也不想自己的儿子就那么在路边冻死，只是等他在秦家热热闹闹出了月子，再让王嬷嬷去打听那人的下落时，他早就离开了医馆，而自己凭着手里这个健康的孩子，彻底在秦家站稳脚跟，将之前那些作妖的妾室全都打压了下去。这9年来，带着自己儿子的那个男人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已经不在人世，没想到他居然活得好好的。真是老天有眼，把我的儿子又给好好的送了回来。叔，你有没有发现有人一直跟着我们？放心吧，我感觉到了，只是不知道他的目标是谁。大叔，如果那是坏人，我能不能动手？丫头啊，你要记得在不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不要轻易动手，万一对方比你厉害很多，没准你就直接栽了进去了。我知道了，大叔，那我一会儿就想动手。一会儿看看对方的目标是谁，要不你一会儿和哥哥一起跟着齐大夫去吕家住1晚。不要，你让哥哥跟着齐大叔走，我很厉害的，而且大叔送我的鞭子我都随身带着呢，能帮忙打坏人的。小凤啊，你晚上跟着你齐叔一起，正好跟白英多处处。丰年对于自家儿子那傻样简直没眼看，他也怕一会儿有危险，还是把人打发走的好。真的？我可以和白英哥一起吗？哎呀，那可太好了，小凤和小丫头跟着我们回去，我家那口子可稀罕这丫头了。丫头呢就跟着我，白霜一会儿就回来了。回去的这一路，兰草依旧关注着一行人的后面，那个人还是跟在后面。大叔，这个人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人，我记得他的气息，一股马粪味，他脸上还有一道疤。为什么盯着我呀？可是又为什么跟着齐大夫去了？难道我的判断错了？丫头啊，要不你先回房间，我跟着那人看看。丰年不放心，不管那人是为什么跟着齐家几人，他总得弄清楚才行。大叔，我跟你一起。听话，大叔啊，是去跟着那坏人，怕顾不上你呢。大叔快走，一会儿那坏人该跑没影啦。就这样，之前一直在跟踪别人的人，现在变成了那个被跟踪的，只是他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大叔，我手里的石子实在是忍不住了。所幸齐大夫一行人这会儿正说得热闹，根本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叫了一声，继续往前走，很快就转过街角不见了。那个壮汉原本想要继续跟着几人的，可惜还不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整个人就已经晕了过去。大叔，你也有那个药粉？是啊，还有，你下次动手能不能够提前说一声呢？这还说你什么手里的石子忍不住了，分明就是你自己忍不住了。嘿嘿，下次我让他忍住，绝对不能乱跑。哎，好了，我们先把人弄到没人的地方，好好的问问他。行了行，再不行我把你扔去喂狼了。无论兰草怎么拍打威胁，那人就是醒不过来。丰年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药，他还不知道这药的威力还挺大，这一次没有经验，下次少用一些。大叔，怎么办？要不然我把他抽醒吧。试试吧。最后鞭打针扎，两人折腾了许久，终于将遍体鳞伤的壮汉给弄醒了。疼死老子了！
明明我只是腿上受了伤，为什么全身都疼啊？这是哪里？根本就不是之前我跟踪那些人的地方。你跟踪那些人干什么？我不知道啊，嬷嬷只让我跟着，看他们住在哪里。这个嬷嬷是什么人？王嬷嬷是我们夫人身边的人，最近去照顾大少爷了。你们夫人？你们是县城哪家的？那个王嬷嬷为什么让你跟着？那个壮汉看着人高马大，没想到骨头那么软，兰草都没有来得及再甩出第二鞭，那人就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所有问题都答了一遍。原来这人是这县城里的商户秦家的马夫，刚刚跟着大少爷一起出来玩，不知道为什么夫人身边的嬷嬷是怎么想的，强行把大少爷带回去，又打发人来跟着这些人。于是他一个马夫眼睁睁看着其他人赶走了马车，让他来干这跟踪人的活，结果被人逮到打了一顿。丰年两人得到为数不多的消息，快速离开巷子。至于那个田六，药劲儿过去之后他自己会回去的。只是两人翻墙回到客栈之后，他们发现已经出去很长时间的白霜居然还没有回来。大叔，白姨怎么还没有回来？她会不会出事了？放心吧，你白姨啊是去看自己的女儿了，说不定这会儿正高兴着呢，就不用担心她了。既然大叔说没事，那我就放心了。大叔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可以的。丫头啊，今天太晚了，你就少写一会儿，然后赶紧就睡觉吧。我们明天一早呢就退房。啊，你要退房了吗？白姨会不会找不到我们？是啊，秦家那些人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他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重新找个地方住吧。我都听大叔的。哎，丫头，行了没啊？大叔，我还有1刻钟就可以了。我先去收拾东西，马上就去退房。咱们一会儿在外面吃早饭。好。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在县学附近找了一家客栈。大叔，也不知道白姨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要不要去找找她？我也只是听说他的女儿在城西陈家，不过具体的我也没问。要不我们去城西打听一下吧，这样是真的有些不放心。也可以，就当是带你去城西转转，不过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就是了。你个死崽子，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你跟的人呢？嬷嬷，小的在半道被人发现了，然后被打晕扔在了巷子里，冻了一夜。王嬷嬷快要被这个田六给气死了，她好不容易得到一些少爷的线索，没想到这个笨蛋居然把人给跟丢了。废物，这真是个废物！这要是让夫人知道了，不光是你，就连我都要跟着你倒霉。你就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打听到？有消息，当密伙人说一个男人和孩子住在城中的春来客栈。这还差不多，还不带人去？哎，算了，我跟你一起去。另一边的兰草这会儿已经来到了城西。大叔，那是不是白姨？是他。白姨，你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我没事，就是有些难过。走吧，我们回去。让丫头担心了，昨天晚上被2个熟人拦住了，后来有些太晚，就在他那里住下了。回来就好，我和大叔都有些担心，这才想着去那边看看。我打算明天看过花灯之后就离开县城，明天大家出门的时候都遮掩几分。这样行吗？会不会不安全呢？那你们怎么想？我想回家。我也想回家。那好，我们今天用过午饭就启程，齐大哥那边可要一起？我们也回去，
城外见吧。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傅妈妈说，我女儿明天晚上会出府看花灯，我想见见她。那你再留几天，这个院子先住着，一会儿再交几天房钱，办完事了自己回来，我再给你留一些银钱。王嬷嬷，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呢？老奴该死，老奴办事不力，请夫人责罚。罚倒是不必了，你该清楚，如果我不能见到我儿子，你也不必见你孙子了。夫人放心，老奴已经得到线索，这就带人去打探，这一次定将少爷请回来。去吧，记住我刚刚说的话。到镇子上就感觉熟悉多了，就连空气都觉得是清新的。我好想小辉他们，还有大白、小白、大花他们，都好几天没见他们了。是啊，这一次离家3天的时间，也不知道家里好不好。大叔，哥哥明天要上私塾了，别忘了把东西都准备好，明天早上过来吃饭。好嘞，辛苦小豆芽了。同一时间，秦夫人将卧病在床的秦老爷气个半死之后，打发人叫来一脸倔强的秦继祖。你这孩子不是整天跑得不着家，就是关在院子里不出门，让来福来贵带你去外面松快松快。咱这样的人家不需要一直看书学习，家里的产业以后都是你的。对于秦夫人的话，他是一个字都不想回答。自从无意间知道自己是刻意换回来的之后，就思考了很多。他知道秦夫人故意让人教坏自己，知道对方要毁了自己，只是可惜他院子里的下人全是魁梧有力的，自己摆脱不了。这会儿也只能顺从的行礼告退，跟着来福来贵出门溜达。大少爷，您看今天去哪里松快松快？南市今天有斗鸡、斗蛐蛐，小的把你的大将军都带了呢。大少爷，要不然我们去听曲儿？那怡红楼唱的小曲儿的，那可是一绝呀。要不去试试手去？先去酒楼吃饭，其他的再说。哎呦，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看看呐！没良心的死崽子不管我们老两口啊，把病重的老人扔在破烂的房子里，自己带着媳妇儿在这里享福。老天爷，你就降2道雷劈死那个不孝儿子吧！老婆子我不活了，今天我们就吊死在这里，到了下面也要去阎王爷那里告一状。蓝老婆子一边哭喊，一边把绳子往老蓝头的脖子上套，那绳子的另一端已经绑在了院门上。蓝草严重怀疑蓝老婆子是想趁着这次大乱的机会把老蓝头给解决掉，要不然为什么不把这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反而套到老蓝头的脖子上面呢？快看，杀人了，他把那个老头给累死了。他的声音刚刚落下，那些看热闹的人也不淡定了，赶紧上前把蓝老婆子拉开，把老蓝头从那绳子里解救出来。哎呦，不得了了！这老婆子想要让我们村子里杀人，还想让自家的儿子背黑锅。是啊，万一这老头死了，到时候这老婆子还会怪到蓝安平2口子身上。天哪，难怪那2口子都不敢回东河村，这老太婆太毒了吧！这谁家吵闹不是虚张声势？这老婆子居然来真的！快打发人去找东河村的村长和蓝家族长过来。没过多久，东河村的村长和蓝家的族长就过来了。因蓝老婆子试图勒死老蓝头，卖了亲孙子蓝元，扔了孙女蓝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蓝老婆子沉塘。先把人带回家再说。就这样，早有准备的几个下人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在丰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将人给迷晕，抬进了马车，快速离开。丰收，哥哥！丫头怎么了？大叔，都这么晚了，哥哥还没有回来。什么？没回来？丫头，你先回家，不要乱跑，我去找小峰。丰年忍着腿软往山下跑去，
他在李家庄还有几个人，可以让他们帮忙找人，或许一起在私塾读书的孩子们知道些什么。小灰、小鸡、猴娘，你们见过丰收没有？他不见了。所有的猴子相互看了看之后，开始齐齐摇头。接下来，小猴子又是一阵比划，兰草也渐渐明白他们的意思。你们说哥哥下午就没有上山？小猴子们齐齐点头。谢谢你们，我下山去找哥哥去，你们快回去吧。什么？丰收没有回去？散学之后，我看着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出了院子，往山上的方向去的。当时有几个村民来接孩子，也不知道他们看见了没有啊？先生能带我去那些人家问问不能？走，我带你去问问。同时，李家庄很多人家的院子都被敲开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自己看到的。丰年很快就想明白了，是有人进了村子，尾随着丰收，在上山的路上把他给劫走了。打听清楚之后，丰年便骑马追出了村子。兰草下山之后，就又骑上了大白赶路。他迎面就碰上了正在讨论事情的李家庄众人。还真是太可怕了，居然有人进村子把孩子掳走了。哎，听说李先生很看重那个孩子呀。也是可怜，那孩子住在山上，今天又是一个人回家，可不就被那些人给得手了吗？也不知道那几人能追上不能。原来哥哥是被人掳走了吗？他不由在大白屁股上拍了2下，让大白再跑快一些。夫人，王嬷嬷让我回来报信，说是人被请回来了，请夫人安心。真的？是，王嬷嬷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只是马车走得慢，让到明天一早城门开的时候才能进城了。好，下去领赏。谢夫人。春柳，少爷的院子和里面伺候的人准备好了吗？还有房间的摆设都要用最好的。夫人放心吧，听风院已经布置好了，那里面的布置摆设都用的是最好的。那就好。春柳，去把来福来贵叫来。秦夫人吩咐来福来贵明天把家里的贾少爷秦继族骗到人牙子魏婆子那里，把秦继族卖得越远越好，让他永无出头之日。哥，我不敢呐。废物，夫人吩咐的，你敢不做？你好好想想忤逆夫人的后果吧。快些睡觉，明天一早就把人带出去。他们说把人带出去，那就是我了。来贵不敢做什么，难不成是要对我下手？秦继祖顾不上想那么多了，他也要提前做些准备才行。就这样，他摸黑把缝有银票的袜子换上，又从床上的暗格里拿出秦老爷之前给自己的小匕首，还有来福来贵2人的卖身契也被他塞进另一只袜子里。这2人的卖身契是他从秦老爷那里讨来的，就连秦夫人都不知道。他决定不在秦家耗着了，明天出去之后就离开这里。至于来福来贵2个人，自然给他们找个好地方。难道这是在马车里？丰收并没有第一时间睁开眼睛，只是强压下心里的恐慌，静静地听马车里对话的声音。嬷嬷，我们从县城专门跑到这里，就是为了这小子。你瞎呀？看不出来他长得跟老爷很像吗？老娘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小子，他才是我们秦家的大少爷。什么？他是大少爷？那现在的大少爷又是谁呢？多年前，大少爷被贼人给偷偷换掉了，夫人也是才发现没多久。王嬷嬷无耻地歪曲事实。什么人那么可恶，居然敢换掉我们秦家的少爷？哎呦，看看大少爷身上的衣服，这些年肯定吃了不少苦啊。丰收的心里却并不认同刚刚听到的话，自己爹爹得有多傻呀，才能去找别人换一个常年生病的累赘回来，然后把所有钱都用来给他看病养身体。他一直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到了后来，那些人为了省事，居然再次把他给迷晕了过去。小白快跑，咱们去看看哥哥在不在前面，快呀！丫头和小白怎么会在这里？还一路从最后面往前跑。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人在意他插队。
还在为一人一羊加油。丫头，小白，你们站住！谁知道前面一人一羊听到他的声音更加慌乱，小白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他对于丰收的气息简直不要太熟悉，这也是蓝草把他放出来的原因。到了最后2辆马车的时候，小白快速地冲到最前面那辆马车跟前。蓝草和丰年对于这辆马车也更加上心了一些，也在猜测说不定丰收就在这里。蓝草刚打算走近一些往马车里面看看，小娃走远些，把你的羊给看好了。蓝草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丰年给拉着胳膊制止了，并用眼神示意他看。原来最前面2辆马车一模一样，就连赶车的马夫都是一样的衣服。最主要的是他不知道马车里面有多少人。大叔，我看到了，哥哥的目标在那马车夫的手里。我们跟上去看看，这大白天的也不好救人呐。我说今天出去玩也不用起这么早吧，少爷我都没有睡醒呢。嘿，少爷，昨儿听曲感觉怎么样？小子今天带你去玩更好玩的。哦，昨天那个唱的还不错，怎么着？还有更有意思的？哎，少爷，今天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小子已经打听好了。魏婆子那里从南边弄来了几个小女娃，那嗓子唱起小曲来，那叫一个妙啊！哎，是啊是啊，魏婆子那里可是有好货色的。行吧，少爷我跟你们去一趟，如果没有昨天那个唱得好，就扒了你俩的皮。秦祭祖对于这个魏婆子也是知道一些的，秦家那些犯错的下人就是卖给他的，从他那里出去的人都卖往一些脏地方去。这个秦夫人难道不是想要我的命，是想把我毁得更彻底一些？早上没吃饭，我得吃饱了再过去。我一会儿可是要逃跑的，怎么能不吃饱呢？那小的这就去买。一起去，万一他在里面下了点药，我不就被卖了？还是小心一些的好。秦祭祖看着那早市摊的中年人做了一份馄饨，又要了2个烧饼。秦祭祖还特别大方地把手里的烧饼递给2人，2人吃的那叫一个满足，根本没有注意到那2个烧饼已经被秦祭祖动了手脚。秦少爷这样的贵人，怎么来了我这贱地方？快请坐，快请坐。那个这2人灌了哑药，这2张卖身契就是你的了。好，秦少爷稍等，老夫人这就准备。来人，把这2人拉下去。少爷，你干什么？不可能，我们的卖身契怎么能在你那儿？来福来贵2兄弟一下子就不淡定了，他们之前还想着把人带到这里之后直接将人给卖了呢，夫人可是交代了要卖得越远越好。可是现在怎么回事？他们2人都还没有行动呢，怎么就被一个9岁的孩子给卖了？早知道卖身契在少爷这里，他们2人怎么着也不敢这么放肆的呀！兔崽子，敢这样阴大爷我，看我不宰了你！魏婆子，这2人是你的了，我就一个要求，远远打发去挖矿就好。毕竟这种一心想要害自家主子的人是没人敢用的，也省得跟你惹祸。魏婆子今天白得2个人，就算是卖到矿上，那也能赚10几两银子呢，这买卖划算。对于秦祭祖的要求，他当然不会拒绝。等到秦祭祖心满意足地离开魏婆子的院子之后，搭了一个来县城送菜的牛车，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县城。他怕自己再不离开这里，会被秦夫人的人察觉到，如果他们把自己抓回去，那就没有可能再逃出来了。至于从小一直细心培养自己的秦老爷，只能辜负他了。其实秦祭祖也不知道秦老爷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就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就这样，秦祭祖跟匆匆赶到县城的丰年2人完美的错过了。孩子，我的孩子，你可算是回来了，娘终于找到你了，感谢上苍，让你又回来我的身边。我的个乖乖啊，这叫什么事？大叔知道吗？哥哥是这家的孩子，那大叔的孩子呢？难不成那个跟大叔长得很像的哥哥才是大叔的孩子？夫人，王嬷嬷出事了。什么？
窗外的丰年看到秦夫人跟人出去，丝毫不犹豫，直接翻窗进去，一个手刀将那小丫头拍晕，抱着丰收又跳窗离开。快走！哎呀，小丫头还没来。她来了，在后面。丫头啊，你带着她干啥呀？我能不能直接说丰收不是丰收？还是让这人说吧，我一个小孩子说不清楚。哦，我的屁股啊！说吧，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儿子？王嬷嬷说，我们带回去的人才是秦家真正的少爷。她说，少爷刚出生就被人给换走了。什么？孩子换了？那个死老太婆说没说过是被谁换的？她说，是被你们换的。放你娘的屁！我家爷吃饱了撑的，专门换一个体弱的孩子回去。这么多年，为了这个孩子劳心劳力，弄得自己几乎倾家荡产，在山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跟个野人一样。老二，去把那个老婆子抓过来，今天我要把这事儿彻底的给弄清楚。大叔，你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我和李二叔一起去。丫头，你不要再去了，小孩子家快去睡觉，要不然是长不高的。把那婆子带回来，活着就行，这是强效迷药，你们用的时候小心一点。这孩子肯定是累着了，跟着担心了一夜呢。没事了，爹来接你了，先吃点东西，是不是吓坏了呀？爹，你会不会不要我？傻孩子，你可是我一把屎一把水拉扯大的，费了多少的心思你才能够长这么高，爹怎么会不要你呢？爹，我怕他们，我都来不及呼救就晕了过去，醒来他们说我不是冯家的孩子，我怎么会不是冯家的孩子？别哭了，你现在都长大了，是男子汉了，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丰收。太好了，我想和爹爹一起回山上。爹，我们现在就走吧。虽然有了丰年的保证，丰收还是想要离开这里。他不想再听那个老婆子说什么，他怕自己真的被证实不是丰家的孩子。丰年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始末。好了，先吃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好好的睡上一觉。丰收这会儿心事重重，他一点都吃不下去，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药劲儿还没有散去，便又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我儿子呢？你们少爷呢？废物，怎么照顾人的？来人，把人给我泼刑！李老二两人就是趁秦夫人在听风院发疯，又打发所有人都出去找少爷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将昏迷的王嬷嬷给带了出来。老爷，你快点好起来吧，家里出大事了。你这个家伙可算是来了，老子找人算计了，再不离开就得交代在这里了。老奴来晚了，让爷受苦了。爷放心，外面院子这会儿正乱着呢，几个忠心的守在院子里。老爷先委屈一会儿，老奴这就带您离开，咱们去找大夫。除了这个姓钱的一会儿带走，其余的送他们上路。老子不管他们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敢害老子，敢囚禁老子，全部打杀。至于他们的家人，等老子从阎王爷那里把命夺回来了，再好好算账。记住呢，他这段时间怎么样？老爷，大少爷一早带着来福来贵出门了，一会儿咱们离开之后，老奴就打发人去找。好，一定把人带到我面前，我怕那孩子也跟我一样被人下毒手了。嘿，老爷先跟着他们走，老奴帮你收拾一些东西。房间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你把我用的枕头带走就行了。秦奋，去找少爷的人回来了没有？老爷，今天清晨王嬷嬷带人从外面回来，带了一个孩子，
听跟他同行的小厮说，那个孩子是家里真正的少爷。真正的少爷？那我记错呢？我也只是听那小厮说的。据他说，刚带回来的孩子跟老爷确实挺像，只是老奴一直没有见过那个孩子。听说那个孩子和王嬷嬷被人从家里带走了，夫人那边忙着找人，老奴啊，这才趁乱把老爷带出来的。秦奋，去城外庄子上调人回来，一定要仔细筛查。今天晚上带人把家里所有人全都绑了。至于那个钱儿，直接给我扔进夫人的院子里。这个毒妇，我要宰了他。还有，快点把祭祖找回来。那个毒妇把我精心教养的儿子给害成什么样子了？是，老奴再派人出去。少爷，你离这个男人远一些，小心他伤到你。当年就是他把应该享受富贵的你给换走了，害得你在这贱民家里吃了那么多的苦。混蛋，你个胡说八道的老婆子，我抽烂你的嘴！可恶的人贩子，敢进村子抢人，我打死你！王嬷嬷原本还想再对着丰年骂什么，就被对方直接砸断了2条腿，嘴里想要骂人的话再也骂不出来了。这位大爷，您大人大量，饶了老婆子吧。你为什么老婆子全都说，一五一十绝不该隐瞒？你之前说我儿子是你家少爷，是怎么回事？当年我家夫人成亲3年，好不容易有孕，却因为时常被老夫人搓磨立规矩，又有家里的小妾时不时跳出来闹事儿，老爷却对这些一直不闻不问。有孕期间就没有一天舒坦过。等到少爷出生的时候，弱得跟个猫似的，家里请来的大夫都断定少爷太弱，指定活不过3岁。老爷和老夫人对于夫人更加不喜，少爷出生好几天都没有人露面看一眼。夫人不开心的，月子期间带着孩子出了门，打算找附近有名的大夫给瞧瞧，结果还没有见到大夫，就遇到了晕在血泊里的你，怀里还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我们一时间被那孩子的哭声给吸引了，下车一看，发现这孩子虽然还很小，哭声却很大，比家里的小少爷健康很多，夫人一眼就看上了心。夫人为了能在秦家彻底站稳脚，思虑再三，就把2个孩子给换了。夫人带着孩子回家，我找人把你和小少爷送进医馆。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自己带着那孩子一路出行，走得艰难，他又刚刚死了奶娘，是我做得不够好，才让那孩子的身体越来越差，还自责了这么多年。原来是你们趁我昏迷不醒，将人给换了。丰年说着，那手里的棍子再次挥了出去，一下子砸断了王嬷嬷的左胳膊。当年我从医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笑我一直以为那孩子都跟着我一路奔波，又死了奶娘，是我没照顾好他，才让他生了重病，整个小脸都瘦弱了许多。呵呵，李老二，你在旁边把这老钱婆的话全部都记下来，一会儿让他按手印。李老二苦着脸点点头，他确实不太擅长写字，那一手字实在有些难看。李二叔，我来。那你们夫人又怎么想着把人给要回去了？那天晚上在县城的街道上，老婆子一眼就认出了你，还有身边的小少爷，他跟老爷长得很像，没想到他的身体居然恢复得这么好，老婆子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哦，所以你家夫人让你们把丰收给抢回去？是，夫人听说了少爷身体好好的，便动了心思，让我们把人给请回去。听你这么说，那想必这秦夫人对我那孩子并不上心吧？
这位爷放心，我家夫人对少爷挺好，吃穿用度都是家里最好的，小厮丫头一个都不少，照顾得极为周到。你胡说！县城的人都在说秦家少爷不学无术，好赌成性，整天招猫逗狗，名声差到了极点。这就是你家夫人所谓的对孩子极好吗？丰年又是一棍子砸过去，王嬷嬷的右胳膊也被打断。你家那个少爷呢？祭祖少爷每天都带着小厮出门斗鸡、斗蛐蛐儿、听曲儿，到晚上才能回来。王嬷嬷昨天晚上不在家里，她还不知道自家夫人已经吩咐来福来贵对秦祭祖下手，还以为她一如既往那样天天在街上逛。我果然不是冯家的孩子，生母还如此卑劣恶毒，我该怎么办？李老二，你们去守着秦家那边打探消息，晚上我去会会秦家那个夫人。丫头让王嬷嬷按手印，剩下你们两个好好的招待秦家这两个人。为什么你们要出现？我才刚刚从鬼门关逃回来，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拖进地狱？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肮脏的人和事？一旁的兰草看着这样发疯的丰收，有些无奈，直接跳起来，一手刀劈到他后颈，丰收直接晕了过去。他将人扛着就出了杂物间，把他放回之前休息的床上。这样的丰收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说，我之前见过那个哥哥几次，他不是传闻中说的那样的人，我保证。真的？那就好。丫头啊，下午你自己在家里，我让人给你买些吃的，你不许再乱跑了。大叔不想再把你也给弄掉了。大叔放心，就在这院子里等你，家里还有大白和小白陪我呢。等到丰年他们吃完饭之后，便商议着再多带一些人，晚上去秦家闹事。只有丰收默不作声地坐在饭桌前，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吃吧，造成这样的结果，那都是大人的错。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苛待你，只是现在没法心平气和地和你相处。之前我说的话还是算数的。丰收这才一边流泪一边吃饭。把这两个人带过去，扔到那秦夫人的院子里，再找找那个孩子，我怕那个孩子会遭遇到不测，那个秦夫人心毒得很呐。大叔，李二叔他们在秦家守着，我可以帮你扛人过去的。好，你可以过去，但是不准冒险。如果遇到事情，就独自离开，回到这院子里。知道了，大叔，我是过去帮忙的，不会添乱，也不会让大叔分心。啊，先休息一会儿，天黑了就过去。太好啦，我去准备。小匕首带上，那个不长眼的敢挡路就给他来一下。迷药带上，如果对方人太多了就撒药放倒一片。绳子带上，有人反抗的全捆起来。痒药带上，让他们把自己抓成大花脸，又痒又疼。还有一竹筒的虫子也带上，他们还活着，很好，全都撒到秦夫人的床上身上。小豆芽，哥哥你来啦。小豆芽，你说爹以后还要我不要了？大叔是我见过最善良最柔软的人，他是最好的大叔。兰草能看得出来大叔和哥哥有些不自在，那也只是大叔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就是怕如果爹爹不要我了，我该怎么办？不要怕，在我看来，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还是你。再说了，你看看我，有什么好怕的？对，不管我在哪里，我都是丰收，是爹爹教养长大的丰收。好了，哥哥，我要出发啦。大白、小白留下来陪你，你不准乱跑，要不然大叔找不到你会难受的。小凤，你就在屋里，不要乱跑。那边的事情弄完了，爹再回来接你们。我知道了，爹。
不好了，夫人！大管家带人冲进来，把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给抓起来了。什么？秦奋好大的狗胆！只是秦夫人还没走出屋子，砰砰2声，她就被迎面2个黑影给砸了个正着。夫人，你怎么了？两人才把秦夫人挪回床上，兰草一把将怀里开了盖的竹筒扔到秦夫人的床上，直直砸在她脑门上。竹筒里的各种虫子一下子在秦夫人的脑袋上炸开，掉到哪里都是。把里面的人带出来，全都绑了。这位兄弟，我现在要带我们老爷处理一些家事，兄弟可要回避呀？回避就不用了，我也要找那秦夫人算账。来人，把夫人弄醒，我有话要问。秦奋，你这个狗奴才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绑我的人！快把春柳给放了！夫人，老奴带来了几个人，夫人不妨先看看。夫人，救救老奴啊！夫人，奴才都是听您的话呀。夫人，救命啊！小的就是一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呀。秦奋，你居然敢把我的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好大的狗胆，本夫人大杀了你！这秦家还是老爷的秦家，老奴自然是要听老爷的。什么老爷？你家老爷都半年没出过房门了，这秦家还是本夫人说了算。这几个人就地杖毙，或者你们谁来告诉我祭祖少爷去了哪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大管家，老奴今天早上才回来，是真的不知道啊。哎呀，大管家，饶了小的吧，我就是一跑腿的，今天没见过呀。我说，少爷他……春柳说话的时候，还偷偷地瞄了一眼正喘着粗气的秦夫人。看什么看？快说！少爷他被来福来贵带出去卖了。什么？被卖了？把话说清楚。昨天晚上我守在门外，夫人交代来福来贵让他们一早把人带出去，就不要让人再回来了，最好是卖远一点，矿场也可以。卖了哪一家了？奴婢不知，夫人只让他们看着办，越远越好，最好回不来。自己这么多年掏心掏肺精心养着别人家的孩子，而人家呢，最后却想把人给卖掉，只因为他们抢回了亲生儿子。你居然敢伤我！我可是秦家夫人，你一介贱民就不怕掉脑袋？哼，秦夫人算个什么东西？如果我家的孩子有个万一，你猜猜你儿子会遭受什么？快来人，把城中所有的人衙子那里全找一遍，一定要找回祭祖少爷。大管家，告诉你们老爷，这事儿没完。如果找不到人，哼！这位兄弟，咱们找人要紧，其他的容后再说。我们走去找人。丰年离开之前，抽出自己的匕首，又在秦夫人的右臂上捅了一下，这才罢休。你们说吧，夫人是怎么给老夫人下毒的？又是怎么毒害老爷的？秦奋，你这个狗奴才居然敢胡说八道！如果让外人知道我对婆母和夫君下毒，那我娘家的所有人都会受到牵连。不行，这事儿不能承认。老奴可不敢胡说八道，老奴手里可是有证词的。来人，进去搜，还有这些狗腿子的房间，一丝一毫都不许放过。秦奋，你放肆！哼，夫人，老奴向来是守规矩，今天回来也是得了老爷的吩咐，才敢如此行事的。怕是夫人还不了解，老爷已经开始解毒了。什么？他解毒了？怪不得大管家今天如此跋扈，
全然没有把我这个当家夫人看在眼里。原来是这样。是啊，老爷说了，毒害婆母，毒害夫君，暗害秦家多个子嗣，不管哪一条，都够夫人暴毙了。只是不知道夫人的娘家能不能承受得起老爷的报复啊。我替自己出气有什么错？我打杀了那个妖精有什么错？我想在秦家立足有什么错？我想要回我亲生儿子有什么错？要怪就怪那个老钱婆心思恶毒，哪有新婚第2天就给儿子纳妾的？谁家会让正室给一个怀孕妾室端茶倒水？也不怕一个小妾受不住折了寿？看吧，她果然不长寿，就连她生的2个崽子都是个短命的。要怪就怪你家老爷宠妾灭妻，凭什么让我一个正室夫人处处让着他一个小妾？我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报仇？反正儿子又不是亲生的，我为什么要留着这个肮脏的秦家？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觉得恶心。把夫人关进屋里，任何人不得靠近。这几个人和东西全都带走，我们去夫人的娘家看看。别敲了，今天午时，鬼婆子带着一院子的人离开了，听说是找到买家了，人家把人拉去赚那黑心钱去了。这位兄弟，我们是来找孩子的，你今天上午有没有见到有2个人来卖掉一个小孩？我白天在外面做工，晚上才回来。这个院子里已经来来去去的人多了，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的2个人卖孩子。你回去转告你家老爷，我要见他。哎呀，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小凤，爹明天要出发去找人，我会把你交给秦老爷，毕竟他是你的亲爹，你跟着他我也放心。爹，对于离开疼爱自己多年的爹爹，他很是迷茫和害怕。可是现在他看得很明白，自己留在这里也只是个累赘，反而会阻挡丰年去找自家孩子的步伐。放心吧，等爹把人找回来再来看你。幸好你现在身体好了，爹也就放心了。我知道了，爹。我去秦家，我还能再见到爹爹吗？会的。丰年将丰收打发回房间睡觉之后，这才一脸歉意的来到兰草旁边。丫头啊，大叔要出门几天，我让人送你回山上吧。等大叔办完事情就回去找你，好不好？大叔，你要去找小哥哥吗？是啊，当年大叔历经生死才把他给带出来，没想到却把人给弄丢了，我得去找他，一定得找到。我听大叔的，小草也会帮忙找的，我以前可是见过哥哥的。真乖，你有事情可以去李家庄那个院子里找人给我送信，你有事儿也可以找齐大夫帮忙，我会给他留信的。好。如果你白衣回去了，你到我房间的枕头里把他的卖身契还给他。丰收已经离开了，他也自由了，说不定他就可以一直守着自己的女儿了呢。卖身契？是啊，当初我在医馆醒来的时候，跟我一起出来的奶娘已经死了，于是就买了你白姨。她当时啊才生了女儿没多久，正好呢是给丰收当奶娘。大叔，你是不是明天就要离开去找哥哥了？是啊，明天一早我就把丰收交给秦老爷，就要去找那个孩子了。还好我现在有他的画像，相信很快就会找到的。丰年见兰草一脸担心，抬手揉揉他的脑袋。放心吧，大叔很快就回去，你在山上照顾好自己，如果害怕了就下山去李家庄那个院子里住，那也是大叔的家。我记住了，我乖乖在山上等大叔带哥哥回来。小草现在能照顾好自己，家里还有大白、小白和小灰他们呢。
说不定等我回去的时候，白姨也回去了呢。大叔不用担心我啊。这封信交给齐大夫，有事就找他帮忙。这封信给李家庄小院里的看门人，你认识的。你有事也可以给我写信，交给小院里的人就行，他们会找到我的。我这一走不知道要多久，家里的那些菜和肉你都放在你那里慢慢吃，要不然就该坏了。挂在我房间里的弓箭你打猎的时候可以带着，一个人不要进深山，平时警醒一些，院门要关着，不要去深水边，那里时常有猛兽出没喝水，也不要进河里，掉进去可就出不来了。每天都要练功，不准偷懒。大叔回来可是要检查的。大叔，我记下了。接下来我又要一个人生活了，也不知道白姨会不会回去。秦老爷在外面。知道了，把小凤也叫起来吧。秦老爷不用行此大礼，还是解决眼前的事情要紧。是，还找到孩子要紧。关于你家妇人故意的调换两家的孩子，这事儿没完，我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等到我找到了人，自然会回来找他。还有我现在要去找封家的孩子，没有精力再照顾丰收了，请秦老爷多费心。这么多年，丰收也是我当成眼珠子看着长大的，我可不想他在你们家再受到什么委屈。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他受委屈。只是这么多年，我也是愧对了祭祖，忽视了他许多，让他在家里有了这样的遭遇，实在无言以对。这次我也派了人出来，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找人，也算是我尽一份心了。爹，去吧，那是你亲爹。今天我要出发找人，把你交到他手上，爹也放心一些。你要记得回家以后学业不可放松，身体也要注意，毕竟你才刚刚恢复。爹，孩儿记住了。丰收扑通一声跪倒在丰年面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头。傻小子，爹找到了人了，还会回来看你的，还要检查你的功课呢。冯兄弟放心吧，我会送他继续读书的。小凤、小草这会睡着了，我已经安排人送他回家，你不用担心，跟着秦老爷就回家去吧。他一个人行吗？我想带他一起。放心吧，他比你强多了，山上更适合他。我听爹的。丰收站在秦老爷身边，不舍得目送他带人离开。孩子，我们回家吧。我想等小草睡醒了再说，如果他醒来发现所有人都走了，会害怕的。坏了，大叔走了没？小豆芽，你跑什么？哥哥，大叔呢？走了没？爹天刚亮就走了。小豆芽，你跟我一起吧。不了，大叔已经安排人送我回山上的，而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不跟哥哥回去了。好吧，那你照顾好自己，见到了白姨跟她说一声，我很好，有空我会回家看你们的。放心吧，哥哥。如果害怕就让大白和小白跟你住一起，或者让小辉他们去陪你也行。知道了，哥哥，你回去之后要多长个心眼，功夫不能落下，不要被那些人给欺负了。实在不行，你就回来找我，我带小白去收拾他们。这丫头这么小，你一会儿也留个人帮忙把人送回去。总归是咱们秦家对不住封家，不能让这个小的也出了事儿。是，老爷。小三哥哥，我想去献学附近的客栈看看，之前我们在那里给白姨订了房间，也不知道她在不在那里。好，我们陪你过去。哎呦，你们可算是来了，掌柜的都等急了。肖哥，这是怎么了？哎呀，客官，自从你们预定了那个院子之后，那位女客人只在这里待了半天，当天下午离开就一直没有回来。这房里还有她的行李呢，你们正好把她的行李也带走吧。
什么？一直没有回来？白姨一直没有住在这里，那她去哪里了？不是说只是去见她女儿一面吗？难道她住到陈家了？不应该啊！听大叔说，白姨刚生完孩子就被陈家夫人给卖给人牙子，当时大叔正好需要给丰收找一个奶娘，才将她买下来的。白姨不可能住在陈家，那她去哪里了呀？原以为大叔和哥哥离开之后，他很快就能找到白姨，没准儿两人可以一起回家呢。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最后几人把白霜的行李带走，并且给那掌柜的留了话，如果对方回来的话，让他直接回家就行。小草，你打算直接回去还是？我想先去陈家附近看看，我怕白姨出事。别担心，会没事的。另一边，大管家秦奋姿态恭敬地站在秦老爷的床前，跟他汇报关于秦夫人的事情。老爷，那些证据已经全部送到沈家了，沈家主当场写了出族书，夫人现在也算是没有娘家可以依靠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解决，我那大舅兄真以为一张破纸能抵得过秦家好几条人命，去把夫人给我们用过的药想办法用在沈家人身上，让他们也试试。还有沈家的姻亲，悄悄把咱家的事透过去，提醒他们查查自家孩子，顺便检查一下家里人的身体，万一是孩子是被换掉的呢？万一也被下了药呢？是不是？咱们秦家不太平，也不能让沈家好过，给他们找点事儿做。正好沈家已经放弃了那个女人，把人随便关一个小院，不死就成了。同样的药给他也用上，让他先那么耗着，冯家那边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季宗的事情都不许向他透露，他不是不择手段想着儿子吗？那就一个字都不告诉他。是，季宗少爷已经安排住在前院了，老奴今天就去联系书院。之前抓起来的那些人全部发卖，另外换一批好的，家里不能再出差错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有人通报秦串回来了。不是让他去送那个小丫头回去吗？这才半天不到，怎么就回来了？你快去看看，可别是那小丫头再出什么事儿了，我就真的没脸见儿子了。老爷，是季宗少爷的奶娘在陈家失踪了，冯家那个小丫头打算找人呢。哦，怎么会在陈家失踪了？你让他看护好那丫头就行，陈家的事情别掺和，先弄清楚了再说。咱们两家也有来往，如果实在不好办，再来回我们再想办法。那人毕竟也照顾了季宗一场。是，要不还是我进去吧。不用，我可以的。这一次兰草直接用上了白霜之前准备的迷药，只用了一点儿，那一家人全都睡得死死的。院子外面的两人没想到，这不大点儿的小丫头居然这么快，直接扛着人就跑了出来，他们也赶紧跟上。当那婆子被李小三用针给扎醒的时候，她差点没被吓尿。她明明睡在自家炕上，怎么醒来的时候就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救命！闭嘴！再喊，削你一块肉下来！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这个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这是前几天一个故人送我的，他托我办事，里面装了2两银子。你那故人呢？去了哪里？他托你办的事办了吗？这荷包是白姨娘来找我吃送我的，她想看看大小姐，我之前欠了她的人情，便答应找机会让他们远远见一面。白姨娘，她是陈家的姨娘，白姨居然是陈家的姨娘，可是她怎么就被卖了呢？是啊，白姨娘以前是老爷身边最得宠的大丫头，夫人进门后才成了姨娘。
只是哪个正头娘子能容得下这样的人啊？更不要说以前老爷还处处护着她。白姨娘生下大小姐之后，夫人就趁老爷出远门时找个由头把人给卖了。她不是要见女儿吗？后来呢？说来也只能怪白姨娘太心急，我已经答应帮她安排，必定是要让她在元宵节晚上远远看一眼的。结果她一直守在陈家门口，陈家人认识她的可有不少呢。还没等到她见到人，夫人身边的人就将人给认出来。那天晚上，夫人连外面的灯会都不去了，直接将人请了去。请了去？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被关在一个废弃的小院子里，有几个粗使婆子看着。哦，那你家大小姐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兰草猜想白姨必定是没有见到人的，不如自己替她问问。大小姐的日子那自然是好的，夫人才不会在这种事情让人抓到把柄，还养在嫡母跟前，以后一份嫁妆打发出门，对家里的少爷也是一份助力，不是？那白姨娘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这几天都没见到人了。我只是管主院的厨房，负责安排院里几个人的饭食，不曾见过人。关着白姨娘的小院在哪里？你带我们过去。白姨，终于见到你了。然后白霜便再也没了动静，这可把兰草给吓得不轻，仔细查探了一下，发现人已经晕了过去。兰草扛着人从院子里出来的时候，李小三两人正在低声商量该把那个带路的婆子怎么处理。把她扔回自家院子吧。好，我去把人扔回去。白姨晕过去了，需要请大夫，我先带人回小院。你们先回去，我去请大夫。丫头，你怎么来了？快走。白姨，你别动，你已经回家了，安全了，别怕啊。啊！白霜似乎没听懂兰草的话，有些迷茫地盯着他看。白姨没事了，你已经回家了，这里不是陈家。你先喝点水，大夫一会儿就来。没什么大事，这是受了风寒，又冷又饿，再加上身上有伤，才会发热的。休养个3-5天就好了。我再给你留些药，每天都要换。这至于膝盖上的伤，我明天让人另外送些药膏，以后都要注意一些，不能受凉啊。吕大夫的话让兰草一直提着的心放下不少。之前白霜在破屋里晕过去的时候，他一度以为人就这么去了呢，吓得不轻。哎，好了，你就别担心了，明天我再来看看，顺便呢给你送些药膏过来。谢谢吕家哥哥。哎，客气啥，有事就找我们呗。白姨，你醒了？好点没有？还有哪里疼？让你担心了，谢谢小草。白姨，先来擦一下脸，灶房那边的饭都好了，我一会儿给端来。谢谢你啊，丫头。谢什么呀？白姨以前也是这样照顾我的，这次换我来。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白霜看着兰草不如在山上时跳跃活泼，还以为自己的样子吓到了他，赶紧转移话题。这是大叔之前租的地方，白姨你安心养病，等好一些了，我带你回家。兰草之前还想着找到白霜之后就告诉他丰收和丰年的事情，可是他看着眼前一身是伤虚弱不堪的人，还是算了，等白姨的身体好一些再告诉他吧，省得他一着急病情又加重了。你大叔租的呀？原来是这个院子。吃过饭，他才对有些昏昏沉沉的白霜说：白姨，我要出门一会儿，院子里有人，你有需要的话就喊他。你去吧，在外面小心一些。死崽子，快把老娘放开，小心我大嘴巴扇你！
哎呀，疼！停下！哎呦，祖宗别打了，快停下，求求你了！能好好说话不能？能，小祖宗让我说什么？你们这些天守着的是什么人？兰草直接问他关于白霜的事情。是老爷以前的妾室，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了。你们对他做了什么？我们也没做什么，就是按照夫人的吩咐，看着他罚跪，每天跪5个时辰，跪够7天就能见到大小姐。天跪5个时辰，还要跪够7天？陈夫人这是想要了白霜的2条腿啊！那他脸上手上的伤，这是他自己打的。胡说！白姨又不傻，怎么可能扇自己巴掌？说实话。哎呀，是我们2个打的。我们2个原本在夫人院子里当粗使，见天还能被夫人赏些铜板，哪里甘心被扔在一个破得不成样的院子里啊？见天吃些冷饭冷菜也讨不到赏，这才……你们夫人还做了什么？她根本就不想让大小姐见到那个女人，只是为了羞辱对方。大小姐跟其他少爷小姐们早就去舅老爷家做客了，没个10天半个月是回不来的。夫人还找人传消息说外面铺子有事，老爷也出门了。这个陈夫人还真是有手段。他已经在心里想各种方法替白霜出气了。至于眼前这个，兰草厌烦的又将他的嘴堵上。这双手不是爱打人吗？那他就一样照着对方的手上抽。至于以后这双手还能不能用，就看他的造化了。接下来兰草又将2人重重扔回路边，他还清晰地听到咔嚓咔嚓2声响，似乎是那2人的骨头断裂的声音。不过这些兰草都不在意，他已经骑着大白返回县城了。哥哥穿这身衣服真好看。这衣服穿得太不自在了。你这是买的什么？像是衣服啊。坏了，我得赶紧进去了，白姨还等着我呢。白姨回来了，那我去看看。别，哥哥，先把你的人安排好，在别的房间里等着，白姨收拾好了你再进去。好吧，我等一会儿。来旺，你别想着欺负小白，他可是我看着长大的，你敢欺负他，小心你的屁股。少爷，小的不欺负他，就是觉得他好玩。爹，你放心吧，我在秦家会好好的，过几天就继续去读书，你不用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你？从小到大你都没有离过家，现在你爹不在，我如果不陪着你怎么能行啊？只是不知道小丫头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白姨，我之前就留过，小丫头不喜欢待在县城，她想回山上。她才那么小，一个人在山上怎么行？不行，等她醒了我再劝劝。白姨，不用劝了，我能保护自己。可是我担心你啊。你知道吗，白姨，我今天早上出门把昨天晚上那2个婆子暴揍了一顿，还问出了一些其他事情。你看，我都能替你报仇了，厉害着呢。什么？所以说，白姨，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安心在这里养伤，好好陪着哥哥就可以。我更喜欢在山里自由自在。第2天，兰草便带着大白、小白，然后3人便关上院门，赶着马车离开了县城。最后，丰收直接带着白霜回了秦家。小丫头啊，你这几天去哪里了？丰年呢？丰收呢？听说你们家出事了，你们都怎么样了呀？齐大叔，丰收哥哥现在好好的，大叔他现在还有别的事情，我就先回来了。兰草从怀里拿出丰年写的信，交给齐大夫。信上说的都是真的，丰收现在回自己家了，你大叔去找自家的孩子了。是真的呀。丫头放心啊，以后有事就找大叔，要不然你以后就住在我们家好了。你一个人在山上，我们都不放心的。齐大叔，你知道的，
我就是个野丫头，喜欢在山里跑来跑去。不过大叔放心，我每过几天就会来镇上一趟，到时候就来看你。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加上兰草又是坐李小三两人赶的马车回来的，不好在镇上停留许多时间，直接往李家庄方向过去。他还要去跟私塾李先生说一声，毕竟丰收当日是离开私塾的时候被人劫走的。李先生那天晚上也跟着找了许久，想必这几天也担心的不行。找到了，那可太好了，只要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哥哥说请先生安心，他那边安顿好了就回来看你。只要他好好的，回不回来看我都无所谓。告别了李先生之后，兰草便打算直接回山上，他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回到自己家里。我回来啦，小辉，你是不是又长胖啦？我告诉你们哦，这次出门我给你们带了许多好东西，一会儿都去我家吃饭。猴娘，我可想你啦。难怪他一定要回来。谁说不是？这不是妥妥的一家人吗？也难怪主子放心让他一个人回来，感情人家在山里有家人护着呢。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要卖人就赶紧挑，不要在这里捣乱。他拦着我们一行人又不买人是什么意思啊？矿场那边可是急着要人呢。哟，魏婆子，你这是冲谁发火呢？哎呦，是满爷呀！您怎么到这荒山野岭来了？这是……赵满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魏婆子的话，注意力一下子就被正在扑腾的两人给吸引了过来。魏婆子，他们两个人怎么在这里啊？我家少爷呢？他们是谁？他们两个就是来福和来贵，少爷身边的小厮。原来是他们。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将两人揍了个鼻青脸肿，还时不时伴随着骨头断裂的咔嚓声。说，你们少爷呢？快说！哎呦，这位爷，你可饶了他们吧，把这两个打残了就不值钱了呀。他们两个被灌了药，哪里能开口说话呢？老二，给钱。哎呀，别好了，我们家爷还能少了你银子？魏婆子收到银子也不哭嚎了，直接开始从怀里去找那两个人的卖身契。他还不忘把当日秦继祖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跟你说呀，这人你们买下不是不行，小少爷当日可是特别交代了，要把人啊远远的卖去矿场，反正是不能回去享福。你说什么？我们家少爷说的？难道他们俩是我家少爷卖的？可不就是你们家少爷卖的吗？要说你家少爷啊，真是爽利，卖人的时候那叫一个干净利索，让我当场灌了哑药才肯给我卖身契。这种人不值钱的，老婆子心善，就收下这两个哑巴啦。还真是他卖的，也就是我家少爷，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来，机灵啊！哼，夫人安排人把他卖掉，结果他就把别人给卖了。那他家少爷现在在哪里？这老婆子哪里知道，他把卖身契给我之后就离开了，难道没有回家呀？魏婆子确实被这两人给问懵了，她哪里知道秦家少爷去哪里了？走，我们回县城。既然他把别人给卖了，说明当时已经意识到秦家有危险，将来是找地方躲起来了，没准儿人还在县城呢。爷，这两个人怎么处置啊？总不能带着，这可是个累赘啊！绑到马后面去，就算是拖死了，那也是我封家的下人，官府也管不了的。来福来贵被拖在马后面，没一会儿整个身体就血肉模糊了。弥留之际的他们万分后悔，才翻墙从私塾的阁楼里出来，远远的就对上了过来接孩子的李氏。啊，这都叫什么事儿啊？没想着我刚一出来就能遇到熟人，怪难为情的。你怎么在这里？还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来听课。你听课？你识字了？是呀，大叔教我识字了呢，我会写很多字，
还能自己看书。大人对你真的很好。那是，大叔把我当亲闺女养的，教了我好多好多东西呢，识字、功夫、打猎，很多很多。那就好。不过以后可不敢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了，万一摔着了怎么办呀？知道了，婶子，我以后会小心的。对了，你奶死了，你爷爷瘫了，你哥被卖了，你娘呢带着小的走了，你爹也失踪了。以后呀，你再也不用躲着兰家人了。以前在家时啊，是我和你二叔不对，没能好好教育小浩，也没能护着你。现在我们日子都恢复正常了，以后啊，你想要收拾小浩出气，婶儿没意见，毕竟当初啊，他确实过分了。婶子到时候可不许后悔。兰浩那个小胖子当时可没少找我的麻烦，要不要下次见面了再收拾一顿？反正他娘都没意见。这样想着，兰草已经在暗搓搓地计划接下来要干的事情，去看一看老蓝头，顺便吓一吓他。对，就这么办，说干就干。爷，小草回来接你啦，我们走吧。就在兰草推门的那一瞬间，他决定先吓吓那老头。兰草的话音刚落，老蓝头的脸色直接就白了，整个人想要往后缩一下，只可惜他现在瘫痪在床，动都不能动一下。爷，下面美得很呐，什么都有，不愁吃不愁喝，住的房子也宽敞，不漏风还不漏雨。兰草越是这样说，老蓝头就越紧张，嘴里一直呜呜说个不停，只可惜没人能听懂。走吧，爷，一直在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还被人嫌弃，不如和小草一起下去享福吧。你看看孙女，离开家之后都长肉了，也白净了，是不是？老蓝头索性把眼睛给紧紧闭上，他不想跟眼前这娃离开。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哪怕只剩下一口气，他都不想离开。我知道爷不想离开，就不动你啦。再说我还活着，怎么能带你下去呢？要带也是我奶奶带你不是？果然，老蓝头听到兰草的话，一双眼睛瞪得老大，一脸的不敢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当初那个被扔进山里的孩子居然活下来了。你现在不能动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这里，有没有反省过自己？兰草说着，还看了一眼老蓝头的表情。我知道了，你从来没有反省过，也从来不觉得自己错了。也不想想，你如果没错，为什么二叔会坚决反对你去李家庄？如果你没错，为什么会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如果你没错，我爹又怎么会抛下你不管？我哥又怎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我知道，不就是当初无意间撞破了你跟村里老寡妇的事情，你就撺掇着一家人把我扔进深山，怕我说出去坏了你的事。可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懂那些，又怎么会乱说？不过也要谢谢你，谢你兰家放弃了我，让我遇到了大叔，他们一家把我当亲女儿看，教我生存，教我识字。当然我还遇到了爷爷，一个真心拿我当孙女的爷爷。你该不会想让我照顾你吧？哼哼，你不配。早在我被扔进山里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兰家人了。你这会儿不能动了，还想再次压榨我，想得怪美。老蓝头气得额头的青筋都爆得老高，可是现在他拿兰草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来看你笑话的，现在笑话看完啦，我该走了。爷，你要相信这个世上是有报应的，
当初我那么求着你们，你不是依然把我扔进深山？现在不管你要求什么，我都不会应下。听说了没？东河村那老蓝头走了，昨天晚上的事。是吗？哎呀，他这段时间经历的事情可不老少，怕是受不住了。唉，可不是，听说是蓝老二昨晚去送饭的时候发现不好，人就没有回来，守在那里呢。唉，人死灯灭，过去的种种全都烟消云散了。这蓝老二也算厚道，一天2趟的跑过去送饭。唉，他不送能怎么办呢？老大一家妻离子散，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就剩他一个了。爸爸，我们去镇上送货，顺便带你去吃好吃的。我告诉你哦，镇上吴阿婆家的馄饨特别香，一会儿可以让你尝一个。还有同福楼，那里的胖大厨做的饭可好吃了，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酒楼。只可惜你不能去，我悄悄告诉你哦，胖大厨那双眼睛毒得很，像你这样的好羊，如果被他见到了，是肯定要被他下锅的。如果不是镇上进进出出的人太多，我肯定把你收进空间里了，又怎么会把你放在医馆呢？这一次兰草进了镇子之后，直接来到了医馆的后门。婶子好，白鹰哥哥好。哎呀，你这丫头天可怜见的，一个人在家该怎么生活啊？也没个大人照看着。你要不来婶子家里住，你白鹰哥也在家里，有个事情他还能照顾你。以前这婶子不这样的呀，这次都有些让人招架不住了。娘，你这样会吓到小草的。哎呦，你看看我，真是的，把小草吓着了吧？哎呀，其实吧，你也不用跟婶子这么生分，咱们都是一家人，就该多来往。有事你就跟婶子说哈。婶子，还有几家等着我过去送东西呢，你看。哎呦，你看看我，一说话总忘了正事，让你白鹰哥陪你去。不用了，婶子，这镇上我熟，一个人能行的。白鹰，快去跟上小草，好好看着，别让他有什么事。哎呀，娘，你这是干什么呀？以前没见你对人家有多热情啊！你个没用的玩意儿，要不是为了你，老娘用得着这样低三下四对着一个孤女说好话？白费了老娘一番苦心。哎，这大白怎么在这里？那丫头过来了，这人呢？爹，你快救我呀！我娘被我说的恼羞成怒了。你又在想什么？那丫头不是挺有本事的吗？现在封家又没人在，我想着咱们费些心把她养大，她也有精力雕刻赚钱。白英现在年纪也不算大，让那丫头给咱们家当个童养媳，白英也能有个丫头使唤，这不是一举三？蠢货，你给我滚回去！这件事想都不要想，现在就回去！我跟风兄弟将交多年，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这丫头虽然不姓风，但是户籍却是在风兄弟的名底下的，那是当亲闺女养的，你怎么敢？快滚！怎么就不行了？那丫头才5、6岁，才比灶台高多少？她能养活自己吗？啊！我好心想着养她，给她一口吃的，她只是伺候一下我儿子，顺便雕木头赚钱，我怎么就异想天开了？我明明是好心，怎么就是不行呢？这要是换个人，我得感恩戴德。滚！我说了，不准打那丫头的主意，别以为人家没有护着你就想占便宜。我告诉你，那可是个厉害的，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赵氏被齐大夫骂得没脸，也不再反驳，径直出了房间。哥，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被骂了吗？真是太巧了，我来找你啊，还有跟你一起的人，就是那天晚上背着你的男人。哎，小娃，今天怎么是你来送这些啊？等到他给兰草结清了银钱，又重新下了订单之后，秦祭祖这才又上前跟宋掌柜告假。掌柜的，我找到要找的人了，就是这娃的家人，所以想告假一天，跟他回家看看。什么？你们要找的人就是这女娃的家人？哎呀，
你说这是闹的，以前呢就是他的家人来送货，这丫头还是第一次来呢。秦祭祖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巧，也就是说，只要自己一直在店里当伙计，早晚能见到自己的亲人。这世间的缘分果然是妙不可言。哎，行了，既然找到了亲人，那就先回去处理家事。哎，你这也算是我的子侄辈，风兄弟啊是个好人，你见了就知道了。秦祭祖感激地冲宋掌柜道谢告别，然后便拉着他还有些呆萌的兰草出了书斋。哥哥，你是秦家的少爷吗？兰草决定还是先确定对方的身份才行。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个小丫头，怎么会对我一个陌生人的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这可糟糕了，大叔以为你被卖了，然后追出县城去找你了。对了，大叔就是那天背着我的人。啊！秦祭祖原本兴冲冲的想跟兰草一起回家见亲人的，没想到居然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知道我是秦家少爷？怎么会知道我被卖了？还有你大叔怎么就去找我了呢？那天秦夫人身边的王嬷嬷带人到村子里，趁丰收哥哥散学回家时，把人给明云带走了。我和大叔追到县城，跟到秦家。当我们抓了王嬷嬷逼问的时候，才知道当年那对主仆悄悄把你和丰收哥哥给换了。等到问起你的下落的时候，才知道那秦夫人先一步让人把你带出去，要卖掉。我半年前无意中听王嬷嬷说起，知道自己并不是秦夫人的亲生儿子，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知道她是故意要养废了我，一直想着找自己的亲人。看来我的亲人很看重那个叫丰收的，也不知道以后对我怎么样。现在我要赶紧通知大叔才行，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该送信出去，还是去县城找人？我怕去了县城还找不到人呢。还是送信过去吧，你可别去县城跑了，万一跑丢了，我到时候怎么交代啊？好啦，要不我们先回李家庄，找那里的人给送信，然后哥哥你再跟我一起回家。好，那我们现在就走，有什么话路上也可以说。你这丫头呀，这几天在家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难处啊？齐大夫，我在家一切都好。你看，我找到哥哥了。真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呀？齐大夫好，我这几天在镇上的书斋那边当伙计呢。好好，找回来就好。一看这相貌，这跟风兄弟就是一家。你们准备怎么办呢？风兄弟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人呢。大叔之前留有话，让我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李家庄那边有人可以把信带的，我们打算回去让人送信。这样也好，你可千万不要自己去找人啊。风兄弟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万一你再跑丢了，你大叔回来了，我可没法向他交代呀。放心吧，齐大叔，我不会冲动的，还打算带哥哥回家，一起等大叔回来呢。那就好，你就在这里写信吧，我这里啊有笔墨。兰草写完之后，齐大夫怕他太小写不清楚，也跟着写了一封，然后装在一起交给兰草。好了，到时候你让人把信送出去就行了。谢谢齐大叔，那我们就先回家啦。行，快回去让人把信送出去就行。你们两个有困难呢就来找我，我答应过丰年会好好的照顾你们，必然不会食言。尤其是你这小子，可不要见外啊。知道了，齐大叔，我有事就来找你。两人离开时，大白紧紧跟在兰草身后，时不时扭头看一眼秦祭祖，还警惕地把兰草往身后推推。大白，这个哥哥不是坏人哦，你不用这么警惕的。这是大叔家的孩子，一会儿还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呢。经过兰草提醒之后，大白这才稍微放松一些，不过依然挡在兰草和秦祭祖中间，还示意兰草坐到自己背上。你这羊养的真不错，少有的健壮，就是不知道这肉好不好吃。
大白不满地冲他瞪瞪眼睛，然后直接就向他冲过去。好在秦祭祖一直偷偷习武，那感觉还是很敏锐的，察觉到不妙就赶紧跳开。大白也不停下来，紧紧跟在他后面。喂，大白你干什么？快停下来！哎，我说妹妹，你这养的怕不是只羊是个人吧？怎么啥都能听懂？那是，也不看看这是谁养的，我说啥他都能听懂。我跟你说，哥哥，大白的儿子叫小白，他每次见到丰收哥哥都会追着人跑好半天，这对母子都是记仇的，你可要有个准备才好。什么？难不成这被追着跑的日子还没完没了了？日后要时时上演。哥哥以后习惯了就好啦。小三哥哥，你没有去县城吗？不是，我从县城回来了。你这……难道我们想要找的孩子自己找到了这里？这也太神奇了吧！这真的找到了？是啊，哥哥当时从县城出来，直接来到咱们镇上，我今天去镇上才见到的。快进屋，我去烧水泡茶。小三哥哥，你不用忙啦，我们来是想让你送信的。兰草说着，就从怀里掏出2封信。大叔离开之前曾经交代过我，如果有事就把信送到这里，他能收到的。那是自然，这信我会亲自送过去的。那你上次去县城见到大叔没有？他现在好不好？是不是都瘦了？你这次见到人，让他安心，我和哥哥会在山上等他回来。好，我去装些吃的，这就出发，骑上快马，说不定能在关城门之前到县城呢。不用那么赶，还是安全为重。反正我已经到家了，又不会去别的地方，你们还是要以身体为重，不用那么赶。哎，都听少爷的。等到兰草和秦祭祖离开小院，才没走一段距离，李小三已经骑着马赶了上来。今天我就不送你们上山了，你们小心一些，我先去县城。说完，他便骑着马一阵风地跑远了。这人还真是急性子。他应该是知道大叔在外面找人有多着急，所以才会第一时间把信送出去的。我是不是做错了？不该自己跑掉。哥哥你没错，如果当时你不跑掉，说不定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只能说秦夫人太坏了，所有事情的起因都在她那里。是吗？是呀，我跟你说，那个秦夫人可坏了，她把你和丰收哥哥换了之后，还给秦家人下毒，就连秦老爷都没能逃过去，已经被他安排的人囚禁了半年呢。什么？我爹也中毒了？是呀，秦老爷也中毒了，还被秦夫人囚禁起来，最后是大管家带下人把秦老爷给救出来的。那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难怪最近半年一次都没有见过爹，原来他被人囚禁起来了。已经找到大夫解毒了，具体的事情你可以等大叔回来再问他，大叔肯定知道的更详细一些。哦。秦祭祖现在还没见过丰年，对他不了解，也不想在兰草面前过多的提起以前的家人，整个人也沉默了下来。兰草当然发现了秦祭祖的低落，他便想着说些什么，让他的心情好一些。我告诉你哦，当时大叔用鞭子把王嬷嬷抽了个半死，还有那个钱儿，就是囚禁秦老爷的那个，也差点被大叔给打死。像他们2个这样的恶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还有秦家那些不听话的下人，凡是跟秦夫人身边作恶的全都发卖了，现在秦家清静了很多，就连秦夫人都被关了起来，这些都是秦川哥哥从秦家打听到的。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孩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你还认识秦川？这有什么？那王嬷嬷还是我从秦家扛出来的呢，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我还没说我当时一个人骑着大白从山上追到县城呢。你把王嬷嬷从秦家扛出来？秦祭祖感觉自己以往的认知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眼前这女娃说的我有些没明白过来？没错，就是
是我扛着出来的。快看，我们到家啦！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啊？大叔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不知道。至于我，是无家可归了，才跟大叔住在一起啦。这里真是别有趣味啊，很美。我也住了没几个月，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快深秋了。一会儿来我家吃饭，这段时间白姨不在，一直是我做饭给大叔和丰收哥哥吃的。秦继祖正在屋里走来走去，打量着自己即将入住的新家，就见到兰草端着木盆进来，知道他这是要打扫屋子，连忙上前接过木盆。我来吧，你不是还要做饭吗？你会吗？兰草确实有些怀疑，毕竟眼前这人以前可是富家少爷，他干过打扫之类的活吗？你这小丫头，你别小看我啊，这段时间在书斋当伙计，像打扫这种事儿也是常做的，你放心吧。别看我当伙计的时间不长，但是搬搬抬抬、洗洗擦擦这样的事情也是没少干。这段时间啊，衣服也是自己洗的，所以你就放心的去做饭吧。兰草见他干起活来也是像模像样，便放下心来，起身去做饭。妹妹，没想到啊，你这人不大，这做饭的手艺是一点都不差，看着就美味。那是，我可是很厉害的。等到两人吃饱喝足之后，秦继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2条用红绸带分别绑着一对铃铛。这是我离开县城时专门给你买的，算是哥哥给你的见面礼。秦继祖之前准备这份礼物的时候还在想，如果真是家人就当是见面礼，如果万一不是亲人就当是打扰他的赔礼了。没成想自己见到人啥都没说，小丫头就惊讶的不行，她这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真好，这个哥哥真不错，还没见面就想着给我准备礼物了。谢谢哥哥，这个礼物我很喜欢。哥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我送你当回礼。这，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木雕的？当然是我雕的呀。哥哥忘了我今天过去送货了吗？这都是你雕的？那可不，哥哥快看你喜欢哪个，我送你啦。这上面刻的都是家里人吗？因为这些雕刻里面有几个上面有个少年，还有一个女人。是呀，这是大叔，这是我，这是白姨，这是丰收哥哥。哦，最后他选的那个木雕是丰年推着板车，兰草坐在上面，两人都笑得极为开心。秦继祖听说他选的跟丰年的一模一样，心里当然也是很开心的，这就是缘分。小三来了，他说人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哎，是的爷，傍晚小草把人带到院子里，让我送信过来。小少爷确实跟爷长得很像。你辛苦了，老二，带小三下去，把手包扎一下，赶紧吃饭休息吧。是。拆开信封，里面掉出来2张纸，他一眼就看出来，一张是兰草写的，另一张是齐大夫的笔记。找到了，找到了！哎呦，幸亏你今天晚上赶回来了，如果是明天一早过来，说不定我们已经离开了。你们要去哪里啊？哎，爷之前打算去其他县找找，还好你来了。你先躺一会儿，我去给你拿饭。谢谢二哥。妹妹，刚刚你那鞭子耍得不错啊，练了多久了？练了没几个月，才刚入门。那确实厉害，你天天都练吗？是呀，基本上每天都练。前几天去县城的时候就没练，不过后来我都补上了。好样的，我之前的武师傅也说了，练功这种事情那就得天天练，一天都不能间断。大叔也是这么说的，他天天早上也在练功呢。等他回来了，咱们院子里就热闹啦。那你跟我说说，你大叔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不知道，我这心里还挺忐忑的，总想着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大叔呀，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当初我被家人赶出家门，一个人在山里艰难生存，是大叔邀请我住到这里来。我这房子用的石头是大叔和我一起搬回来的，用的泥砖是他一块一块晒出来的，屋顶用的木头是他和我一起砍回来的，屋里的草帘子、竹筐都是他亲手编的。他教我练武，教我识字，教我做人，教我人情世故，把我当亲闺女一样看待。哦，当然，白衣和丰收哥哥也挺好。对我一个陌生人，大叔都是这样掏心掏肺。他对你那还用说？当初他听到王嬷嬷说故意把你和丰收哥哥换掉，又听他说秦夫人故意养歪你，他恨得差点把王嬷嬷和钱儿给打死。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生气疯狂过。哥哥，你放心吧，大叔或许现在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呢，没准心里也在忐忑呢。而此时被两人提到的丰年正在一路往回赶。丰年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家，刚见到秦继族和兰草，还没来得及多说几句话，得知消息的秦老爷派的大管家也来到了这里。兰草知道他们有话要说，便主动离开去做饭了。少爷，这段时间可把老爷和我急得不行啊！还有风兄弟，都快把县城给翻遍了，还派人去了周边几个镇上找了，没想到你竟然来了这里。大管家不用自责，我之前在七夕镇见过妹妹，元宵节前一晚又在县城里远远见过，所以我把来福来贵卖了之后，就想到七夕镇找找看，没想到还真的见到妹妹了，这才知道你们都在找我。放心吧，欺负过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而且那来福来贵两个被我从魏婆子手里买了回来，然后直接将人拖在马车后面，不到半天的时间就直接拖死了，也算是为你报了仇了。是啊，老爷也把家里那些下人全都发卖了，王嬷嬷和春柳杖毙了，至于夫人也被关起来了。谢谢各位长辈的回护。你是我封家的孩子，护着你是应该的。啊，对了，风兄弟，这次我来还想问清楚，我们少爷在封家是个什么章程啊？目前封家的人口简单，我已经给他想好了名字，族谱上就叫丰盛，接下来也就该安排他进学堂了。封家的男儿自小都是要习武的，这个我会教他。至于丰收这些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这才没有教他。年前他的身体好了一些，也只是刚刚开始扎马步。嘿呀，风兄弟哪里的话呀，季宗少爷的身体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之前呢确实不适合习武，我们老爷说了，季祖少爷在秦家的名字依然保留，而且族谱上面也不动，他依然是秦家的少爷，随时可以回去住啊。这个当然，丰收在族谱里的名字也不动，他有空了想回来就回来。秦老爷准备怎么处置秦夫人？老爷已经给夫人下了那种慢性毒药，用不了3个月就会有结果了。这些还不够，我就想知道你家夫人的底气是什么。丰年觉得秦老爷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他是恨不得将那个恶毒的女人挫骨扬灰的。几年前，夫人的娘家兄弟沈大爷当了吉县的县令，或许这就是他的底气吧。只不过这次的事情，沈家那边已经将夫人除族了。除族？沈县令舍得你们家这个钱袋子？大管家回去之后提醒一下秦老爷，3个月的时间太长了，足够沈家做很多事儿，比如做了秦夫人想做的事情，到时候你们秦家还能够剩下什么呢？似乎我和老爷把事情讲简单了一些。我得赶紧回去跟老爷商量一下，我们得早做打算，不能让沈家人讹上啊。这几天一个人在山上，有没有害怕呀？
大叔来啦，快坐，哥哥也坐。妹妹，你这是扎马步和雕刻两不耽误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妹妹一直这样，你以后啊也可以这样，扎马步的时候背书。啊？扎马步背书？丰盛表示自己操作起来恐怕有些难度，可是看着眼前绷着小脸认真雕刻的兰草，决定把自己快要到嘴边的抗议咽下去。丫头还要多久才能够结束啊？大叔，我才刚开始没多久，还要半个时辰。行，那你继续扎马步，我们啊在这里坐一会儿。这几天丫头一个人在山里，我很不放心，只是这次不得已才这样安排，还好是把人给找到了。丫头很聪明很乖，丰盛也很机灵，都很好，都是好孩子。丰盛是我丰家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你却不是我儿子。那丰盛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什么？这么说，哥哥变小叔啦？是啊，以后要叫小叔才行了。那丰收哥哥呢？我不用给他叫小叔的吧？不用，你还是叫哥哥就行，他一直是我的儿子。还好你是我大哥，刚刚我一度还以为自己找错了人了呢，吓死我了。这我不都说了吗？你是丰家人没错。大叔，你这次回到县城见到白姨了吗？没有，他一直没消息吧？那你也没见到丰收哥哥吧？白姨受伤了，跟哥哥一起去了秦家。没有，丰收去了书院读书，1个月回来一次。白霜怎么会受伤？他不是去见女儿去了吗？白姨还没见到人，就被陈家夫人的人发现了，然后将白姨关了起来折磨。你带人离开那天，我和小三哥哥一起去陈家把人救出来的。我知道了，他原本就是我当时给丰收买的奶娘，跟到秦家也没错，毕竟丰收在秦家人生地不熟的，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有个人照应着也好。那白姨还会回来吗？或许会吧，回头我把卖身契给丰收，让他自己看着办。好吧，卖身契我没有动。我知道了，下次去县城，我重新买个婆子回来。家里面做饭和清洗这些杂事，不能够让你一个孩子来做。大哥，听说当年你是被人追杀到县城的，还带着未满月的我。是啊，当年你刚出生，你母亲便遭人暗算，父亲也出了事情，我只能够带着你和奶娘逃出来，奶娘还死在了半道。我昏迷了几天，醒来之后发现孩子的身体变得极差，还以为是因为这一路颠簸的原因，哪里想到是被人给换了。家里出事了，我们的仇人呢？他正高居庙堂，俯瞰众生。你们2个要快些长大，努力强大起来。丰家的仇人可是很厉害的，我不求你们能够报仇，只求平安。小叔，这叫了2天哥哥，忽然改叫小叔，怎么这么别扭？要不我还是叫哥哥吧？不行，没大没小的，叫小叔。小叔？丫头，你去不去镇上啊？不了，我还有一些订单要做。那好，你在家里照顾好自己啊。小草想吃什么？小叔回来给你带。谢谢小叔。你这丫头客气啥？当小叔的给你带好吃的，那不是应该的吗？送走丰年和丰盛之后，兰草直接坐在院子里雕刻。兰家姑娘在家吗？快给婶子开门。这会儿谁会过来？婶子，这家人不会没人吧？快累死我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大姑都打听好了，就在这里住着呢，我再拍门。那你快点，快累死了，怎么住在这种鬼地方啊？你们找谁？哎呦，是兰家姑娘吧？我是桥头村的媒婆花婶子，姑娘今儿大喜呀，快给婶子开门。你有什么事？这丫头快开门，不听话小心小爷揍你。你又是谁？
这是哪里来的2个奇葩，居然跑到这里来找我麻烦？我最近得罪谁了？他还知道我住在这里。小爷是你男人，快开门！再不开，小爷就把这个门给摘了。我男人？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有男人啦？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胳膊小腿。女子不都是15岁左右才出嫁的，才有男人的？我现在好像才不到6岁吧？死丫头，快开门！再不开门，看我怎么收拾你！啊！先让外面的疯子闭嘴才是正事，我都快被他弄懵了。什么玩意儿？那胖小子张着嘴正要喊疼，兰草直接将自己手里才刚刚开始雕刻的那块木头一下子塞到对方的嘴里。哎呦，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照面就伤人呢？这以后还怎么好好服侍人家？瞧这婶子说的，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伺候他？他是死了爹还是没了娘？他的爹娘怎么不伺候他？他是你男人，怎么就不用你伺候了？我男人？我什么时候有男人了？谁定下的？就凭你财婆子一张嘴，这个肥头大耳的东西就成我男人了？那我还说他是你男人呢，什么玩意儿？我撕了你这张臭嘴！这话要是让别人听了，我还有没有活路了？你一个孤女，能去赵家当媳妇是几辈子烧高香了，居然还敢这样推三阻四，出手殴打自家男人，真该拉去沉塘！你这个老婆子都知道这话传出去会没命，刚刚还那样说我。要我说，你要是觉得那胖小子不错，不如把你家姑娘或者孙女送他家当媳妇儿。你一个没人要的孤女敢这样对我？媒婆，能不能好好说话了？你们今天究竟是为了什么来的？如果再胡说八道，我不介意再抽几鞭子。是同村的赵家人请我来的，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孤女，年龄又小，还是个有本事会赚钱的，就让我来，今天就带你回去赵家当童养媳。赵家是怎么打听到我的？还知道我住在这里？听说赵家的姑奶奶嫁了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在镇上开了个医馆呢，家里铺子都是有下人使唤的。哼，是他呀！兰草立马就想到了赵氏，那个过分热情的女人，没想到居然打算让我给她娘家侄子做童养媳。那齐大夫知不知道？他们赵家是骗你的，我可不是什么孤女。我虽然没有爹娘，但是有大叔、二叔、小叔，还有哥哥和弟弟，是家里唯一的女娃。大家疼都来不及，怎么可能看着我受苦呢？你看见我手里的鞭子就知道了，这可是几个叔叔怕我受欺负特意给我做的呢。哦，对了，我大叔有多疼我，赵家那个出嫁的姑奶奶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这不是坑你是什么嘛？兰草想过了，既然赵家和赵氏想坑自己，那他就坑回去。不知道花媒婆跟赵家人闹起来谁倒霉？赵家人骗了我，赵家还有好几个没有成亲的儿女，还敢骗我，就不怕我跟另一个媒婆透些口风，赵家儿女全都找不到好亲事了。可不是吗？赵家人这就是故意的，他们也知道我们一家都是习武的，在山上住哪能没有一点本事，舞刀弄枪杀猪宰狼那完全不在话下。今日对不住了，姑娘别介意啊，我这就回去找赵家人算账去。大白小白闪开，踢坏我家的门该打，打我的坏主意该打，骂我是孤女该打，长得丑该打，癞蛤蟆想吃小天鹅肉更该打，全家都该打。大白送客。大白听了兰草的话，一个箭步冲到刚刚站起来的胖小子面前，吓得他撒腿就跑，连一句狠话都没有来得及扔下。兰草关上院门，找了院外视线最好的一棵树爬上去，远远看到那胖小子一路上被大白顶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土草屑。大白返回时，他
他正一瘸一拐地捂着胳膊往山下走去。丫头啊，今天怎么爬那么高？快下来，我给你带了新衣服来了。是啊，太高了危险，小叔给你带好吃的了。谢谢大叔，谢谢小叔。我就说，我可是有很多人疼的，才不是什么孤女呢。谁说你是孤女了？今天大叔和小叔走了之后，小头村的花媒婆过来，还带着赵家的胖小子，说要带我去给人当童养媳。那胖小子还叫嚣着说我不听话就收拾我，还说那赵家出嫁的姑奶奶嫁了个有本事的男人，在镇上开医馆。是他打听到我年纪小，是个孤女，还有赚钱的本事，这才上次我去镇上送货，就见过张婶子一次。当时他见到我就热情的过分，把我给吓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我把那花媒婆和臭小子抽了一顿，让他们把人给赶跑了。好你个姓齐的，我拜托你在我离家的时候照顾一下丫头，你就是这样照顾的吗？直接把我闺女给卖了。小草别害怕，小叔替你教训那些人。风声气得不行，他根本都无法想象，这么小的丫头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是个什么样子。那赵家分明就是个火坑，正常人家哪里会找一个这么小的丫头当童养媳啊？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看中了丫头年纪小又没有亲人，还有一身本事。丫头放心，明天一早我们就去那桥头村，非要打断那家人的腿不行。敢这么恶心人？那个胖小子应该摔断胳膊了，我只是轻轻一扒拉，他就摔了。干得好，敢欺负我侄女，小叔明天把他另一只胳膊给打断，放心哈。看见了没有？你如果弱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欺上门来。我这才离开几天，那些人就敢把丫头往狼窝里扔。你要尽快的强大起来啊！大哥放心，我会的。自从我认识小草之后，那丫头就很少哭了。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是吓坏了吧？他就说嘛，自己是有人保护、有人疼的，不是孤女。小草，这是小草。娘，这是小草姐姐。是啊，娘见过几次了，当然认得。姐，以前是我错了，你打我吧。娘说我以前那样会害死你的，是在杀人。我知道我错了，姐姐你打我吧。先生说，知道错了就要承认，就要改正。还说什么来着？好像记不起来了。好呀，不打你，你自己也感觉不舒服是不是？那我就不客气了。二叔没意见吧？这小子以前太不懂事了，不和你二婶也有错，说了这孩子也不踢，说狠了他还向你奶告状，又不敢反抗你奶。你打回来二叔没意见，只求小草原谅二叔。兰草也没客气，对着蓝浩的脊背就抽了几下。当然他也是控制着力度的，虽然外面的衣服没破，但是身上绝对留下了印子，正大光明报仇的机会不要白不要。谢谢姐姐原谅。你们这是去哪里？怎么一个个都……之前我离开家几天被人知道了，昨天竟然有人上山要带走这丫头，去给别人家当童养媳，这我怎么可能忍得了？这不，要带人去拆了他们家才行。丰年说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郎安平，想看看他的反应。谁知郎安平什么都没说，直接急匆匆返回了院子。姐，我已经开始练拳脚了，我去给你报仇。小草，那家是什么人？怎么会找上你，还打这样的主意？简直太欺负人了！你给我说说。是桥头村花媒婆带的，是赵家，我也不知道那人叫什么。
兰草见丰年几人已经开始赶路，也让大白跟上。等一下，姐，等等我。小草，等等我们，我和你一起去。我娘去叫我那些舅舅和表哥们了，他们一会儿也赶去桥头村。我娘说，姐姐之前救了她和小弟弟，今天这事儿我们一家不能躲着。是啊，以前在家里我都没有好好照顾好这孩子，他反过来还救了我家那口子，这惭愧啊！今天这孩子遇到了事儿，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够再躲着了。上来吧，一人带一个。哎呀，谁呀？这一天天着急忙慌的赶去投胎呀，就不能让人清静一会儿？哎呀，你们干什么？听说你昨天去我家了，想把我闺女带去当童养媳，是不是？大爷，误会啊！老婆子，我昨天没去您家里呀。误会？老子哪里误会了你了？大爷，饶命啊！老子没有冤枉你，昨天趁我不在家，居然找到山上，想把我的闺女带走，送到那什么狗屁赵家去。啊，那不是孤女吗？是个孤女，就可以任由你这个老鱼婆算计了吗？你就不怕死后下18层地狱？兄弟们，给我砸！敢算计我闺女，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让你欺负我姐，也不打听清楚我姐什么时候是孤女了。哎呦，小姑奶奶呀，这件事儿全是误会呀，是赵家让拜托我去你家的，这不赖老婆子呀。放心吧，赵家老子也不会放过，先砸了你家再说。就是，你找我姐干什么？是不是见我姐是个女娃，心软好说话？告诉你，做错了就要接受惩罚。带我们去赵家。看着自家乱七八糟的院子，花媒婆心里痛得滴血。既然自己都这么倒霉了，她也不能看着赵家在一旁乐呵。她很愿意带人去赵家，毕竟这些事情全是因为她赵家引起的。中途丰年一行人还跟李家兄弟几个和侄子们碰到了一起。这是哪个王八羔子打听来的消息？说好的孤女哟，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撑腰找场子的人来了？赵家这次真把我给坑惨了，也不知道他们家会是什么下场。乖孙啊，奶这就去给你报仇啊！今天肯定把那小贱人给你带回来，让他给你下跪磕头。奶，我可不能全身都疼。这啥时候才能去姑父的医馆当学徒啊？你要替孙子报仇，把那死丫头给抓回来。我要好好的折磨他，天天用鞭子抽他。哎呦，疼死我了！这声音太熟悉了，不就是昨天的公鸭嗓吗？冲进去，砸！嘿呀，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出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居然敢跑到这里来闹事！给我砸！哪个杀千刀的？这个死胖子，昨天在山上被吓得屁滚尿流，回到家就开始煽风点火，让家人去找我麻烦，还是揍得轻了。爹，救我！奶！栓子兄弟，快去镇上请我姐夫来。好嘞。好你个姓花的，竟然带这么多人来我们家闹事，看老娘不撕烂你的脸！你个老不要脸的，天天净想着占便宜算计别人啊！呸！一家子不要脸！呸！你这个老贱人，我打死你！敢抓我的脸！呸！我杀了你！一家子不要脸的东西，净想着欺负那些孤苦无依的，也不好好打听打听。都给我住手！你们是什么人？跑到赵家打杂，又是为了什么？你就是桥头村的村长，你们村子怎么会有赵家这么不要脸无耻的人？你这个村长平时都不管的吗？这赵家究竟做了什么，值得你们过来打杂一通啊？有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还有你花婆子，你跑赵家闹什么？哎
呦，村长啊，你可要为我们家做主啊！这帮子强盗直接冲进我们家就打砸了起来，可怜我们一家人都拦不住啊！哎呦，呸！你哭个屁！老娘才冤枉呢！你干了那么不要脸的事情，还有脸哭？闭嘴！我们是来替我闺女讨回公道的。这赵家的孙子和花媒婆两个，趁着我们兄弟离家去镇上的时间，竟然闯进我家，想把我闺女带走。说什么他赵家的大孙子是个有福气的，要我闺女来当什么使唤丫头。今儿我就来问问，这赵家是什么来头，连王法都可以不遵守，随随便便就能够闯进别人家，带走别人家的闺女吗？可怜我那5岁的小闺女，吓得只得爬到院子里的树上，在上面待了一整天都不敢下来，生怕被人给抓走了。今天赵家老婆子还不死心，居然让这兄弟两个带着绳子，打算把我闺女捆过来，说什么让我闺女住牲口棚子，给他孙子磕头认错。我闺女错在哪里了？他那孙子没用，自己摔断了胳膊，就要拿我闺女撒气吗？还安排好了住牲口棚。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想照顾那个孤女。谁跟你说我的闺女是个孤女的？如果她是孤女，那今天我们这些人又怎么会站在这里？对，我们这么多人在，那孩子怎么可能是孤女？你们说说，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村长，真是那人说的那样，我们都听到了。哎呦，村长啊，你是不知道，我们都听出来了。赵老太啊，是看中了那女娃会什么手艺能赚钱，想让那孩子给他家赚钱，顺道呢给他那孙子啊当那使唤丫头呢，真不是东西。这位兄弟，这件事情你们两家处理吧，我们呢就不掺和了。只是呢，还请注意些分寸。往后还请村长多多约束村民，毕竟像赵家这样的人，坏的可是桥头村的名声。如果你们村子的名声坏了，那以后的小辈说亲都难喽。村长被说得更加羞愧，连连点头之后就转身离开。哎呀，回去得跟几个族老好好商量，这次赵家的惩罚可不能轻的，得让他们好好的长长记性。这都是我那大姑姐说的，不关我们的事。她说那丫头是个孤女，一个人在山上活得艰难，我们也只是想做好事，将那孤苦的孩子接回家养活而已。是啊，这事儿都是我姐提起的，如果不是她，我们一家哪里会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娃娃在呀？姑奶奶啊，可饶了我吧！如果不是我姑，我怎么会知道你家在哪里？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讲的。对，这事是我那嫁出去的女儿说的，要不然我们一家人哪里认识那孩子？你们有事找我女儿去，她就在镇上住，我那女婿开了镇上唯一的医馆。冯兄弟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还有丰盛和小丫头。齐大夫啊，这事儿还是问你家夫人比较清楚。